我用煤气罐改装迫击炮，却被武警全副武装包围，就连窗外也有狙击手瞄准我。不要抵抗，让我看到你的双手。陆丰是吧？我们是三乡执法署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既然我们把你带过来，就说明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所做的事情。接下来你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这个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在我舅舅的农机厂勤工俭学。那你说一下勤工俭学的工作内容。为客户提供产品改装、售后以及部分增值服务。说的还挺正规的。那你解释一下煤气罐改装迫击炮原理、钢管切割火箭筒方法、拖拉机改装坦克方案。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我暑假的时候抽空把律师资格证考了一下，主攻方向有国际法、战争法、间谍法、走私法、贩卖军火法。冒昧问一下，我具体触犯的是哪一条？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问的怎么样了？这小子很不一般。听说你的能机厂有改装业务，会议监时能改吗？可以，但是很贵，确定要改吗？能改就行，那我先把他带走了。当陆丰来到工厂时，发现一名少将正在等着自己。这次叫你过来，其实是部队看上了你在机械改装方面的能力，这次咱们算是商业合作，所以你也不要紧张。陆丰点了点头，对方虽然是少将，但自己也没做坏事，确实没必要慌。如果让你来改装这架退役的战斗机，能做到吗？可以改装，不过你们派几十名武警抓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我们军部发现有一家民营企业私自改装了不少东西，而且那些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属于军火了，所以我才拜托警方把人请回来。只是没想到警方那边有些误会，还以为我们是发现了犯罪分子，所以就歼十改装第6代天空像战机，大概需要15到20天的样子，经费1000万。没问题，我这边给你1个月时间，1000万的改装费用，改装需要的材料我这边全部负责。只有一个要求，尽量改装的跟真的一样。什么叫改装的和真的一样？还没等他问，陈一鸣便掏出一张名片递到陆丰手里。有什么需要打这个电话就行。接下来的时间里，陆丰白天上课，晚上就来工厂改装歼十。当改造完成后，陆丰拍了张照发给了陈一鸣。我了个乖乖，要不是知道是模型，我还真以为咱们技术水平又有突破了呢。这是你说的那个农机厂兼职小伙亲手做出来的，完成度这么高，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学生能做出来的吧？除了陆丰之外，这段时间绝对没有第2个人进入过那间仓库。说真的，我也没想到陆丰能做出这个效果。明天就要开始航展了，这架战机可以拉出来参展吗？没问题。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这边的事情暂时就交给你负责了，一会儿我要去接人。什么人还值得你王大部长亲自去接？这次航展有2位主攻航空方向的国士要来参加，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你放心去接人就行。与此同时，2位国士正在专机上。知道为什么要带大家来参加这次航展吗？难道不是为了寻找灵感吗？这次航展所展出的都是龙国拥有很久的战斗机，想要从这些老款战斗机身上汲取灵感，几乎是没什么希望。所以这次带你们来参加航展，其实也是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飞机很快落地，众人一下飞机就见到特地来迎接众人的王立安。首长，车辆已经备好了，随时可以返回军区。将来自科研院的人安置好后，政委宋国明找到王立安，准备的怎么样了？首长放心，绝对没有问题。不瞒您说，我也没想到完成度会这么高，这别说唬人了，给科研院的人拿来做参考，估计都没问题。这宣传图怎么这么熟悉呢？就好像刚刚看过一样。不应该啊，这张宣传图绝对没有泄露出去过，怎么会见过呢？在今天之前，这张图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按理来说也不应该传出去。如果真的传出去了，那就说明有人无意中泄露了信息，在军方这种事情的可是十分严重的，所以2人的反应才会这么大。或许是我太累，看错了吧？这架战机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厂？今天就可以。军区的人已经去工厂拉飞机了，明天航展就要开始了，记得妥善安排，千万不要出问题。宋国明交代完后便回来休息了。忙碌了一天的他却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刚刚看到的宣传图，此刻依旧在他脑海里盘旋。奇怪，刚刚看到的宣传图怎么跟我在2位国士手中看到的很像？可第6代战机的研发是绝对机密的，不可能泄露的，但为什么却和宣传图上的那么相似呢？算了，明天航展就要开始了，到时候再说吧。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一夜没睡好的宋国明再次找到了王部长。王部长，再让我看看之前准备的宣传图。王部长没有多说，直接拿出手机找到那张宣传图。这绝对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渲染图一模一样。这张宣传图是从哪里搞到的？这张图片是一鸣给我的。按照计划，我们对一架退役歼十进行改装，从而达到混淆视听，掩盖我们真正研发战机的目的。所以一鸣找到了一个改装的天才，这张图片就是对方发过来的。改装的天才，所以说对方不是我们部队的人。一鸣可能摊上大事了。
他随手拍张照片，却被军队武装包围。赶紧交代错误，要不然谁也保不住你。我问你，这张图片你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亲手拍的呀。6代战斗机都还没造出来，我们研究院手里的还只是渲染图，你哪来的实拍图？快把事情交代清楚，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你们说的那个图纸，真的是我找的那个学生发给我的。依照计划，我找来一个学生对歼10进行改装，从而做到掩人耳目的效果。那个学生完成改装后，把原理图纸发了我一份，这就是他发给我的原理图。前面的数据我们研究所已经计算出来了，可后面的技术还未攻克。你把原理图发给我，我马上让人验证数据。院长，数据全部正确。有了这些图纸，我们绝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6代机研发出来。等到半年后的国际联合军演上，我们的6代机必然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那我是不是没事了？直到现在，陈一鸣都没有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找了个大学生来负责战机改造，然后拍了张宣传图，接着就被众人拉到这里，说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要知道，泄露国家机密可是重罪，到时候别说他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少将身份，估计都得坐大牢。所以陈一鸣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的。你说这份图纸是你找到的一个改装天才给你的？我找的那个改装天才其实就是一个西南科技大学的学生，而我也只是让他做了一个模型，除此之外没有过多交流，更别说泄露国家机密了。学生还是西南科大的？李德又皱起眉头，对方不仅改造了战斗机，还完成了图纸，最主要的是攻克了困扰他们多年的技术难题。别说是西南科技大学了，就算是在牛逼的学校，他也不觉得里面有人能做出来。他顿时就意识到，陈一鸣口中的这个学生绝对不简单。两位国士如果有疑虑，我可以带两位去见一下那个学生，距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不行，让两位国士面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谁能承担这个后果？对方解决了6代战机技术难题，还把这份图纸送到了军方的手里，这起码说明对方对龙国的态度是友好的。我想问对方一些问题，从他身上学一些东西。此时门口进来一个航展工作人员，宋政委，航展已经开始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展示未来战机模型展览？宋国明下意识点头，虽然这份图纸疑点重重，但那毕竟也只是个模型，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走，我们去看看这个解决了诸多难点的天才究竟改造出一架怎样的战斗机。此时航展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这就是未来战机模型，这也太逼真了吧！你们快看这模型的材料，竟然用的是真正的航天金属，这完全不像是模型的样子了。这真的只是模型吗？我怎么感觉这次航展的主办方借着展示模型的理由，再给我们看航天科研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呢？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学生改造的战斗机？是啊，那家伙很负责，不仅一个人完成了全部工作，而且细节部分做的也相当到位，比如金属拼接的地方被他做的相当平整，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还会以为是一整块铁板压铸出来的。对方既然能够拿出完整的图纸，就有可能按照图纸制作出真正的第6代战斗机。他还给我发了说明书。垂直起飞，全息隐身，雷达隐身，动力组还采用了核裂变反应堆。前面那些科技还能说得过去，后面什么核裂变之类的，我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见过了。李德佑和赵康平两位博士松了口气，这所谓的功能完全可以当做科幻读物来看的。这样一来，两人也就不用担心机密泄露之类的事情。既然这架战机是科研院研究的，两位国士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战机？挑一点不会泄密的东西透露一下呗，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看着期待的众人，已经不担心机密泄露的李德佑二人，此刻也是来了闲情雅致。当然可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幻想一下未来战机。这可是国士大佬讲课啊，大家抓紧机会。这种机会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多少，已经准备好做笔记了。大家知不知道垂直起飞是如何实现的？它和我们现在战斗机常用的起飞模式又有什么不同？李德又说了一大堆后，觉得光是讲解没啥意思，于是便让陈一鸣去驾驶舱拍照片，给观众展示内部情况。陈一鸣刚坐上驾驶舱，耳边就传来一道声音：检测到驾驶员就位，第6代天空象正在做起飞准备，系统正在自检。这他妈不是模型吗？怎么开始自检了？系统侦测到附近有生命波动，自动切换为垂直起飞模式。战斗机正在准备起飞，请周围人员尽快远离。声音瞬间传遍整个会场，在场所有人都懵了。这他妈不是模型吗？这也太逼真了，竟然还自带提示音系统。李德佑两位博士看着驾驶舱内的动静，此刻陈一鸣都脸色苍白，两人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自己眼前的这架战机很有可能不是模型。快让所有人立即撤离，这是真飞机。军队发现不明飞行物，刚发射导弹，却发现是误会。危机解除了，警报的原因是宋政委在进行新战机秘密试飞，忘记告知我们而闹的乌龙，可以解除战备状态了。航空系统已经自动发射了拦截导弹，你跟我说这是秘密飞行测试？接上级展览会的模型飞机自动起飞，吓得两位博士连忙封锁会场，并且想办法取得了与驾驶员的联系。一鸣，我这边刚刚收到来自战机的数据反馈，这边显示战机目标升空高度高达18000米，而预测升高到这个高度只需要30秒。这个数据和你那边显示的有出入吗？没有问题，战机的显示屏上也是这样预测的。这个数据太夸张，哪怕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巅峰速度也没有这么快。
当前战机高度为1028米、1320米、1675米，几乎每1秒战机的高度都会攀升到下一个档次，并且速度越来越快。李老，战机攀升速度快，这不是好事吗？在他看来，垂直起飞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减少战斗机的准备时间，速度越快，节省的时间也就越多，这正是大家追求的效果。可他们怎么一副见了鬼的模样？速度快肯定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30秒到达18000米的速度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战机垂直起飞的速度已经超过了2马赫，这个速度已经是超过了歼20的最高巡航速度。垂直起飞的速度和巡航不同，它对引擎所能提供的推动力要求极高，起码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引擎也做不到这种地步。咱们龙国什么时候这么强大了？高度已经突破3000米，核裂变反应动力模组开始加大功率，动力模组准备中。我听到了什么？核裂变动力模组，你还真的有啊？不可能，核裂变可是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实里？还被时装到了一架飞机上。准备完成，核裂变动力模组正在提速。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战机引擎的喷口再次扩大，而2位博士看到战机已经突破了音速，并且还在持续上涨，2个人都直接蒙圈了。说好的空气动力学呢？你这东西完全不合理呀！怎么回事？怎么速度越来越快了？这真的是一架战斗机该有的速度吗？这还是垂直起飞，还有这恐怖的引擎，里面到底用的什么技术啊？我感觉这个引擎别说是飞机了，多装几个连火箭都能推动，这样的设备装在一个飞机上，真的好吗？陈一鸣的疑问通过设备传到众人耳朵里，所有人都沉默了。作为龙国在航天领域最顶尖的一批人，2位博士不禁陷入自我怀疑，他们感觉自己所学的知识好像已经被彻底推翻了。一鸣，请问你那边状况如何？报告，我感觉一切正常。现在需要你控制战斗机飞到军区降落，这可以做到吗？可以的，定位最近军区，启动低速巡航。低速巡航已启动，感受着强大的推背感，陈一鸣嘴角抽了抽，看向屏幕，只见上面正显示着3马赫速度。你特么管这叫低速巡航？说好的低速巡航，你给我整个3马赫，那要是高速巡航，是不是直接让我变成光了？一鸣，你怎么回事？让你慢点开，你开到3马赫，赶紧给我降速。李老，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开了低速巡航，莫名其妙就超过3马赫了。这速度是低速巡航，也就是说现在的6代机还处在低速巡航的状态中。彼得又整个人都蒙圈了，3马赫的速度放在寻常战机上就已经是高速巡航了。而在这个6代战机身上却还是低速，更别提上面还有高速，甚至是极速巡航。如果开到极速的话，该有多快？这个战斗机的引擎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拆解一下。此时，战机以极快的速度朝最近的南部战区飞去，而战区的雷达已经发现战机了。部长，雷达检测到正有东西朝着这边快速接近，而且速度已经超过了5马赫，并且很快就会到达我们这里。是否可以确定不明飞行物的信息？已经锁定目标，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情况。会不会是其他国家闯入龙国境内的探测器？很有可能，毕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是装有大马力、轻量化的探测器，的确有可能实现这个速度。这群人真是反了天了，居然敢擅闯我们的领空。对方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马赫，能做到这个速度的不太可能是探测器，很有可能是导弹。立即拉响警报！顿时，整个雷达部门充满着警报声。身为龙国南部战区功能最全、拥有最多设备的雷达部门，他们的职能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倘若发生战争，这座雷达部将会包围龙国的整个南部，在第一时间检测到敌军的入侵，并且采取反制行动。现在战争没爆发，怎么就会有不明飞行物朝着这边飞过来呢？难道是我们兔子自己的导弹？想到这里，七尾立马给导弹部门打电话：你们是不是在进行导弹实验？没有通知雷达部门，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啊，我们没有发射导弹。七尾眉头皱起，如果是导弹部门发射的，那还好说，毕竟自己人不炸自己人，但无法确定不明飞行物信息的话，就麻烦了。启动1级防空警报。此时，航展中心的防空警报同样响起，并且这里的警报更为强烈。原本还在观测战斗机数据，众人一脸诧异。报告政委，1级紧急情况，南部军区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疑似导弹袭击，我们已采取疏散民众的措施，请政委下达接下来的指示。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导弹的？把具体情况和我说一遍。我们雷达部刚刚检测到一个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并且朝着军区快速飞来的不明物体，原本以为是探测器，但转眼它的速度就提升到了10马赫，所以我部判断这一定是一枚导弹。老齐，你搞错了，你们检测到的不明飞行物并不是什么导弹，是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这只是一次飞行测试，忘记通知你们了而已。齐伟有些愣神，但凡换成其他部门，不管对方是谁，闹出这么大乌龙，肯定是要骂回去的。但看着屏幕上急速飞行的战斗机，齐伟心中只有激动。我们龙国在航空领域终于站起来了。齐伟确认危机解除后，便直接给导弹部打电话。危机解除了，宋政委在进行新战机秘密试飞。你他妈怎么不早说？我导弹都发射出去了。平时演习不见你这么迅速，一遇到事你特么是真出手啊！你赶紧想办法把导弹停了。这是导弹，而且是防空系统自动发射的导弹，已经发射出去了，我怎么停？我告诉你，这次发射的还是防空系统里面最强的 C9 导弹。这种导弹具体参数你也知道，一经发射不可撤回，连弹道都不可能更改，更别说停下来了。
我驾驶刚研究的第6代战斗机，却被自家导弹追了一路，并且还是威力最强的。不好了，政委，刚刚我把消息传到导弹部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射导弹去拦截飞机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试飞战斗机吗？他们是发射完导弹之后才知道的。混蛋，那不仅仅是新式战斗机，上面还有我们的飞行员。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比如说更改弹道、提前引爆，或者让它失效也行。实在不行，就再发射一个，把给导弹先炸了。政委，您说的这些我都提过，但没用，因为导弹部那边发射的是 C9 不能更改航道，也不能撤回，更别说用导弹提前将其引爆了，因为 C9 的极限速度是20马赫啊。宋国明心都凉了，原本他以为发射的只是一个普通导弹，因为普通导弹的航行速度一般都在10马赫左右，而此时战斗机的速度也达到了10马赫，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两者还保持着数百公里的距离，只要驾驶战机往反方向飞行，那就有可能在被导弹追上之前耗尽导弹的燃料，可发射的居然是威力最强的赤盾 C9。如果现在派出战机拦截导弹的话，成功率有多大？我们现在战斗机采取的还是传统起降模式，光是起飞就需要浪费很久时间，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赤盾导弹的速度，都是这些普通战机望尘莫及的，连跟都跟不上，就更别说拦截了。若朝着其他拥有导弹发射基地的地方飞去，然后通知另一个导弹基地，在战斗机飞过去的同时，提前发射导弹拦截赤盾 C9。虽然这样做的危险性很高，对默契程度有很大要求，但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宋国明将事情以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了陈一鸣。当陈一鸣知道消息后，人都傻了。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不仅稀里糊涂开上了这个飞机，现在还被自家导弹追着，这运气也太烂了吧！丁检测到战斗机被导弹列为目标，导弹速度10马赫，距离战机500公里。该导弹的威胁程度为1，战机开始加速。战斗机接着进入了极速模式，速度在短时间内提升到了30马赫。已经30马赫了，这速度已经快赶上火箭了吧？嘿嘿，本来以为这个赤盾很厉害的，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样嘛。刚才是谁被赤盾导弹吓到说不完整话的？现在战斗机速度起来了，你也装起来了。此刻大家脸上都涌现了笑意，原本以为6代机这次必死无疑，但没想到居然就这么保存下来了。陈一鸣开始减速。政委，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没有在和你开玩笑。此刻赤盾导弹正在城市的上空，根据这枚导弹的运行程序，只要跟丢目标就会启动自毁模式，而此刻导弹正在城市上空，如果自毁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明白，政委，我马上降低到20马赫。难道我们只能看着战斗机被击毁吗？事情还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陈一鸣的位置距离海域还有几百公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导弹带到海洋上空炸毁。陈一鸣调转方向，朝着最近的海域飞去，而宋国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乌龙，紧急拨通了海军基地的电话。我们正有一架战斗机朝着你们那边飞行，你们留意一下。这算是什么大事吗？登记一下不就好了，还值得打个电话？战斗机的后面还跟着一枚 C9 导弹，它现在被导弹锁定，需要在海上引爆。你们尽快采取措施，将损失降到最小。报告首长，我们的雷达扫描到一架战斗机正在朝着这边飞速行进，并且在这架战斗机后面还跟着一枚导弹。还真有导弹啊！话说20马赫究竟是什么鬼？现在的战斗机已经发展到这种水平了吗？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要泄露，这属于我们龙国的最高机密。通知海域上空所有巡逻机注意避让，现在正有一架战斗机朝着我们这边飞来，一定要远离。这架战斗机的后面还跟着一枚导弹。此时陈一鸣将战斗机再次进入极速模式，直接甩掉了和他保持距离的导弹。这威力如果被炸得正着，别说战斗机了，就算是航母都得被打成残废。危机解除了，辛苦几位。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要不是这架战斗机的性能夸张，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哈哈，真没想到在航天这件事上，也有我们这两个老东西插不上手的时候。不过远超赤盾导弹的极限速度，我已经开始好奇这架战斗机的引擎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了。一鸣，现在危机解除，你可以返回南方战区了。我已经通知了那边，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你安稳开过去就好。1个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众人也赶到了这里。一鸣，之前你联系负责这架战斗机改装的是什么人？是一个在农机厂兼职打工的。打工？是啊，我们这边查到了他对农具改装，并且出售到境外战场的记录，所以觉得他在改装上有一定能力，特地聘请他对歼十进行了改装。这能看出歼十的影子，这哪里是改造，完全是制作了一架新的战斗机。你给我说说细节。他找我要了1000万改装费。谁问你这个了？我让你说的是身份细节。他是西南科技大学的大2学生，听说学习成绩不错。把农机改装成军火售卖到境外，还能对歼十进行改装，甚至改装成了我们一直没有研究出来的6代机，你管这叫学生？世界合金最高强度才700，而我刚研究的战斗机却达到了5000，就连速度也甩导弹几条街。从之前的表现来看，这架战斗机所使用的金属比航母还要强得多。
一家航母用的钢材强度能到5000，这个强度该不会是外星科技吧？毕竟在众人的认知里，蓝星上是绝对不可能存在强度这么高的金属的。接上级战斗机降落后，李德又便给601研究所打电话。接到消息的林泽甫连忙带人赶过来，然后便开始对战斗机测量数据。这是在测什么？测试这架战斗机所用金属的屈服极限。屈服极限，屈服强度就是材料开始有不可恢复的变形时的强度。比如这里有一节钢管，当这个钢管开始发生不可挽回的形变的时候，就说明已经达到了它的屈服强度极限。简单来说，就是表征材料抗变形的能力。这个金属的强度太高了，但强度并不是全部，韧性也是相当重要的。在理想状态下，相同的两种数字才是更完美。任何一项过高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14，这怎么可能？蓝星现在的合金最强的也才12，这战机一开始就测出了14。老李，你说这个战斗机所用钢材的屈服强度极限能达到多少？李德又摇了摇头，眼前这个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认知，屈服极限能达到多少，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这离谱的金属材料究竟是用什么手段制作出来的。如果能够拿到工艺方法制作出来的话，我们龙国这边的战机、坦克甚至是航母都将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测试仪器不断运转，液晶屏上的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坏了，这么容易坏的吗？这可是我们科研院刚刚购入的呀，总共才用了不到几次，怎么这么快就报废了？难道这仪器的极限就能测试到50？林老，我们的仪器并不是因为强度不够，而是我们的管理权限被夺走了，就连底层代码都被修改了，现在仪器已经报废了，返修的成本不低于重新制作一个。这可是刚买的仪器呀，不带这么玩的呀！老李，这架战斗机究竟是从哪来的？是一个大学生自主改装的，我们准备去拜访一下这台战斗机的制作者小陈，你联系一下对方，要不要给这台拖拉机装上履带和炮管啊？是战机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把地址给我上门维修。没有，战斗机没出问题，而且改装效果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有人对你改装的战机十分感兴趣，所以想要见见你。你看你这边方便吗？明天过来吧，就来农机厂这边。等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人就到了农机厂。陆峰同学，制作这架战斗机你用了多长时间？如果算上筹备材料等各种繁琐工作的话，大概花了不到1个月吧。大半个月改装出一架6代机，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制作6代机在没有流水线的情况下，大部分零件都得现场开模、现场制作，制作好了之后还要比对校正，整个流程是极其繁琐。李老，其实陆峰所用的时间是要远远小于他所说的时间。陆峰不仅每天到工厂对歼10进行改装，就连学校那边的课程也没有落下。我派人问过陆峰那段时间的课程是满勤。上课还满勤，改装战机不是提供了1000万的费用，半个月赚1000万，还每天都去上课，这得多爱学习啊！过了半天，众人才反应过来，最后在陆峰的带领下来到工厂内部。他们刚进来就发现了写字板上写着歼10改造6代机方案，下面还贴着一张张精密的图纸。陆峰同学，我想见一见你团队的成员。你已经见到了，我的团队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有一些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接着李德又问了陆峰很多问题，而陈一鸣像是听天书一样。政委，他说的都是什么东西？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些问题你上学学过？问题都很简单，花不了多长时间，从这些就完全可以引申出6代机上常见的一些难题。陆峰说着，拿起马克笔便开始书写起来，写的是制作6代机难题的解决办法。科研院无数研究人员计算了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此刻却在陆峰的笔下被完整解答了出来。写完公式之后，陆峰继续讲解起来。在场没有课桌椅，只有认真听课的3位博士，他们遇到不会就举手提问。等到整套公式讲解结束，陆峰都记不清这3位中途举过多少次手。原本计划半小时讲完的东西，硬生生拖到了2个小时。可即便如此，等到陆峰讲完，3位博士却依旧是一脸懵逼。此刻3位博士终于理解了当年上学时教室末尾那群学渣的感觉。必须要把陆峰拉到我们研究院来，这个年轻人对于航天事业的理解已经超过我们所有人，只要把他拉进我们研究院，我们研究院的水平就能再提高几个档次。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想要把他拉进研究所得开出什么条件呢？一大笔钱嘛，各国对人才的引进培养都是相当重视的。如果陆峰这番事迹说出去，哪个国家会舍不得这1万年薪？要不我提前退休？虽然我这个航天院院长可能工资并不是很高，但带来的名誉可不是一般的大，可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两人很快就确定了心思，起码现在这个人条件是他们2个人能拿出来最好的。可就在李德佑准备开口的时候，一旁的林泽甫忽然出声了：“那个房间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房间里是一套核裂变反应堆组，6代机引擎用的就是这个。为了避免其出现故障，所以我就备用了一份。啥玩意？核裂变反应堆组？该不会是航展上6代机功能说明里提到的东西？这真的存在吗？李德佑整个人都懵住了。之前看到那份说明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在看科幻小说，没想到这东西竟然真的被研发出来，而且还用在了战斗机上。感情昨天看到的是一架核能歼击机，怪不得这个战斗机的速度能这么快，而且能源就好像用不尽。一个核裂变反应堆不应该是很大的吗？这东西是怎么装到战斗机上的？我制作的核裂变反应堆组没有很大，大概只有5立方米左右。多少？5立方米？
专家研究几十年的1+1问题，却被我仅用半个月破解，而我研究的战斗机速度更是达到了30马赫。当专家知道后，连夜卖站票找到了我。陆枫，你这样的人才不该被埋没。我现在代表601研究所向你发出邀请，待遇方面绝对是按照最高规格来。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保证可以全部满足你。老东西，你什么意思？我带你来见陆枫不感激也就算了，居然还想抢我们的人。这架战斗机在我们战区，陆枫也是我们战区的人，凭什么轮到你？我也是西南科大毕业的，说到底我和小陆同志还是同门师兄弟呢。小陆，你看这2个人情绪不稳定，又能研究出个什么来？不如来我们研究所，我这边所有人情绪都很稳定，在科研方面也是超过他们的研究院。之前的监视原型机也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小陆，你如果加入我们研究院的话，我这个院长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所有人震撼地看着李德佑，多少人为了科研院院长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没想到为了这个年轻人，李德佑竟然愿意让出院长的位置。好家伙，没想到我随便找了一个大学生，竟然要成为航天科研院的院长了。就你们研究院的进度，只会拖累小陆的脚步。来我们研究院，我可以把所有资源都划分给你。和小陆比起来，你们能比我们好多少？2个德高望重的博士此刻已经吵急眼了，甚至有大打出手的样子。 3位别这么激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说什么说？我今天非得给这2个老东西点教训。嘿，你还想1打2，反了你了。谢谢您的好意。林泽甫如遭雷击，而李德佑和赵康平却激动了起来。小陆同志，明确的选择，我这就联系科研院的人，准备帮你入职。也谢谢您的好意。我现在还在上学，所以暂时还没有参加工作的打算。来我们研究院，你就是院长，这你还上什么学？以你现在的知识，有什么老师能教你？加入我们没人可以约束你，你继续上学也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挂职。我这里能联系西南科大，让你直接毕业。此刻3位博士还在源源不断的抛出各种条件，面对这些十分诱人的条件，陆枫却依旧摇头。小陆同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这家工厂我们军方可以送给你，要求就只是你来挂名一下我的军工部，只是挂名，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而且在这之后可以正常生活放学，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尽快联系我们。那就按你说的来吧。3位博士此刻有些蒙圈，他们争夺了半天的人才，竟然被军区的人给截胡了。干得漂亮！宋国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然后假装生气地批评了他2句，转身又去安抚3位博士。3位博士放心，陆枫同志在我们军方和在研究院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龙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了。而且我们这边离着国防科大距离近，小陆同志上下学也方便。既然已经和军方达成协定，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小陆同志，你可不可以将你制作出来的6代机暂时借给我们研究院？老林，你就是来砸场子的是吧？人你要和我们抢，战机你也要抢。小陆同志，刚才这个老东西开的条件，我们出双倍。另外，战斗机我们也只是借用，到时候会完好无损的还给你。除此之外，我们航天院院长的位置一直为你保留，只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上任。现在这架6代机并不是我的，我只是负责改装，实际归属还是军方的。不过你们都想要的话，我倒是可以再造一架出来。那可是核动力引擎的6代机，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好像随随便便就能造出一架。我不能白白为你们造一架6代机。首先，我这里肯定是需要一些人来帮忙打下手。第二个就是必须给足经费。小陆同志，你放心，所有经费，甚至包括这期间产生的连环费用，我们航天研究院全部承担。作为航天研究院的院长，只要理由充足，申请一大笔经费还是可以的。不用你们全部承担，我们601研究所承担其中的1半。还有一点，在这些研发经费里，我要抽2成作为我的劳务费。没问题，如果后续还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向我提。那我先走了，今天还有课。陆枫提起水桶一样的大水瓶，快步走了出去，看着对方逐渐远离的身影。宋国明等人都有些精神恍惚，很难想象刚刚被3位博士、2大顶尖研究院争抢的人，竟然还是个大学生，真是英雄出少年呢。3位博士回基地后，开始讨论经费问题。一架5代战机所需要的费用都要花费7亿左右，而6代战机的各项性能提升的实在是太多了，保守估计6代机的制作费用也在数十亿往上。按照陆枫的要求抽取2成，那最起码也要好几亿，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好几亿又怎么了？给你100亿，你能造出来吗？不管多少钱，一定要凑出来。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能够接触到6代机制作的机会，几十亿缩短数年研究历程，这笔账还是很值的。这么一算账，原本有些苦恼的李德佑瞬间明白过来，这笔账的确很值，就算上百亿砸锅卖铁也得凑出来。这时，王立安走了进来。李老，清单我已经核算好了，总共花费在2000万左右。2000万？没错，就是2000万。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算错了，然后我又核算了好几遍，甚至问了陈一鸣，确定所有材料总共花费2000万。李德佑接过清单，仔细看了一遍，还真是2000万。陆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是我们低估了陆枫的能力，而且是大大低估了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个领域，真正值钱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技术。想当初，咱们龙国为了跟上时代大步伐，许多工业机器都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一旦机器出现什么问题，所有人就只能干瞪着眼睛等外国人来修。人家外国人过来随便摆弄2下机器，画一张图就敢开价10万，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听着李德佑的话，一旁的赵康平和林泽甫也是苦笑着点了点头。他们都已经耄耋之年，同样经历过那番岁月。没想到陆枫的技术竟
竟然这么强，每一个零件的最低造价都非常便宜，从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直接压缩到了2000万，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夸张了。这都不用申请资金了，光是上个项目剩下的余款都够。之前说好让我们付一半的，其中1000多万由我们来。林泽甫说完后，急忙给空军总部打去了电话。老林，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6代机那边又遇到什么难题了？不是，6代机已经制作出来的。林泽甫将事情详细的讲述了一遍。你确定你没有说错？这架战斗机真的是被一个民间天才制作出来的？没错，我确定，那绝对是一台6代机，而且是一台功能远超我们设想的6代机。最重要的是，整架战斗机的造价还不到3000万。听着林泽甫的话，刘伯良感觉自己的认知在被狠狠碾碎。功能远超设想的6代机，那得有多强？现在的民间科学家都这么猛吗？这是真的，我们人就在南方战区，战机也在这里。南方战区距离我大概是1300公里。按照你说，战机的速度是30马赫，如果那架战机可以在20分钟内赶到这里的话，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刚研发的战斗机速度达到30马力，可总司令却一脸不信，甚至以为我研究入魔了。当他看到第6代战机后，直接震惊了。1000多公里，仅仅3分钟就到了，哈哈哈！30马赫的速度果然厉害。有了这架战斗机，鹰将和樱花国就是个笑话。未来的联合军演，我龙国必能拔得头筹。刘伯良说完，连忙拨通了林泽甫的电话。没想到这台战斗机真的被你们给造出来了，这次我们空军的实力肯定大大加强，这都多亏了你们研究所呀！你误会了，这架战斗机并不是我们601研究所造出来的，这架战斗机的发明者是一个民间科学家，制作过程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完全是对方从一架歼十直接改过来的。那个民间天才在哪里？快告诉我具体位置，我一定要见见他。我现在和他在南方战区。好，我现在就赶过去。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驾驶6代机，首长还有什么指示？你把战斗机开回去，我现在也要赶去你们那边的工厂去见见那个民间天才。2个小时后，刘司令赶到了南方战区。小同志，感谢你啊！为了这个6代机，不光是研究院，连我们空军总部也是费尽了心血。我这次来就是代表空军想要与你深度合作。如果你真的可以再造一架6代机出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从你这里订购6代机。当然可以，我是代表空军总部向你订购，所以这个数额可能会有点大，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量产？只要有钱，量产不是问题。你放心，钱的问题一定满足。那我这边就先订购200架。当然可以。谈好合作后，刘国梁就找到了陆军总司令。老刘，你是说一名大学生仅仅用了2000万的预算，就把歼十改造成了一架真正的6代机，而且这个6代机极限速度能达到30马赫。我虽然不懂你们空军的那些东西，但你这么光，我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哼，现在6代机就停在军工厂那边，你要是不信，就跟我来看看。看就看。2名司令很快就来到战机位置。这真是6代机？我怎么可能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这架战斗机的速度我可是亲眼见过的，1000多公里只需要2分钟左右。有了这架战斗机，半年之后的联合军演，我们空军肯定能大杀四方。樱花国他们所谓的战斗机，在6代机面前，充其量就是个玩具。以前我们龙国的战斗机比不上鹰将和樱花国，一直被他们压了一头，现在终于可以翻身了。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司令，国际军事会议半个小时后就开始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半个小时后，万志毅卡着最后1秒进入联合会议。哼，没想到龙国的人竟然会如此不守时，为什么要用超时的方式来浪费大家的时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吗？我并没有超时，也没有耽误大家的时间。虽然我是卡着最后几秒加入的会议，但并没有迟到。如果说你们的时间很珍贵，那你们完全可以像我一样卡着时间进入会议。如果你的时间真的很珍贵，那你完全可以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没有你的存在，我们的会议会比想象中的还要顺畅。该死的龙国，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我们鹰将可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万志毅与鹰将大战300回合后，会议才步入正轨。鹰将作为近几次联合军演的第1名，我认为在这次地点选择的流程上，我们鹰将应该享有绝大部分的权利。鹰将真的是一直都是第1吗？我怎么记得在上一届联合军演上，鹰将的战斗机可是在好多方面都不如我们啊！你们的第1是怎么来的？做梦做出来的吗？我没必要在这里和你斗嘴皮子。半年后的联合军演上，我们鹰将会让你们龙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对了，我们鹰将最近研究的战斗机性能再次实现了突破，听说龙国也在研究新型战斗机，情况如何？需不需要我们鹰将传授一点经验给你们？性能突破有垂直起降功能吗？有核裂变反应堆组引擎吗？极限速度能达到30马赫吗？漂亮小丑，半年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会议结束后，鹰将总统收到了来自空军总部的消息。没想到在这种紧要关头，战斗机的性能还能再次提升。上帝保佑，我们鹰将这次绝对可以毫无争议的拿下联合军演。龙国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龙国那边的网络上最近流传出了他们要发出了6代战机。不必理会，如果是真的，怎么可能会让这些照片流传在网络
说上，这些不过是他们的虚张声势罢了。团练下去，这段时间紧急生产最强性能的战斗机。半年后，我们一定要在联合军演上将兔子打得落花流水。与此同时，新闻大楼里，没想到这个6代机竟然是你们军方先做出来的，不得了啊！放心，航展机密泄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鹰将应该没有发现什么。解决了。宋国明在社交平台上搜了一下，出现大量关于6代机的词条，全是吹得越来越邪乎的评论。你管这叫解决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当你知道这架6代机的真实性能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肯定是不相信啊！你不相信，那就意味着同样有很多人也不会相信。我们要是删除各种消息的话，对方反而会起疑。所以我在处理这些消息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掩盖，而是任其生长。再找技术员在这些视频底下大肆鼓吹6代机的各项参数，30马赫吹成60马赫，到时候就算消息是真的，也没人会相信。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你们战狐局果然能力很强，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这次动静闹得太大，几乎一个城的人都听到了风声，再有一次消息就真的很难兜住了。老宋，这架6代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这些数据也太夸张，都能媲美火箭了。这是最高机密，我不能告诉你。普通战斗机都是助力起飞，而我刚研究的却是直接原地起飞，甚至30秒就达到了1万多米的高度。报告，战斗机已经到达指定高度，共花费时间30秒。这个效果和之前的6代机完全一样。自从上级和空军司令合作后，6代战机就投入了流水线生产，而现在就是测试第一架成品，表现完美，继续下一项测试。紧接着，陈一鸣开启了最快的极速巡航，速度直接达到30马赫，巡航速度表现依旧完美。接下来测试一下隐身效果。一鸣，你先开启雷达隐身功能，等我让你关的时候，你再关。雷达部门准备好了吗？现在对天空大范围扫查，功率给我开到最大。电话那头短暂沉默过后，声音再次传来：林老，雷达功率已经开到最大，未能发现任何不明飞行物。太好了，这些天的努力我们一点没有白费。没想到这个流水线的能力这么强，不仅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能生产出一台6代机，并且质量还这么高，这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的流水生产线了。有了这条生产线，5个月时间生产200架6代机完全不是问题。好了，老李，让一鸣将战斗机停下来吧，万一让别人看到再传到网上去可就不好了。先别急，隐身效果雷达测试过了，但视觉测试还没有进行，一并测完吧。视觉隐身测试，那不就是光学隐身吗？这架战斗机还有光学隐身的功能。上一架6代机测试动静太大，被许多人看到了，所以为了后面生产出来的6代机能够放心测试，我就在隐身效果里加上了光学隐身的功能。陈长官可以开始光学隐身的效果测试了。开启隐身后，不到1秒钟，战机就完全消失了。真的不见了，小陆同志，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只要在战斗机表层加上一层感光涂料，再加一些回报率高的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检测周围情况，再由战斗机内自带的智能助理对其进行分析处理，最终将表层的涂料调整至最佳状态。6代机的测试到这一步已经结束，陈一鸣以垂直起降的姿态将6代机停回原来的位置。测试效果非常完美，生产线后续几乎没有调试的必要了，这完全可以直接进行量产。小陆同志，坦克改装的事情进展怎么样了？万司令对你的项目十分重视，所以让我过来问问。自从万智一开完国际会议后，便让陆丰在生产战机的同时也把坦克改装一下。已经在改装了，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不过大部分功能已经具备了，想要实测也是完全可以的。可以实测了，那我可以参观吗？没问题，到了明天我们就去测试吧。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陆丰改造过的坦克出现在了眼前，而前面则是一辆越野车。这辆车就是拿来和坦克进行比对的，只要落后越野车的部分不超过70%，就算完美过关。比赛一开始，越野车就落后了坦克一大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甩越远。此时坦克的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100公里，而这个加速过程仅仅用了5秒。要知道，保时捷911 100公里加速才5秒，但不同的是，为了极致的速度，汽车厂商通常会对车身进行轻量化以及空气动力学处理，而这台坦克完全就是一个大铁坨，重量是汽车的几10倍，更没有什么空气动力学可言。可即便是这样，这艘移动堡垒依旧跑出了如此傲人的成绩。怎么搞的？你的车跑哪去了？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完全跟不上啊！陈长官，开启高速模式吧，测试一下速度。开启之后，只见坦克一溜烟飞了出去，刚刚还停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此刻已然变成了200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徐正清瞪大眼睛，他研究了几10年坦克，但此刻仿佛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100公里加速5秒，刚才这辆坦克从100公里的时速飙升到200公里所用的时间似乎也才5、6秒，两段加速所用的时间相差无几，也就是说200公里的时速还远远不是这辆坦克的极限。好了，切换极限速度吧。陈一鸣再次按下一个按钮，坦克的速度再次提升，最终达到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还能叫做坦克吗？实在不行，咱插上俩翅膀当飞机。
减速减速，前方是岩石区域，不用减速，全速撞过去，正好进行装甲测试。所有人都傻眼了，以400公里每小时的坦克撞岩石，所有人都得闭眼2年半。而这个憨憨陈一鸣直接踩死油门，撞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下一秒，坦克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岩石区横冲直撞。当徐正清发现撞击岩石对坦克没事时，整个人都兴奋了。9点钟方向还有一块更大的岩石，速度加满撞过去。7点钟还有一块，给我撞！徐正清不断指挥着陈一鸣驾驶坦克撞击岩石，很快岩石区就被清扫了大半，而坦克竟然一点损伤都没有。万司令，我们已经在对小路同志新改造的坦克进行实测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坦克，我感觉这就是我们部门研究多年、一直在苦苦追寻的终极坦克。万司令，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过来观看一下。万志毅身为陆军总司令，他和坦克部门负责人的徐正清接触很多，这是一个骨子里有骄傲的人，一般的产品绝对不值得他如此在意。现在徐正清整个人都激动不已，足以证明陆风改造的坦克真的很强。快去准备车，我要去坦克测试基地，速度要快。此时李德佑几人还在苦苦支撑，他们感觉刚吃了没多久的早饭，现在已经涌到嗓子眼了。还好周围石头没那么多，否则今天非得让这几个小年轻折磨死。他刚说完，便看到了陆风正在对坦克进行打分，这才只是合格。虽然我不懂坦克，但刚才那么大的动静，也应该是坦克中的顶尖了吧？结果你只写一个合格，这性能还比不上完整品的坦克，所以只能算合格。好了，装甲测试可以结束了，接下来进行下一项测试，翻越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山。翻越大山，你是认真的吗？哪怕是以适应极端环境著称的越野者，平时也就敢爬坡之类的，翻越大山，我连想都不敢想啊！小陆同志，要不就测试到这吧？翻山测试实在是太危险了，山体表面凹凸不平，一个意外就很有可能导致翻车，而且坦克重量大，在颠簸的时候更难以稳住重心。是啊，小陆同志，刚才的2轮测试已经能体现出你这辆坦克的性能了。要说翻山测试的危险还是太大，要不就算了。小徐，你说呢？他看向一旁的徐正清，想让这个坦克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劝阻一下陆风，却发现对方陷入了沉思。我觉得有必要进行翻山测试。我们所面临的战场不仅仅只有平地，山川地貌环境都是不缺少的。而之前坦克唯一被诟病的地方就是太过于沉重不灵活，所以我们部门一直在追求坦克的极致精良化。而小陆同志设计的这辆坦克在灵活方面已经不是问题，现在就看它能不能灵活翻越诸多复杂地形。如果可以的话，这辆坦克时装到陆军部队，绝对可以将我国的军事实力再拉上一个档次。小陆，要不我们还是歇下去吧？老头子，我一大把年纪了，真受不了这些刺激。刚才忘记说了，舒适性方面其实可以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的。坦克内部和车身其实不是紧密相连的，我在其中增加了许多气动装置。开启重力陀螺仪模式之后，驾驶舱可以自动适配颠簸，维持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当中，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形都可以如履平地。你小子有这种好东西，怎么不早点说？他给坦克装上了3D 导航，不仅发射距离达到了80米，就连威力也比刚才发射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炮弹。你管这叫炮弹？谁家炮弹能有这个效果？这他妈是导弹吗？这是我在研究坦克的时候一并研发出来的电磁动能炮弹。这种炮弹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完美适配电磁炮管，在发射的时候速度极快，而且威力堪比小型核弹。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如辐射之类的副作用。堪比小型核弹，而且还没有辐射。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吗？李德又下意识产生怀疑，可回想起刚刚自己看到的那个，又突然觉得自己的怀疑好像有点多余了。好了，大致就是这些东西。之后口径提升威力应该还能再提升一些。小徐，你刚才发给我的真的是坦克实测画面？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但这的确是真的。我的个乖乖，你们是把小型核弹塞到坦克的炮管里了吗？徐正清将刚刚陆风的解释全部转告了万志毅。威力堪比小型核弹，还没有任何辐射。要知道，这种火器在战场上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国际条约规定不能使用核弹。现在各国都在研究如何让导弹的威力更加强大，而龙国却率先做出来了，而且不是导弹，而是坦克上装备的炮弹，这让万志毅十分激动。我已经赶到军工部了，你们就在1号靶场等我，我马上过去。小陆同志，你亲手改装的坦克实在是太好了。小徐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就是被那些视频吸引过来的。这辆坦克就是用59式坦克改装成的。坦克外表我用之前的新型合金做了加厚，强度还可以，内部也添加了一些新型科技，主要是让驾驶员更方便操作，以及增加了操作的舒适性。再其次就是这门重炮了。这个我知道，电磁动力炮弹，威力堪比小型核弹，然后还没有辐射。听到对方这么熟悉，陆风也就没有再多解释。小陆同志，这个坦克的体型是你专门设计的吗？这么大的坦克，灵活性和隐蔽性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啊？王部长可以放心，这辆坦克的灵活性是我见过所有坦克里面最好的。我根本没有考虑过隐蔽的事情。装甲采用的是我研制的新型合金，并且装甲的厚度十分出众，就算是导弹也别想撼动我的坦克分毫。能够硬抗导弹的装甲，外加上这门足足有560毫米的电磁炮，我相信它在战场上的作用绝对要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
真的有这么厉害？陆峰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已经对装甲和火力进行了全方面的测试。这辆坦克在400公里的时速下硬撞10几块巨大的岩石，都没能让它的速度减缓分毫，而且火力方面更为夸张，直接达到了80公里的射程。就刚才那一炮，我们就是在80公里外发射的，精准命中。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虽然我参加了这辆坦克的实测，但具体改装过程我并没有参与。3位博士好像一直在帮陆峰同志打下手，我们负责的也只有拆解部分，到了真正改装的环节，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啊！光是陆峰的计划书，我们看都看不懂，哪怕列出了详细的图纸和操作讲解，我们也只能大眼瞪小眼。为了不帮倒忙，我们自觉撤出了坦克改装。万志毅从口袋里掏出一柄小刀，对着坦克装甲用力一划，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难不成这辆坦克的装甲真的能够抵挡导弹的轰炸？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数据测出来了，刚才用炮弹打的弹坑直径大约有 1.2 公里，爆炸中心点最深的地方有35米。如果按照爆发范围和威力来计算的话，刚才那一发炮弹的爆炸效果，差不多相当于100万吨 TNT 爆炸的威力。100万吨 TNT 什么概念？光是从高空丢下来就能够砸死一大片人。小陆同志，像这枚炮弹实装的话，这辆坦克的装弹量能够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装弹量多就意味着持久作战能力强。一共有80枚。这辆坦克竟然可以不间断的对敌人造成80次相当于100万吨 TNT 轰炸，那岂不是说我刚才指挥坦克撞岩石的时候，屁股底下其实还装着8000万吨当量的炮弹？但凡发生一点摩擦燃起来，估计大半个军区都得给炸没了。还好小陆改装的坦克质量过硬，不然就真的完了。现在坦克的实测进行的怎么样？我能上去体验一下你刚才所说的功能吗？当然没问题。带着万志毅体验用不了多少时间，只要能让这位陆军司令心动，那后面开展合作的话也会无比顺利。坦克刚启动，短短10几秒的时间，速度直接到达了400公里每小时，竟然真的能够达到这种极速，而且看起来还很轻松的样子，怪不得小陆没考虑这辆坦克的隐蔽性。这速度再搭配一个专业的驾驶员，哪里还用得着隐蔽？接下来进行火力测试吧，就是你们之前说的80公里极限射程，以及相当于100万吨当量的炮弹。丁，已开启导航模式。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导航。在开启导航模式的时候，这辆坦克上的雷达以及诸多传感器会在同一时间运转，将周围环境统统扫描处理，然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导航只能扫描周围10公里范围，如果能连接卫星，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这个功能放在战场上，完全可以提前预料到敌军埋伏的。这哪里还是导航系统，简直就是外挂，还是透视外挂。前面那座山头是无人区，就用这个山头来进行测试吧。已开启超远视距锁定功能。下一秒，一道火光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远处的这个威力已经可以媲美全世界了。有了这辆坦克，联合军演完全不是问题。鹰将就等着被我们狠狠打脸。现在我们测试的是主武器，接下来可以测试一下副武器的火力。现在距离2号靶场8公里，就用中间的靶子来测试吧。你选择的靶子是用来测试坦克主炮的，这个靶子高15米，宽10米，厚度更是足足有12米。整个靶子的内部由钢筋混凝土混合浇筑，能够抗住一般坦克重火炮的打击。用来测试普通机枪的话，完全没有意义。刚好就这个靶子。下一秒，导弹飞射而出，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巨大恐怖的爆炸声音响起，宛如城墙的靶，此刻竟然消失不见了。小陆，这辆坦克的副武器机枪口径是多少？目前是160毫米。你确定这叫机枪口径？这小子绝对有火力不足恐惧症，不然干不出这样的事儿来。不对呀，就算是160毫米的口径，也不该直接把一栋墙给轰没了。子弹和炮弹不同，内部除了激发装置，可是没有任何火药填充呢。而刚刚我们只开了一枪，怎么可能就直接把整个靶子给打没了？这个靶子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不可能，我们的靶子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小陆同志，你的重机枪子弹是不是有什么不同？这个重机枪使用的是电磁动能子弹，我在里面多添加了一层激发装置。当子弹射入敌方体内的时候，这层激发装置才会启动，效果就和炮弹爆炸的效果差不多。好了，继续测试吧。测试的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些靶子可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再测试下去岂不是全都要玩完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锁定全部靶子，火力全开。他给坦克装上了3D 导航，不仅发射距离达到了80米，就连威力也这火力还算合格，接下来还有电磁武器测试。刚才你那些电磁炮弹、电磁子弹之类的难道不算吗？如果不算的话，那什么样子的武器才算是电磁武器？李德佑身为航天院的院长，肯定不是只知道航天技术的，电磁科技领域他也曾经涉猎过。电磁武器就是通过电场和磁场发动攻击的设备，这个设备并不像我们之前见到的火炮那样，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武器的杀伤性。电磁武器的效果一般都是在内部发生的。拿电磁枪来说，它的作用就是在扣动扳机的时会射出一阵电磁波长，从而影响到敌人武器的正常运行，对敌人造成干扰。那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还停留在概念，如今还没有研究出什么像样的电磁武器，基本上都还处于干扰通讯设备阶段，类似于手机和对讲机这些。而且这个东西要求技术很高，造价太高不划算。小陆同志，你这个电磁武器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电磁武器一共有3项功能，第一项功能就是能够实现10公里范围内的电磁系统瘫痪。我所说的瘫痪，并不是让这些电磁系统运行出现故障，而是彻底报废。第二项则是可以让方圆5公里的设备机动性能瘫痪。第3项是这个设备的核心功能，设备可以向电离层释放超大功率电磁流，并且通过超大功率电磁流改变天象，制造闪电风暴，威力足以让2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化为灰烬。小鹿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接下来就要测试这个功能，你们可以拭目以待。不过想要测试这个功能，还需要一点设备。王部长，我需要几辆坦克用来测试这个功能。王立安下意识皱眉，如果是几辆坦克的话，这个成本就有点高了。不对呀，如果陆峰说的这个功能是真的的话，那这一辆坦克的价值就抵得上其他所有坦克了，更别说能实现量产了。嘿嘿，需要什么样子的坦克，我这就准备。找一些退役坦克吧，功能尽量完好的，然后安排到我们2公里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没问题，我立刻去安排。很快，一辆辆坦克按照王立安的指挥，停在了新型坦克的2公里范围内。喂，能听得到吗？收到，这里是徐正清，随时可以开始测试。那就开始吧。收到。下一秒，新型坦克内部的电磁武器开始运转，一道道无声无形的电磁波向外慢慢传播出去，肉眼根本观测不到。部长叫我们开着坦克过来，不是说要配合新型坦克实验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王部长没有说，谁知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呢？安静等着就行了。这是什么情况？坦克出现故障了？你问我，我问谁去？王部长他们就在附近，赶紧出去汇报，别耽误了测试。不好了，王部长，我们的坦克车忽然发生故障，内部电子元器件全都损坏，就连通讯频道都不能用了。我们的也是，还有我们的坦克。听着众士兵的汇报，不光是王立安，在场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原来陆峰说的都是真的。开始测试第2项功能。没一会儿，众人就看到又是一批士兵慌慌张张地下了坦克，朝着这边快速奔跑过来。王部长，我们的坦克动力系统受到损坏。电磁武器竟然真的可以把坦克的动力系统破坏掉，这也太强悍了。嘿嘿，更强悍的还在后面。现在开始测试第3项功能。下一秒，原本齐满1分钟过后，刚刚还停放着许多退役坦克的地方，此刻如人间蒸发了一般，没有任何踪迹。如果用这台坦克在军演上展示闪电风暴，别说鹰将了，就算所有国家的陆军实力加起来，估计都比不过这一辆坦克，只能算是合格。小鹿同志，这个闪电风暴的效果只是合格吗？我感觉已经相当完美了。这辆坦克估计会成为核武器之后又一个要被国际禁止的武器了，怎么会只是合格？可在我看来，这辆坦克的功能的确只够得上及格线，算是能用吧。就好比刚才的闪电风暴，2公里的杀伤半径有什么用？必须得扩大一点。除此之外，主武器以及装甲动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次实测的效果还算不错，不过接下来我还得对这辆坦克进行升级。还要升级？不用不用，就这个性能放到联合军演上，绝对是吊打一众坦克的存在。小陆同志，我现在代表军方想要向你下订单，就订这台坦克，要求你随便说，我一定满足。可以，和6代机的要求一样，这辆坦克的材料需要军方全部供应，而我只负责技术支持。另外，所有坦克的制作经费中，我要抽取2成作为劳务费。没问题，这辆坦克我先定下600辆，至于你的要求一定会满足。合作愉快。到了第2天，陆峰把李德佑和赵康平2位国士叫到了一起。我今天有一个新的研究，你们可以来帮忙打下手吗？小陆同志，打下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见识过6代机以及新型坦克的威力后，他们对于陆峰的邀请自然是求之不得。我打算研究一种新元素，一种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新元素。不是改装坦克吗？怎么又要研究新元素了？小陆同志，虽然我不知道你想要研究新元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目前人类能够接触到的元素已经全都被研究了一遍，想要再研究出一种新元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要研究的元素的功能，我们可以从已知元素中帮你筛选出几个符合的。正是因为没有符合的，所以我才选择研究一个新元素。既然已经没有新元素可以供我们研究了，那不如干脆创造一种新元素出来。创造新元素，这是我能听的吗？这就是我要创造的新元素。2位国士看着这张纸，先是一愣，然后皱起眉头，最后人都傻了。这写的是啥？怎么完全看不懂啊？这是创造新元素的公式，不过想要制造出来，必须要从微观粒子层面出发，所以我需要借用一台粒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机是基于高能同步器上发展过来的一种设备，主要作用是令2束粒子相撞，以产生足够高的相互作用反应率，从这个数据判断粒子组合，最终得到想要的元素。而这样的设备造价相当高，龙国现在也只有1台。小陆同志，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不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突然要研究物理粒子和新元素？这跟你升级坦克有关系吗？之所以制作新元素，完全是因为整个世界现存的元素当中完全找不到适合的，而我接下来要制作的元素可以将我的坦克再次进行升级。你这坦克一炮都把山头抹除了，还有再次提升的必要吗？看来你对这辆坦克的要求真的很严格呀。既然你想升级，那我现在就联系，争取尽快帮你把粒子对撞机申请下来。
老沈，你们研究所的粒子对撞实验还在进行吗？刚做完一次实验，结果不是很理想。那你们的粒子对撞机现在应该是闲置的，正好我们需要借用粒子对撞机来制造一个新元素。彼得又聊了一会后，突然满脸失望。小鹿，他们的粒子对撞机量级太低，不符合你之前所说的要求。那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改装来提升这台粒子对撞机的性能。小鹿，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这一台粒子对撞机可是国家的产物，光是建造就花了10年，一共消耗了360亿。想要进行接下来的实验，这台粒子对撞机就必须改造升级。为了改造粒子对撞机，10万士兵一天25小时都在加班，所有加工机器都在轮轴转，直到1个月后才改造完成。接下来，超能粒子对撞机要进行首轮测试。程序测试通过，指标能量测试通过，运行环境测试通过。在场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但凡有一条没能通过测试，就要拆解整台机器进行检修。全部通过，所有人激动地抱在一起。这1个月太过短暂，也太过漫长。这次测试的数据很不错，没有辜负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数据竟然到达了10万伏特，和原本那台粒子对撞机相比，这个数字几乎翻了几10倍。怪不得小鹿说之前那台粒子对撞机不符合要求，原来需要的是这个量级的机器呀。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可以休息去了。看到这个装置这么成功，我今天估计都睡不着了。哈哈，我倒是困得不行，这1个月的时间里，我休息时间加起来都没多少。谁不是啊？每天一醒就有好多零件要做，在军工部这么多年还没这么忙碌过。做完这个机器，感觉我的人生都圆满了。人一辈子能参与多少个大工程？以后这种事都是可以拿来给后辈当故事讲的。小鹿这段时间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改装的事情不着急，在休息之前，我打算现在就把新粒子搞出来。彼得又瞬间傻眼了。过去的1个月里，整个军区最忙碌的人就是陆枫，一天甚至睡不到5个小时。可现在超能粒子对撞机制成，对方居然没有丝毫松懈，连休息的念头都没有，还要现在就把新粒子搞出来。小鹿，你这也太卷了吧！司令，流水线第1台坦克研究制作好了。按照制作时间来计算的话，流水线全力运转，平均3小时1辆，一天最多能制造出8辆坦克，1个月就是240辆。240辆，这还只是一条流水线的产量。如果建起多条的话，那岂不是直接起飞呀？1个月240辆，现在距离联合军演还有3个多月，也就是最少会有720辆坦克产出，远超过之前签订的600台。就在他考虑是不是要提高订单量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陆枫并没有在现场。小鹿同志呢？小鹿同志还在实验室，好像在做什么研究。之前小鹿同志说要用新元素对坦克进行升级，他现在在忙的估计就是升级的事情了。升级？电磁坦克都这么牛了，居然还有升级空间。走，我们去看看。小鹿，你不是对这辆坦克进行升级了吗？可和流水线刚刚生产出来的电磁坦克似乎没什么两样，只是增加了一种模式，所以从外表来看没什么变化。万志毅皱起眉头，之前陆枫改装粒子对撞机、制作新元素的事情他也听说了，甚至改装申请这么快通过，其中也有他在推波助澜。原本以为陆枫肯定是要搞大事情，但现在却是只增加了一种模式。万志毅顿时有些不爽，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财力，结果就只获得了这么一点提升，不应该啊！万志毅没有将教训的话说出来，毕竟龙国的陆军想要在联合军演上拿到好成绩，还要靠眼前这个年轻人。而徐正清则是没想那么多，把流水线生产的情况告诉了陆枫。每天能生产8辆，虽然有点低，不过还算是可以的。在我的计算中，这条流水线的日产量应该在10辆坦克，不过8辆也不错，达到订单要求了，甚至还能提前完成订单。这可是和军方的订单呢，还是军火订单？这家伙竟然真的把这当成生意来做。一般人得到这种机会，不都是想着能够加入官方组织，然后端起几辈子都不愁的铁饭碗吗？徐大哥，接下来有件事需要你帮忙。这辆坦克刚制作好，帮我测试一下新功能吗？没问题，我最喜欢干这事。来到测试场地后，众人以为接下来会是一番常规测试时，却发现坦克变成了机甲。小鹿同志，之前我曾怀疑过你，觉得你消耗这么多资源，只更新了一种模式的做法是在浪费。我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要知道，万志毅可是龙国的陆军总司令，连军部身居高位的人都很难见到一面。可这样一位角色，现在却是在道歉。没关系，我们继续测试吧。徐大哥，准备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什么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就是将人体的脑神经和现代电路通过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系统可以直接将人脑的脑电波转换成电磁信号，输出到设备当中。有了这种模式，你的一个念头就可以轻松变成一个极难的操作，大大降低了坦克、飞机等军事设备的门槛。您可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门槛大大降低，便意味着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做到和金牌飞行员同样操作。如果这种装置能够普及的话，我们龙国或许可以实现全民皆兵的构想。现在就看这个神经连接装置是不是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了。徐大哥，现在可以开启连接神经操作系统了。收到，我感觉我好像和这台机甲融为一体了。开始测试机甲性能吧。真的要测试吗？
我担心操作不精会误伤大家，也怕这台机甲的强度经不起折腾了。放心，大胆折腾就行。那我试试吧。徐正清只是在驾驶舱内轻轻跳动了一下，机甲就直接飞了起来。当到达10米的高度后，轰然落地。徐大哥，继续测试。机甲快速跑了起来。巨大的机甲虽然步伐灵敏，但重量却是很夸张，每一步都能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众人感觉眼前这一幕实在是太过科幻，可偏偏脚下传来的地震感却无时不刻在告诉他们，眼前的这一切不是在做梦。就在这时，急促的警报声忽然传来，军区内部大量红色警示灯亮起，整个军区陷入一种恐慌的氛围。这是什么情况？司令您稍等，我这就问问。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拉响警报？王部长不好了，我们在军区发现一台巨大机甲，它正在对咱们军区实行恐怖袭击。赶紧解除警报，这是我们在做测试。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现在已经熟悉这台机甲的操作了。小陆，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火力测试？别，之前测试坦克用的靶场现在还没修复好，剩下的靶场也承受不了这种炮击，所以就别在军区测试了，找个附近的无人山区测试吧。那就找个山区进行测试。收到，我马上让人过去。有山区失火了，现在火势还在蔓延，消防部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赶来。小陆，现在我们没办法测试机甲了，我得赶紧安排士兵去控制火势。如果是控制火灾的话，其实可以测试一下机甲里的冰霜弹。我抽时间设计了几种炮弹，全部装进了这辆坦克当中，其中就有一种叫做冰霜弹的炮弹。这种冰霜弹在命中目标时，弹头会释放出大量液氮，不仅隔氧阻燃，而且有极寒的效果。同时，这些气体迅速释放的同时，还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冻气云，可以将爆炸范围内的一切物体瞬间冻住。虽然这个冰霜弹不是用来专门灭火的，但是也可以试试。我改造的坦克不仅一炮打伤，就连整座山都给冰封了。当英将国总统知道后，一度认为我龙国作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龙国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有造出这种东西的技术？这视频是假的。这份视频发给坦克研发部门的吗？视频给坦克研发部门的负责人看过了，他们和您的翻译一样。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的话，那这次联合军演的难度就大了。这次的联合军演冠军，对我们鹰将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拿到。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当然，你这接不牢的事情交给我，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还不用多说，你最好一辈子别说话。我有一计，可让龙国无法与我们争夺冠军。下一秒，一条公告突然传遍全网，鹰将国临时修改联合军演的规则，不仅要比拼质量，还要比拼数量。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接到相关消息后，愤怒至极，厚颜无耻，发现质量比不过，就想要靠数量打败我们。鹰将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新型坦克和机甲的？找到了，有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是刚才灭火的视频。原来陆丰抵达火灾现场后，他看着满山的大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指挥坦克变身机甲，并且朝着山火发射冰霜弹，整座山瞬间被冰封。而不远处正好有人在直播，所以机密才会泄露。自取其辱，现在无论是6代机还是电磁坦克，都已经实现了量产。200架6代机要不了多久就能交付，坦克距离交付也没多少时间，一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就足以抵得上他们1年的产量了。改就改吧，以我龙国如今的实力，还不至于怕鹰将国。这一次龙国要震惊世界，争霸联合军演。与此同时，鹰将国的总统一脸得意，有了这个规则，此次军赛龙国对我们就再也造成不了任何威胁。哪怕网络上流传的那台机甲是真的，这种高技术结晶也绝对不是可以量产的。虽然质量高于我们的坦克，但从数量上龙国必败。我已经通知坦克部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力生产，到时候打败龙国绝对不是问题。等拿下这次的军事竞赛，我们就可以将世界上更多的资源分配权掌握在手中。龙国想要崛起，想要跟我们抗衡，他们不是喜欢做梦吗？那就让他们做梦去吧。万司令，这次军事竞赛一共有多少项目？很多，囊括各国军事的所有领域，就比如战斗机展示，还有坦克列队。万志毅没有什么隐瞒，将所有项目说了出来。现在的比赛怎么还有冷兵器？白刃战士所有战争都不可避免的，战场上随时会有弹尽粮绝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一把好的兵刃就可以发挥作用了。那我能要一把军刀看看吗？当然可以。他们接着来到了仓库，面前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冷兵器。陆丰随手挑了一把，打过招呼便直接离开了。看来小陆同志是要改造军刀了。不过一个冷兵器能有什么改造空间？帮我找一块高强度合金金属来，我打算改造升级一下这柄军刀。你去6代机的流水线找他们要1块就行。那我给他们打电话送过来，马上送1块高强度合金来实验室。只要制作出合适的元素，然后做成全新的技术，接下来的流程就轻松了。陆丰将参数调整好，按下启动按钮。这是停电了，可能是因为耗电量太大，所以断电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先去找王立安吧。
放心，我这就命令军工部把所有设备停下，将电力全部用来供给实验室。不用，超能粒子对撞机耗能太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吧，我搞一个可控核聚变发电，应该能解决电力不足的问题。搞一个什么东西？可控核聚变啊？李老在哪？应该在他的办公室里吧。陆枫很快来到李德佑的办公室，将自己的想法转告了他。可控核聚变，可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懂，帮不上忙啊。对了，周卫民是核能物理研究院院长，对这方面最了解，我给他打电话问一下。老周，小陆同志要制作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你是咱们几个里面对这方面最了解的，想让你帮着小陆同志打下手。道理我都懂，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能帮上忙啊？我连核裂变模组的原理还没有搞懂啊！因为你是核能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就你在核物理方面造诣最深，万一还能从小陆同志那学点东西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帮助？我这可是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小陆同志就在我这，你快过来吧。10分钟后，周老走进来，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没问题，老周就是为了帮你制作核聚变反应堆而来的，你随便麻烦，还有我们2个，但凡有用到的地方，无论是人手还是设备，尽管吱声就可以了。小陆，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升级什么新产品来着？怎么突然就要制作核聚变反应堆了？当然是因为最近断电的事情了，改造升级新设备就需要用到超能粒子对撞机，但这个设备耗能太大，军区的电力供应不过来，就会导致断电。与其每一次使用都需要军区将全部电力供应到我这里，还不如直接把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一次性解决发电问题。你说的我倒是可以理解，但你可能不知道核聚变反应堆制造的难题，不光是技术方面的难题，还有制作周期。想要靠这个东西来解决发电问题，可能需要很久很久。这是我画的图纸，你先看一下。居然还可以这么做，难怪所有人都没有研究明白，原来一开始的思路都是错的。周老，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可能都需要你和你们研究院的人手帮忙了。没问题，你需要多少人手，我这就去安排，越多越好，毕竟这是个大工程，而且最好是研究核能的人手。周卫民知道后便去联系人手了。李老、赵老，这个项目需要你们负责带领军工的人员做建设项目。嘿嘿，老周都没问题了，我们更没问题。这时陈一鸣走了进来，他身后还有一个壮汉，这位就是为你们改造升级军刀的小陆同志，这位是特种大队的队长李安，负责军事竞赛上等兵器比拼的人。他听说你给咱们的传统式军刀进行了升级，所以想过来看看。刚才断电了，改造升级款的还没制作出来，这样你们先到我实验室等一会儿，我和王部长说一声，让军区暂时为我供电10分钟，让我完成军刀的升级。我把核裂变反应装在6代机上，速度直接达到了30马赫。当我要研究核聚变时，所有专家都震惊了。这核聚变图纸是一个大学生主导制作的，准确来说，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我们只是负责后面量产生产线的筹备。你觉得那份图纸怎么样？很精妙，很多地方都是我从未设想过的，甚至凭借那一份图纸，我还找到了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误。不过还需要实验几次来验证就够了。我就是来邀请你们去实验的。实验？什么实验？我这次过来就是因为小陆同志打算研究可控核聚变。他那里需要相当多核能方面的研究专家帮忙，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了你们。等人到齐，材料到齐，实验也就该开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说到后面，周维民说话的声音都小了一些。大家都是核方面的研究专家，但身为专家，这群人心里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骄傲？一个70、80岁的老专家去给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打下手，多少会有点不情愿。所以他在用词的时候，特地没有用打下手，而是说去帮忙。可下一秒，孙成基就答应了。没问题，别说去帮忙，就算是让我去打下手都没问题。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嘿嘿，原本以为说服这些人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你确定我们这次去了之后，研究的是可控核聚变？当然，我已经见到了全部图纸，起码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小陆同志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并且每次完成的效果都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至于成功率，虽然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很高，但我觉得最少也在90%以上。没想到你居然会对别人的评价这么高。身为核能领域的专家，他当然知道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多高，无数科学家穷尽一生都追不到的东西，甚至因为这个研究，还有许多人英年早逝。正是因为其危险性，他们的实验基地才会放在岛上，一点时间上的突破都能让他们兴奋无比。而现在有人却说可控核聚变的成功率高达90%，这让他十分激动。那好，小陆同志那边需要多少人手？目前是越多越好。你去让岛上的人全部处理完手头最后的工作，我们去给小陆同志帮忙。本来以为你们会拒绝我，但没想到会同意。哈哈，你格局小了，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吗？在你给我看核聚变图纸的时候，我看到了机会，如果不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我这辈子或许都见不到可控核聚变的出现了。但今天我从你口中的小陆同志身上看到了希望。随后所有核专家带上各种资料，和周维民一起踏上了前往南方军区的路程。而李安并不相信陆枫能够在10分钟内改造出冷兵器。一鸣，你找的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啊？10分钟时间连保养一套枪械都做不到，还升级军刀，该不会是重新打磨一遍吧？李安眼神有些埋怨，为了几个月后的冷兵器比拼，他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日以继夜的在练习格斗术。但看着陆枫的
的年纪，以及刚才说出来的话，他总感觉不靠谱。先看看吧，小陆同志从没让人失望过。10分钟后，陆枫左手拿着改造好的冷兵器，右手拿出一块强度高达数千的合金，直接将军刺轻轻搭在合金上。下一秒，军刺表面泛起微光，这是粒子高速震动所产生的效果。陆枫轻轻一划，合金块便被削下来一片。这种金属可是用在6代机和电磁坦克上的，而这个效果岂不是说这柄军刺可以轻松切割坦克和战斗机吗？这是我改造过后的军刀，学名叫做高振动粒子刀。而与此同时，经过大半天的飞机路程，孙承基等几十位专家顺利抵达军区。快带我去见见你说的小陆同志。别急，我们现在就过去。小陆，这些都是我们兔子在核领域的专家，专门请过来给你打下手的。这位就是我和你们说的小陆同志，也是这次可控核聚变研究工程的总负责人。小陆，你放心，就在昨天，我们在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上面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次研究有什么难题，你尽管说，我们通力合作，绝对可以攻克难关。不用，可控核聚变里面的难题已经攻克了，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仔细研究这份图纸，等你们研究理解了，然后就可以开始建造了。就是老周发给我的那份，而且是完整的。有什么不理解的可以问我，尽早吃透这份图纸，我们也能尽早开始建造。众人也没什么长辈的架子，看到不理解的就开始请教，态度毕恭毕敬。听着陆枫的解答，众人时而不解，时而皱眉，最终又恍然大悟。此时广场上整齐排列着200架战斗机以及800辆电磁坦克，这些可都是世界顶尖的装备，谁能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台200架6代机，800辆电坦克。这次我们龙国终于不用隐忍了，以我们的实力，必将震撼整个世界。两人眼眶泛红，从最初被其他国家任意拿捏，到现在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其中风霜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为了能够国富民强，让世界刮目相看，短短100年里，龙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磨难，又有多少先辈前赴后继倒在这场科技的追赶当中。现在终于追上了，并且超过了其他国家，一跃成为整个蓝星最为强大的国家。那就把这次的军事竞赛当做我们龙国的第一场发布会现场。这时陆枫走了过来，小陆同志，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按照之前的约定，相应的劳务费已经全部打到了你的账户上。我知道了，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军事竞赛准备就要开始了，这些军事设备要先带到竞赛区域。所有装备都准备好了。是的，所有军事装备已经整装完毕，随时可以前往军事竞赛区域。这次我们坦克和战斗机的性能都有提升，并且趁着这段时间生产出了大批量的装备。以这些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整个蓝星还有谁是我们的对手。命令所有部队立即前往军事竞赛区域，这一次一定要将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龙国打个落花流水。西方大国研发出不仅疯狂打压我，更是在联合军演上想把我当垫脚石，却不知我已经研究出了最先进的6代机。接下来的竞赛，我代表鹰将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和龙国一起展示战斗机。万志毅看着鹰将负责人一脸傲然与不屑，心中却是乐开了花。就等你这句话呢，想要自取其辱是吧？那就成全你。万志毅一脸平淡，仿佛没有听到对方话语中的陷阱。当然可以。他原本以为自己要浪费一番口舌，但没想到龙国竟然这么快就妥协了。哼，不知所谓，那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超级大国，把我们最强的战斗机拿出来，让龙国见识见识。目前鹰将最强战斗机是 F-24勇气，这架战斗机不同以往，是由5代战斗机升级之后诞生出的5代半战斗机，性能达到以往战斗机的巅峰。虽然不如构想中的6代机，但在鹰将负责人看来，这架战斗机哪怕放眼全世界也绝对是顶尖的，吊打龙国是绝对可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鹰将已经拿出5代半战斗机了，那我们就出动6代战机作为回礼吧。他刚才说什么6代机？我们鹰将倾尽全力才制作出了5代，而龙国却不声不响制作出了6代机，这怎么可能？不可能，龙国怎么可能制作出6代机？这其中需要的科技技术可不是现在的龙国能够拥有的。别说它了，就连我们都制作不出来6代机。以蓝星现在的科技水平，想要制造出6代机，最少还需要几10年时间。龙国绝对不可能有6代机，最多也就是强化改装一下，性能估计连我们的5代半都比不过。战斗机命名很简单，我们也可以将5代半战斗机命名成6代机，甚至6代机半，这不是张口就来吗？听着身后科研团队的议论，鹰将总统也反应过来，龙国真是急了，居然虚构出6代机这种不存在的东西。本来以为你们很有底气，但没想到，哈哈，看来这次竞赛第一非我们鹰将莫属了。看着对方嚣张的样子，万志毅一脸不屑，这会多嚣张，待会脸就有多疼。还在硬撑吗？不过这样也好，现在硬撑，到时候竞赛开始就摔得更狠，去把我们的5代半战斗机开出来，让龙国的这群土包子开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下一秒，一架战斗机缓缓飞行，而刚做完展示的毛熊代表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鹰将这个战斗机看起来要比我们的战斗机强很多啊！它的机翼和机身全部都运用了空气动力学，造型真的是太优美了。尤其是战斗机后方的那几个喷嘴，飞行动力绝对不会低。毛熊代表整个人都不好了，
作为蓝星的军事强国之一，他知道毛熊和鹰将的科技水平有差距，但没想到差距会这么大。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和鹰将对拼一下，但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差了鹰将不止一筹啊！不光是毛熊，其他各国代表同样震惊不已。樱花和泡菜两个国家的代表，在见到5代半战斗机后，表情却是兴奋起来。这下龙国必败无疑，想和鹰将对拼，兔子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哈哈，的确不错，这个大玩具是我最近见过最好的了。这就是鹰将的军事装备嘛，的确不错。但这种大玩具不应该去玩具赛场比拼嘛？为什么要来军事竞赛？他该不会以为凭借这个大玩具就能拿下成绩吧？不会吧，不会吧！你们的这个玩具在我们龙国很有市场，我觉得军事竞赛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我们国内估计有很多玩具厂商愿意和你们合作。听到这里，鹰将总统哪里还不懂对方的意思？鹰将最为骄傲的5代半战斗机，竟然被对方说成是玩具。还没等他开口反击，一道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造型优美的6代机出现在眼前。该死，龙国怎么可能会有6代机？他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可看着缓缓驶来的6代机，哪怕不敢相信也得相信。怎么样，我们的新战斗机如何呢？听说你们鹰将在航天领域极为强大，那为什么只做出了5代半战斗机，而不是6代机？是不想吗？你们龙国就喜欢搞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别以为我不清楚，这里面的猫腻只不过是修改了一下造型，就可以说是6代机了。且不说你们龙国根本没有制作出6代机的实力，光是这个外表就漏洞百出，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为了外观好看一点，就如此设计。你以为这是科技航展？我们这次竞赛比的是战斗机的性能，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建议你们还是去参加一些小航展吧，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了。这架战斗机的外观的确很优美，像是从影视剧中搬出来的，但鹰将总统说的也没错，这架战斗机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战斗机在飞行的时候，空气动力学可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如果是真的6代机的话，怎么可能忽视这一点？希望不是这样吧，不然龙国这次绝对是要出头了。果然，其他国家负责人的想法和我一样，龙国派出这架战斗机就是虚张声势。既然万司令对你们龙国的战斗机这么有自信，那我们不如比拼一下，就比拼速度如何？他和刘国梁对视一眼，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既然你自己找上来，就别怪我打脸打得太狠了。既然鹰将的人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好不答应，那就比速度。说完，他便直接朝着龙国阵营的方向跑去。准备一下吧，我们这次赢定了！记住，在开始的时候就将战斗机的速度拉到极限，不仅要赢下这场比赛，而且要赢得漂亮，让全世界都知道龙国和我鹰将之间的差距。随着双方准备结束，2架战斗机分别停在各自的航道上。下一秒，比赛开始，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瞬间功率全开，各个引擎吞嘴同时运转，瞬间冲出跑道。而龙国的6代机竟然还在原地不动。看到这一幕的鹰将总统却是笑了：“万司令，你们的战斗机是不是出现故障了？战斗机结构复杂，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改造的。要不要我们这边的工程师帮你们检修一下？放心，免费的。”一架平平无奇的战斗机，却采用了核裂变技术，仅仅3分钟就达到18000米的高度，这可把西方霸国吓坏了。快！龙国已经有行动了，把速度拉到最高，全速前进，务必拿下这次比赛的胜利。如果输了，等回来之后，我一定申请要是你的罪。鹰将总统疯狂催促着，甚至都开始威胁了。而收到他指令的飞行员直接将操纵杆推到5代半战斗机的速度瞬间提升。还好，只要我们的战斗机率先飞到1000公里以外，就是我们赢了。照这个速度，应该用不了多久。龙国的战斗机虽然有垂直起降，但从距离来判断，他们的战斗机位置还在原地。与此同时，当第6代战斗机悬停后，陈一鸣透过战斗机自身的感应设置，已经锁定了上百公里外的5代半战斗机。只要我一声令下，导弹就会出击，将其击落。不过这只是军事竞赛，而不是战场。既然是比拼速度，那就用速度打败你们吧。下一秒，数个喷点同时运转，炽烈的火焰喷吐而出。原本还悬停在高空的6代机，忽然以极快的速度丁，施压舱已启动，那我就可以放心加速了。确认加速安全后，陈一鸣再次推动操纵杆，6代机瞬间冲了出去。3马赫，怎么可能？龙国的战斗机加速怎么这么快？感觉好像连加速时间都没有，一瞬间就追平了鹰将的5代半战斗机，太夸张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立刻向龙国订购一台6代机，拆开看看里面的引擎究竟是怎么做的。这个加速效率，估计传统引擎完全做不到吧？龙国究竟背着我们在搞什么？为什么突然就搬出这么强大一架战斗机？这个引擎该不会是核动力的吧？除了这个，我再也想象不到有什么引擎能有这么大的效率了。开什么玩笑？核动力引擎体积巨大，怎么可能装在战斗机上？龙国的战斗机怎么可能会如此强大？给我开启极速模式，必须要赢下这场比赛！收到指令的5代战斗机爆发出最强状态，速度直接来到了3.5马赫，而龙国的6代机速度已经提升到了10马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是数据作假！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他完全不敢相信，一架战斗机的飞行速度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简直就是横置火箭了。长官不好了，龙国的6代机好像从我面前飞过去了。
什么叫好价？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应该就是6代机没错了，但它速度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鹰将总统瞬间沉默了，快到难以看清的速度，那说明龙国战斗机的10马赫速度没有造假，而6代机的性能仿佛没有镜头一样不断变身。当前速度13马赫、17马赫、22马赫、30马赫，6代机瞬间就到了千里之外。龙国的战斗机率先飞出千里之外，速度竞赛龙国胜利。这也太快了，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一直在计算时间，2分钟不到就飞完了1000公里。龙国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怪物啊？哼，你们不是跟我说龙国绝对造不出真正的6代机吗？不是说他们的6代机只是5代机改造来强行充面子的吗？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一个充面子的产物为什么能在2分钟之内飞完1000公里？从这架战斗机来看，兔子的科技至少领先我们好几百年。比赛还没结束，接下来就是隐身性能测试。我们不仅在引擎上面做出了改进，隐形涂层上面同样改良了许多，这一次必须要扳回局面。接下来是第2场比试，隐身性能测试，请3方开启雷达。下一秒，3个硕大的雷达同时对着天空开始探测。下面有请鹰将的 F2C 猛禽开始测试。裁判来到毛熊国的雷达前进行检查，然而操作台上并没有鹰将战斗机的影子。不愧是鹰将，这架战斗机竟然真的逃过了雷达的探测。想要达到隐身效果，隐身涂层和机身设计缺一不可。看来鹰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啊！能够逃过雷达监测，那岂不是说明如果战斗开始，鹰将的战斗机可以随便出入毛熊的领空了？而龙国这边的雷达屏幕上正有一个小红点在不断闪烁，并且持续转向、变速、拔高，但无论是什么动作都被雷达一一检测到。鹰将的战斗机躲避了毛熊雷达跟踪，但没能摆脱龙国战斗机，成绩合格。接下来由龙国的6代机上场。6代机垂直升空，并且开始高速飞行，而毛熊国的雷达一开始就检测不到6代机的存在。鹰将总统对于这个结果丝毫不慌，他满怀自信地看向自家雷达，可显示屏上干干净净一个小红点都没有。什么情况？你们忘记开启雷达了？开了，现在还是最大功率。工作人员不断调整参数，可无论他怎么调，始终没有探测到龙国6代机的踪迹，就好像在起飞的同时，6代机直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测试时间结束，龙国的6代机再次获得胜利。等等，龙国的战斗机的确厉害，隐身性能是我见过最强的，但比赛还没有结束，普通雷达没有办法检测到，但我们有更先进的雷达，给我开启超深空矩阵空间雷达。这雷达和传统的雷达运转方式不同，超空间雷达将无数小型高性能雷达组装在一起发射信号波，再由其中的人工智能计算，最终得到目标物体的位置。这种雷达性能强大，但需要太空卫星雷达配合才行。为了鹰将的颜面，消耗点卫星寿命算什么？一定要把龙国的战斗机监测出来。随着雷达的开启，原本干净的屏幕上多出了一架战斗机，连龙国的6代机都能监测到，这下真的是万物无所遁形了。这下坏了，本来以为龙国赢了，没想到鹰将竟然还藏了这么个大杀器。万司令，你看看屏幕上面的战斗机，是你们龙国的6代机吗？你看看是我们雷达的显示效果好，还是你们那么普通雷达的显示效果好？你听说过光学隐身吗？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会有光学隐身的技术？你们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一鸣，开启光学隐身模式。下一秒，战斗机开始一点点变淡，直至消失不见，而雷达也失去了目标。这怎么可能？你们龙国在作弊，请裁判组严查。他没想到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技术，龙国不仅制作出来了，而且还实装在了6代机上。万司令，如果你不能对你们6代机的表现做出回应的话，我可就要让组织会取消你们龙国的参赛资格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们的战斗机是如何长时间保持30马赫的？不包子，因为我们的战斗机用的是核动力，动力用不完岂不是很正常？军队在比赛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眼前的坦克不仅比房子还大，就连速度也比高。这还是一辆坦克吗？高达4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外加坚不可摧的钢铁装甲，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龙国实在是太恐怖了。本来以为鹰将能在这项比赛中扳回一城，看来是我太高看鹰将了。不对，是我们太小瞧龙国了。谁能想到这辆巨大坦克体内竟然有如此恐怖动力引擎？我已经不敢想象这辆坦克将来踏上战场之后的表现了。仅仅几分钟，鹰将的坦克已经看不到龙国坦克的尾灯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好的领先全世界，说好的必胜呢？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刚才的这一届已经把我的必胜所是统统否定了。这些科研人员来自鹰将顶级的研究院，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掌握技术最多的人，可看着那辆在沙场上疾驰的重装坦克，却是完全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将这一幕实现。希望龙国的坦克能在半路发生故障吧。半个小时，龙国的坦克直接就过去了，而鹰将这边却才跑完了1/4。你们这坦克也不行啊！本来以为能遇到对手呢，没想到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示了一波龟兔赛跑。但可惜我们这个兔子不会睡觉，你们的坦克才跑了1/4就用了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还很长。要不我们睡个午觉等等你。
鹰将总统都快炸了，他们以往都是在世界上强取豪夺的鹰将，竟然也会有被羞辱的一天，而且是当着全世界被羞辱。不行，必须得想办法制裁龙国了。只要在比赛中利用规则找到龙国的失误，说不定就能反败为胜。或许可以凭此从龙国那边薅一点羊毛过来，甚至可以索要龙国的先进技术。接下来的火力测试，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从火力进度方面来看的话，龙国应该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的坦克不仅采用了当前进度最高的瞄准模组，就连驾驶坦克的也是我们国家的金牌驾驶员。这次的火力测试是打水泥巴子，而咱们装备的是传统能力770的最新穿炸弹，效果肯定不错。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吧。接下来的比赛是火力测试，请双方选手将坦克开到靶场。接下来的火力测试，我们将在靶场进行。随后坦克停驶往。而龙国的坦克刚跑20公里就停下来了。龙国的坦克还没有到达靶场，怎么就停下来了？还有80公里呢？难道是因为刚才的高速行进导致坦克出现故障了？那岂不是说明这场比赛鹰将自动获胜？这让鹰将捡到大便宜了。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全速前进，龙国的坦克出现故障了，这一场我们必胜。万司令，您方的坦克为什么突然停下了？是出现故障了吗？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都没有，之所以停下，是因为我们的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坦克距离靶场还有80公里的距离，您确定已经抵达开火区域了？是的，我方坦克已经抵达开火区域，随时可以开火测试。开什么玩笑？80公里，估计连目标靶都看不清。你万之一这么做，是在哗众取宠罢了。等到了后面的数量比拼，必须要狠狠羞辱华夏。1个小时后，双方坦克准备，鹰将的坦克忽然射出一枚炮弹，穿越10公里，精准命中目标。厚重的水泥靶子直接被打了个对穿。这个火力居然直接把水泥靶子打穿了，感觉比毛熊的坦克的威力还要强啊！这一炮放到战场上，足以打穿一个坦克了，在坦克阵列里绝对是属于 T0梯队的。万司令，你们的坦克为什么还停在这里？难不成是真的不打算参加这次火力测试了？还是说坦克出现了问题，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掩盖？需不需要把你们的坦克牵引到靶场？不然这么远的距离，别说火力测试了，感觉你们能不能击中目标靶都是问题啊！80公里刚好在我们坦克的射击范围内。至于牵引，你们那么的像蜗牛的坦克，真的可以牵引动我们的坦克吗？还是算了，我怕把你们的坦克累出故障来，到时候你还得反要我们一口。一鸣可以开火。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光束喷射而出，以极快的速度朝靶场飞去。该死，怎么会这样？80公里射程外的一炮，居然可以命中靶场上的水泥靶子，这个火力真的是坦克炮弹打出来的效果吗？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他们的坦克火力能如此强大？我怀疑对方这一炮的威力之重，很有可能掺杂了核武器。那个蘑菇云不就是核武器爆炸之后的标志性效果吗？除了核武器之外，我已经想象不到其他可能性了。裁判，我方现在有理由怀疑对方在火力测试中采用了核武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核武条约。我要求比赛结果作废，我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一起制裁惩戒这种违反规则的家伙。制裁我们有种试试，100年前我们就不怕你，更何况现在。如果没有动用核武的话，你们的炮弹为什么能打出蘑菇云？一颗小小的炮弹为什么能在顷刻之间清空整片靶场？如果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今天这件事就算没完。如果我们动用了核武器的话，现场肯定会有辐射，已经有人去爆炸现场进行辐射测试了，到时候结果自然就知晓。经探测，现场没有任何核辐射，龙国并没有掺杂核武。怎么可能一点辐射都没有？如果不是动用了核武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我们已经验证过了，没有就是没有。接下来最后一项比拼，军工数量竞赛，同一类型当中拥有更多军事装备的国家将会获得胜利。以鹰将的重工业能力，估计没有国家可以和他们比拼的。龙国这边的武器的确很先进，但这样强大的武器制作起来难度也非同凡响。况且龙国的资源调集能力和重工业发展还不如鹰将。可惜龙国之前拿下了那么好的成绩，没想到最后会以这种情况败在鹰将手上。前面输了又怎么样？接下来的数量比拼，我们一定可以碾压龙国。现在有请参赛双方展示各自的军事武器，所有人员即刻出动。为了赢得军事竞赛，西方军队准备了200辆坦克和60架飞机，而且全都是最先进的。我们在装备性能上输了，但数量一定是你们比不上的。既然龙国可以制作出这么先进的武器，产量也一定不是问题吧？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钢铁洪流。下一秒，800辆坦克出现在眼前。800辆坦克，为什么龙国能在3个月的时间内制造出这么多坦克？原来龙国才是第一制造大国，这个产能哪怕是普通坦克也很强力了吧？更别说这还是电磁坦克。光凭这800辆坦克，从今天开始，龙国的陆军就已经站在不败之地了。国际局势要变动。还有战斗机展示，龙国的6代机采用的是核动力，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量产。坦克阵列展示结束，6代机群起飞。下一秒，战斗机群出现在眼前，200架6代机。
此次数量比赛，龙国以800辆电磁坦克和200架6代机的数量，以碾压的姿态获得第1名。按照现在的比分，龙国已经赢了，而且是完胜。但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这次我们研究出了一种新型合金，这种合金的强度和韧度都很强，这种合金打造出来的军刀绝对可以碾压龙国。这一次必须赢，必要的时候可以下杀手。在他看来，这是鹰将扳回一局的最后办法，如果再输的话，可就彻底没脸了。长官放心，我马上安排下去，这次绝对可以把之前的耻辱全部发泄在龙国选手身上。最后一场比赛中，双方都会派出各自最优秀的兵王进行格斗，而且必须使用军刀这一种武器。接下来你们2人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出战，有一方主动认输或者失去作战能力的时候，比赛才算结束。如果没有比赛，将一直持续下去。听到比赛开始，2人当即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当2柄军刀碰撞在一起时，鹰将的长刀居然直接断成2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军刀所用的金属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合金吗？怎么一刀就斩断了？这次竞赛你们和我保证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竞赛能够胜利，现在更是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件事没完。咱们的军刀绝对没有问题，从制造出来就经过了严密的测试，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军刀。更何况咱们的选手也亲身实验过。那你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面？等我回去再收拾你们。自从军刀被断后，鹰将选手就一直在前面跑，而李安则是在后面追。接着他按下军刀中的按钮，军刀直接变成了长度达到4米的恐怖玩意。怎么还能伸缩的？这真的是军刀吗？难道说这是一柄伸缩刀吗？伸缩刀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钢结度啊？我突然想起一个来自龙国的笑话，先让你跑99米，然后我就要挥动我100米长的大刀了。这场比赛，龙国再次以绝对的碾压姿态获得了第1名。这一切多亏了小鹿同志啊！从最开始的6代机到电磁坦克，再到现在的高震动力子刀，每一个产品都帮助我们取得了第1名。有小鹿同志，以后每一场军事竞赛都将由我们来统治。被鹰将压制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出一口气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老周啊，你这个电话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别说话，我这有个更好的消息。就在刚刚，我们在小鹿同志的带领下，可控核聚变的计算机模拟已经成功了。这说明之前的研究没有出错，只要按照计划开始施工，就可以制作出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知道了，我们这边军事竞赛已经结束了，马上就可以赶回去。感受着周围人的目光，彼得又愣了一下。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暴露了机密？龙国难道真的制作出可控核聚变了？不可能，以龙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完全不足以制作出可控核聚变，里面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即使是我们也做不到。或许龙国只是做出了一些小的突破，而且他们说的还是模拟，这和实操相差可是很大的。原来只是一点小突破。万司令，我们刚才听到你们模拟成了可控核聚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只是有一些小突破而已，距离真正制作出可控核聚变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众人一时间都选择了相信，在他们的观念里，龙国不可能制作出真正的可控核聚变。按照万之乙的说法，再结合他们现在的国力，他应该没有说谎。这次军事竞赛结合各个国家的表现，龙国获此次竞赛的第1名。军事竞赛这么多年一直被鹰将统治着，这下终于一睹了，真不容易啊！我看龙国赢得挺容易的，全方面吊打，鹰将总统脸都黑掉了。鹰将不舒服，那我就舒服了。我们和龙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就算不能受其福泽，最起码也不会产生冲突。至于某些国家，可就不好说喽。我们鹰将这么多年的超级大国，以为一次失败就能打倒我们，拿下这次军事竞赛的冠军，就当做是你们最后的狂欢吧。即便没有这个位置，我们鹰将依旧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下次军事竞赛必向你们一败涂地。这只是个开始罢了，下次军事竞赛，下次军事竞赛依旧会是我们的演军场。属于你们鹰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后，李老，我刚才听你说可控核聚变已经制作出来了。没有，只是模拟而已。彼得又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就因为军区停电的缘故，小鹿同志就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我虽然不懂技术，但也知道重要性。那这个可控核聚变究竟什么时候能造出来？现在只是通过了计算机模拟，而且具体我也没有参与。究竟什么时候能造出来，估计只有小鹿同志最清楚。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去啊！接着众人就坐飞机回国了，几个小时后才抵达南方军区。小鹿同志，我听说你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还没有，只是刚刚模拟通过。哈哈，有了可控核聚变，对于我们龙国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啊！取之不尽的能源，如果能铺开的话，以后再也不用向其他国家购买资源了。快，你带我去看看。万司令，现在只是模拟通过，还没有开始建造呢。模拟和实造完全是2个概念，所以我也没办法带你去看。原来还没建造出来啊！那这个模拟通过对于可控核聚变建造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说明我们之前准备的方案是正确的，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建造。既然现在计算机模拟通过了，接下来开始实际建造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话，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大概20天时间吧。
军队研究了几十年的问题，却被大学生破解了。可控核聚变并没有想象中困难，而且我已经做好了计划表，实际建造起来的话，只要按照计划表施工就可以了。20天是我的最多预算，如果加班加点可能会更快。不过这段时间大家都太累了，我觉得还是慢慢来的好。20天还是最多预算。我参加过很多国家试验，随便拎出来一个时间都得按年算，而那些工程的含金量可是远远比不过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结果这个含金量最高的建造时间却只需要20天，离谱，太离谱了。既然小陆同志都这么说了，我肯定是相信的。你们加班加点做了这么长时间，今晚不如休息休息，明天再开始吧。到了第2天，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现在是上午9点35分，我宣布可控核聚变项目正式开始。没有礼炮，也没有剪彩仪式。到目前为止，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还属于机密项目。随着项目正式开始，所需的材料大批运输过来。1周过后，陆丰看着无所事事的陈一鸣，反手给他安排了任务，让我去拉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原料。好。这些天里，几位国士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一个只会开飞机、开坦克的，着实有点帮不上忙，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小陆同志，你把原料的地址发给我，我现在立刻安排车辆，我亲自开车去拉。陆丰随即掏出手机，将一个定位发了过去。你快去吧，这是整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最重要的原料，别耽搁了。又是几天过去，核反应堆正式建成，这就完成了，速度也太快了吧？他知道速度快并不意味着粗制滥造，而是对方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质量已经到顶了，剩下追求的自然是速度。好了，接下来就差原料了，等原料送到，这台机器也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就在这时，远处正有一辆运输卡车朝着这边快速驶来。小陆同志，要的海水我拉过来了。陈一鸣申请卡车的时候怎么说来着？不是说接到重要任务去拉核心原料吗？拉来一车海水是什么鬼？为了保护重要原料中途不产生意外，我还安排了士兵沿途保护，结果保护了半天就拉来了一车海水。小陆同志，一鸣是不是听错了？怎么拉来一车海水？要的就是海水，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原料。重要原料是海水，这东西可不缺啊！海洋的覆盖面积有3.6亿平方千米，足足占了整个蓝星71%的面积。整个世界上存在的水量有97%都是海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原料岂不是用之不尽？王部长，你可能不太了解，核聚变的原料一般使用的是氢的同位素，也就是氘和氚，其中的氚在海水中储量丰富。以蓝星的海水所有量来看的话，现有的资源就都人类使用几十亿年。几十亿年，如果建成的话，我们岂不是真的有了无尽能源？不过氘在海水中储量丰富，那你口中的那个氚要怎么解决？氚虽然不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但可以通过中子同理作用产生。海水中也含有大量的锂，按照我们计算的出来的成果，只需要0.03克的氘元素就能释放出相当于300升汽油的能量。合着所需要的原材料都可以在海水中得到，海水什么时候这么有用了？你想错了，是核反应堆厉害能够释放这么大能量的设备，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好好保护起来？王部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在这里吗？因为距离军区近，有南方军区在，如果有境外势力攻击的话，绝对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拦截的。如果拦截不住，也就意味着和我国全面开战。现今世界上还没有这么胆子大的国家。然后是你所担忧的辐射，之所以称为可控核聚变，就是因为它的反应是可控的，在产生能量的时候，它不会产生任何废料，没有环境污染，更没有放射性物质释放。海里有氘元素，这个我能理解，但也不能直接拉海水过来用，提取可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不需要提前提炼，只要将海水倒进去原料口，傻瓜是一键操作，所有的提炼工作就会在里面自动完成。什么玩意？傻瓜是一键操作？这真的是应该存在于可控核聚变这个装置上面的。老人机上面有傻瓜是一键操作，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也有。陈长官，麻烦你把海水倒进原料入口。接着一整车海水都被倒了进去。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完毕，原料也已经装填好，首次点火，正式开始。陆丰来到了操作台上，按下红色按钮。丁正在启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检测到原料填充完毕，元素提取正式开始。等进度条被填满，元素就提取完毕了。丁元素提取中，当前进度为50%。丁元素提取完成。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老周，如果让你们人工提取氘元素的话，这么多的量需要多少时间？最短的话也需要12个小时。12个小时，而且还是在有专业设备、多名专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可在这个傻瓜是一键操作提炼装置当中，却仅用了1分钟，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丁元素提取完成，可控核聚变点火倒计时开始，10、9、8。数字每跳动一次，众人心中的紧张便多1分。可控核聚变他们并不是没有研究过，可这么多年全都失败了。这是距离可控核聚变实现最近的一次。3、2、1，一缕缕蓝色的光在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闪烁。丁当前反应堆内氘元素和氚元素反应占比10%。这个数据有点太低了。他接着开始操作起来，反应堆内的蓝色光芒愈发浓郁。丁元素反应中，当前反应占比15%，几乎是以每秒1%的速度在上涨。短短半分钟，反应占比达到了30%。
成了，真的成了，而且达到了最高临界点。有了这个数据，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准备没有白费，甚至十分成功。这个数据还远远不够。小鹿同志，不如先稳定下来，以后再继续向着高利用率研发。这个数据完全不够，如果只是30%的话，那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建造起来的意义就没有了。30%就叫没意义了？那我们研究了几十年，还没有丝毫进展的怎么说？陆枫又开始操作了起来。小鹿同志，你这是做什么？快，先停下来！陆枫每在键盘上敲击一下，他的心脏就会抽一下。小鹿，你究竟要做什么吗？你好歹说出来，不然我这颗老心脏真有点受不了。在我原本的设定中，这两个元素之间发生反应的占比应该达到100%，也就是完美反应，这样才能将能量从原子层面释放出来，这样就达到最大利用率，能量才能最大化。30%的反应占比已经相当不错了，没必要提到100%，真的不能再提了。放心，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周老，小鹿同志究竟是在做什么？怎么我听不懂啊？你们怎么一副看起来很慌的样子？要相信小鹿同志吗？他很厉害的。在理论中，30%已经是一个临界点了。再想往上提升1%，难度都会成几何倍上涨。而小鹿同志却说自己要将这个数据从30%提升到100%，这样做能量释放将会被提升到最大。但如果产生意外失控的话，就会跟氢弹爆炸一样。爆炸还和氢弹一样？开什么国际玩笑？要知道，这个核基地和南方军区的距离可是很近的，更别说氢弹爆炸的威力，估计整个湘省都在劫难逃。小鹿，赶紧停手吧，这个失控的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啊！放心吧，不可能失控的。他每动一次手指，军队就会紧张1分，只要失误1次，整个南部战区就会成为一片废墟。周老，小鹿这个操作成功几率有多少？还有个毛的成功几率，都准备升天吧。达到临界值之后，反应占比想要提升1%，都是比上天还要困难的事情。而要将这个数据从30%一口气提升到100%，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岂不是说和氢弹威力一样的东西要在我们眼前爆炸？成功几率还是有的，就好比中彩票。中彩票直接给我宣判死刑了是吧？他心里原本的一点希望顿时烟消云散，看向面前反应愈发剧烈的核聚变反应堆，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反正已经见过6代机了，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丁，元素反应效率提升，当前元素反应占比为40%。丁，重力稳定器启动成功，是否启动能源转换装置？居然真的达到了！妈妈，我渡劫成功了。重力稳定器是什么？还有那个能源转换装置，我咋没听说过？这两个装置就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里面的装置。重力稳定器可以把能量反应稳定在100%，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不会发生意外。能源转换装置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把核聚变所释放出来的元素能量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电能。哦，怪不得刚才这么有底气，原来是在里面装了一个重力稳定器啊！不是说好了这次只是点火测试吗？怎么连能源转换装置都整出来了？什么时候说这只是点火测试了？既然已经建造好了，当然是直接拿来用了。如果不能用，那费这半天劲干啥？众人一时间陷入沉默，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有点吓人。王部长，麻烦你和军工部的后勤人员说一声，切断现在的电源，这边要准备接入新的电力系统了。喂，电力部门嘛，准备切断电源，这边要有新的电力系统接入，尽快完成。丁，能源转换装置已启动，反应堆中的蓝色光芒愈闪愈快，在能源转换装置的作用下，这股能量很快变化作电能，通过电缆输送向整个军工部。下一秒，军工部当中熄灭的灯光重新亮起，现在的灯光比之前还要亮堂许多，好像要把整个军区都照亮一般。终于成功了！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真的可以见证可控核聚变的诞生。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从现在开始，我们龙国已经彻底崛起了。从今往后，无论是科技层面还是能源科技，都不会再有人能够超过龙国，这才是真正的领先全世界。陆枫小同志，这次真的是多亏你了。俗话说得好，一人拾柴火不忘，众人拾柴火焰高。没有大家的帮助，这次工程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结束的。丁，当前总电能值为1亿千瓦时。我刚才听到了什么？1亿千瓦时的电量，元素反应可是达到了100%，产能这么高效也能了解。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产出了1亿千瓦时的电量，这足够一个300-400万人口的城市足足用1年的用电量啊！1亿千瓦时的成本就只需要1卡车的海水，1车海水就是1亿千瓦时，100车就是100亿，海水几乎就是无穷无尽的资源，这得产出多少电量啊？居然才1亿千瓦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啊！说真的，如果不是跟着小鹿同志做事这么
么久，我都要怀疑他脑子有问题了。的确，换做其他人，我现在都要准备联系精神病医院了。一车海水，5分钟产出1亿1000瓦时还不够。小鹿究竟想要做什么？难不成真的想做一个无尽能源出来？年轻人真是恐怖如斯啊！与此同时，海军司令部里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你们两个老东西还要不要点脸啊？有这么厉害的人才，竟然还藏着掖着？怎么怕我们海军厉害了，把船开到陆地上去，抢了你们的饭碗是不是？你跟我说，这6代机是怎么来的？歼十升上来的。这个坦克你呢？59是坦克升级过来的。好，凭什么只有你们军队可以升级军事武器，我们没有？瞧不起我们海军是不是？你们的6代机和电磁坦克都是从老旧装备升级过来的是吧？那就必须升级。我们海军也必须改装升级。你们空军、陆军有的东西，我们海军也必须得有。他指着2个人咬牙切齿，憋了半天，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委屈。身为海军负责人的他，最近在忙着一项秘密任务，昨天刚回来就听说了6代机和电磁坦克。空军和陆军找到了一个超级天才，这些都是出自这个天才的手，甚至这个天才还是空军先找到，然后推荐给了陆军。听到这些消息后，邓金业顿时有一种被背叛了的感觉，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局面。什么意思？3军都是为国家服务，结果你们哥俩好，把我踢出去了。你们空军和陆军就是亲妈生的，我们海军就是后妈养的。尤其是你刘国梁，我听说这个超级天才还是你们空军先发现的，然后你推荐给万志毅，为什么不推荐给我们海军？我们海军得罪你了？这不是要参加军事竞赛吗？你们海军又不在竞赛项目中，所以我不找你们，你们还打算瞒着我？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大首长的命令，是他老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大首长都要求保密，岂不是说这个超级天才就连大首长也相当看重？那好，你们跟我去见大首长。来到大首长这后，邓金业便向大首长抱怨：好了，你别太着急，也别怪他俩，这个保密措施的确是我下的令。前段时间军事竞赛，结果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的走向，所以他们的任务要大得多。而且小陆同志加入军区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将咱们国家的军工实力提升了数十倍，这种天才必须要严格保护，你能理解吧？居然这么厉害，现在能理解了。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找你们商量一下，要不要将小陆同志的权限提高一些，只是提升在科研方面的权限。在科研领域上，小陆同志的命令就等同于我的命令，他有需要，各大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他下达的指令，所有部门也必须无条件顺从，务必做好各种资源的供应以及技术上的支持。我同意。谁能想到咱们在军事竞赛赛场上的6代机，竟然是由退役的歼十改造出来的，还有电磁坦克的原型，竟然是退役的59式坦克。我了个乖乖，上个世纪的东西在他手里焕发出了第2春。其他2人同样点头表示肯定。好了，这件事情说完，接下来就是正事了。关于明年全球联合理事会，这次军事竞赛咱们国家拿下第1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争夺联合理事会会长这个位置的资格。所以接下来你们的任务非常重，拥有了这个职位，才是真正占据了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因为鹰将常年霸占军事竞赛第1名，之前这个位置一直由他们来担任，而现在军事竞赛第1落到了龙国手里，这个位置自然也要争取过来。想要争夺这个位置，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别敌一切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外交手段，后者外交部已经在努力了，而军事实力这个任务则是要落在你们肩上。从今天开始，你们所负责的所有军种配备、武器数量必须要增加，这个增加没有上限，能造多少就给我造多少。军队装备了最新型武器，却唯独海军没有，气的司令直接找到了首长。大首长，他们2个的军队都装备了最新型的武器，为什么我们海军连毛都没有啊？这段时间海军设备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用的军事武器都还是10几年前，甚至几10年前的，这样不公平啊！我想向陆军和空军这边申请一下，借那个小陆同志一段时间，好歹也帮我们海军的武器升级，不能让我们成了那个拖后腿的。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件事得你亲自去找小陆同志商量。另外，把你之前那一套作风收起来，不许强迫人家。明白，保证客客气气的。首长，这里是南方军区的军工部。就在昨天，我们成功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制作出来了，并且在陆丰同志的帮助下，这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已经成功开始产能了。你确定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确定啊！现在我们军工部已经用上由核聚变产出来的电了。帮我安排行程，我要亲自去一趟南方军区，见见这位超级天才。而与此同时，南方战区所有人都不知道，这里即将迎来一位贵客，此时在和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前，孙承基等人依旧守在这里。小陆同志、孙老他们就这么从昨晚站到了现在。是啊，怎么劝也劝不走，他们哪个不是年过耄耋的老爷爷了？这一宿一宿的站着，年轻人都受不住，就更别说这些老人了。再这样站下去，迟早出事。算了，我再去劝劝吧。孙老，这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经过我的调试，肯定不会出问题的。您几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孙承基直接无视陆丰，就那么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反应堆。这就算真出意外了，你们在这站着也没用啊。见没人搭理他，陆丰也不再劝，转头便回自己的房间歇息去了。
万司令怎么会在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国明啊，我现在在京城，你们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大首长就要到了。虽然在军区中，宋国明的身份已经很高了，但那可是大首长，哪怕是他，一年都见不上几回面壁人物。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宋政委，发生什么事了？大首长怎么了？刚刚万司令给我打电话，说大首长已经在路上了，要我赶紧准备。走，我去帮你，这可是大事。回去之后，宋国明将所有士兵组织起来，轮换守岗，整个军区立刻进入了戒备状态。军区之外，但凡是能产生一丝威胁的地方，都有士兵前去搜查。第二天早上，大首长一下飞机就直接来找陆丰了。这次来找你的目的，就是代表国家从你这里购入反应堆。你放心，规矩我都听万志义他们说过，人力物力我们出，并且这次成本造价多少，你的劳务费就是多少。没问题，这个任务我接下了。请问您要采购多少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们对你的核聚变反应堆产生的电力辐射范围还不太了解。如果完美覆盖整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我和国士昨天已经算过了，130个反应堆就足够了。大首长没有怀疑，直接将这个数字写在了早已准备好的合同上，而陆丰也没有犹豫，接过合同直接签字。小陆同志，你就不好好看一看这份合同，万一里面有什么你接受不了的条件呢？或者我在里面写了对你不利的隐藏条款呢？你这么贸然行事，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因为您开出来的条件实在让我无法拒绝，有钱拿还能增强国家的力量，无论哪一条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另外，至于您后面说的隐藏条款，您是代表国家来的，我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信不过，那我还能信谁呢？这么一看，倒是我觉悟低了。有你这样的新生代，也是国家的幸事啊！你放心，你这么相信国家，国家肯定也不能让你吃亏。放在以前，这种超级人才十有八九会投向国外的怀抱，不仅因为国外的科技水平远超于龙国，所开出的酬劳也是很高的。现在这个反应堆建造时，总花费了20多天的时间。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13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大概需要6、7年的时间。提前统筹资源的话，这个时间应该能缩减到5、6年左右，简直就是神速啊！开什么玩笑，5、6年的时间都够覆盖全球了。只是130个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最多5个月。5个月时间建造130个反应堆，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当然，流水线统一制作核心零部件，基础构造同时进行的话，估计5个月时间都用不到。这会不会不太妥？流水线的制作不比人工，万一出现一点小差错，那后果是你我无法承受的。是啊，不如咱们放缓时间，慢慢来。5、6年时间和我们之前发展的时间相比，已经很短了。重大变革不急于这一时。我说的流水线可能和你们理解的流水线不太一样，我是要建造一条专门用来生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核心部件的流水线，其精度和准确度自然是最高的。至于你们说的手工制作，都说人有失手马有失体，你们怎么能保证手工制作核心部件就不会出现错误呢？好了，听我说2句，都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们既然选择了小陆同志，就要相信他。这个手机我已经为你开放了所有的军工通道，以后就是你用来联系和指挥各个军工部门以及科研部门的方式。只要由这个手机打出去的电话、发出去的指令，不管是人力还是物资，都可以无条件、无限量供应。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用这个手机直接联系我，不会有通话阻拦。大首长竟然为陆丰开启了这么大的权限，无条件、无限量供应，哪怕是几位国士都没有这个权利啊！6代机以及核能研究都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即便是这样，他们在申请物资和支援的时候，都要通过层层审批。而大首长掏出的这个手机，却是能够跨过这些门槛，对所有人下令的钥匙。有了这个手机，陆丰在科研领域的地位已经和大首长相同。谢谢首长，客气什么？你可是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后的发展就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军队最先进的装备，我却不放在眼里。这也叫单兵外骨骼装置，太差劲了吧！小陆，你是对这个外骨骼装置不满意？这个装置放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呢。还世界领先，其他国家都没有，那他们得多费啊！麻烦你先把这个外骨骼拆下来，送到我的实验室，到时候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骨骼。自从接到生产可控核聚变大单后，陆丰这2天都在忙着搞流水线，处理完就被几个国师拉来观看外骨骼装置，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小陆同志，你这是打算研究外骨骼装置吗？你还缺不缺打下手的？你看我怎么样？大家也看到了，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工程，这个工程量还是很大的，并且是机甲技术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仅靠我们几个人制作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找一些帮手。没问题，小陆同志你放心，你说找谁我就去找谁，他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他绑过来。那倒不必。李老，您认识纳米科技领域的人才吗？我刚好认识纳米科技研究中心的领导，需要我把他叫过来吗？不用，一个人可不够用，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所有人都带来吧。全打包过来，这是要搞个大的。嘿嘿，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林老，我记得您和沈一年沈老关系挺好的，麻烦帮我联系一下对方的团队，我要用。沈一年的老家伙，自从圣子离开之后，一直念叨着想要过来，我给他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能到。孙老，拜托你集结一下之前的团队，咱们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机甲核心能源的问题。
机甲核心能源问题，这是要把可控核聚变装进机甲里。真要做到这样，技术可不值得革新一次啊！这是个大动作啊！得到陆空的指令，众人纷纷开始行动起来。这些老博士都是一脸亢奋的样子，明明70、80岁了，还跑得飞快。首长，小陆同志究竟是要做什么？我怎么有点搞不明白啊？搞不明白就对了。之前和小陆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也总觉得他神神叨叨的，总是说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过呢，他却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看了一眼李安，发现对方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这次机甲改造是小陆同志出手，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在科研方面还有小陆同志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所以放心就好。与此同时，纳米科技研究中心里，李老，您刚才说你们的国家队开辟了一个新项目，要我们团队加入，是这样的。您的团队不是航天研究项的吧？和我们的纳米团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啊！而且我们这边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不去了。这是国家一级动员调令，你自己看着办吧。这种调令相当于大首长的命令，所有部门必须无条件配合。现在这张国家一级动员调令被李雷又拿出来，那就说明新项目十分重要，甚至关乎到国家兴衰。李老稍等，我现在立刻将所有人召集起来，咱们马上出发。此时林则甫觉得电话里很难说清楚，所以当即找到了沈一年。老沈，这次你有福了。什么有福了？自从上次参观了陆丰改造粒子对撞机，并且制作出一种全新的元素，沈一年就感觉自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脑海中的奇思妙想止不住的泉涌。可当他开始实验，才发现居然一个都做不出来。今天我们去参观了军工部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装置，结果小陆同志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不满意，甚至打算亲自步入这个领域，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单兵外骨骼。然后小陆同志就写下了一系列工程计划，并且点名要来你过去帮忙。可我一点都不懂单兵外骨骼，难道这个装置要用粒子对撞机？这次应该是个大动作，估计要用到粒子对撞机。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走！你不收拾收拾东西，这次可能要在军工部那边住很长一段时间呢。收拾什么？最重要的知识都在我脑子里了。快，别叫小陆同志等急了。很快所有人都到齐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当中关于纳米科技研发部分的图纸，你们先看看吧。这么快就把图纸画出来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现在距离参观单兵外骨骼装置才过去了半天不到的时间。这份图纸真的是我能接触到的吗？我研究的只是纳米材料的基础运用吗？他研究了10几年的纳米技术，从来没有想过这项技术还可以这样用。重复翻阅了好几遍之后，马云哲有些麻木的抬头看向陆丰。不好意思，陆工，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我问你对纳米技术了解多少？抱歉，重新回答一下，我对纳米技术一点都不了解。马云哲虽然只有30、40岁，但他可是纳米技术第一人，现在却觉得头皮发麻，以为他对纳米技术的了解和认知，参加这个项目完全足够了。看到图纸，他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么可笑。不了解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慢慢了解的。从现在开始，合金机甲项目正式启动。这次项目总共分出3个部分，分别是机甲材料方面、纳米科技方面，还有能源科技方面。机甲材料方面由我和沈老的团队负责，纳米科技方面就是马叔的团队来负责，能源科技方面由孙老带队。听到陆丰的指令，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要辛苦大家了。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造出与人体完美贴合的超级机甲战衣。玩这么刺激吧？马云哲以为就是利用纳米技术做一些基本武器之类的，此刻却发现似乎和自己想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沈老，接下来需要你带领团队配合我做实验，我打算做出一个新的金属元素，用在这次的机甲战衣上。好，我们一定全力配合。那个能源方面要用最新科技的储蓄电池吗？不是，都要研发超级机甲战衣了。你打算给我的战机上面装一个电瓶，你当造电动车呢？小陆同志，你不会真的想搞微型可控核聚变吧？那玩意的技术可是很难的。虽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可控核聚变，但想要装在和人类大小的机甲上，这其中的技术很困难，甚至要超过我们研发可控核聚变的难度。军队为了研究新装备，一夜之间召集所有科研博士，并且命令所有人听从我指挥。当我把计划说出来时，博士却质疑我的方案。不是我不相信你的技术，而是微型核聚变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尤其是装在贴身机甲上，其散发出来的高温第一时间就能将人烤熟，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热核聚变的温度确实不是人类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我要搞的是冷核聚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里面的技术难度太大了，根本不是人类掌握的技术能搞出来的东西。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认同。难道我不是人？陆丰一句话瞬间给众人干清醒了。回忆着之前的工程，陆丰所掌握的技术还真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我已经将实验计划表分发给大家了，接下来你们只需要按照计划表执行就好了。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来找我。接下来各组进入了工作状态，而陆丰来到粒子对撞机操作台上，将所有的参数设置输入。下一秒，装置开始了自检模式。小陆，我们为什么还要研发新的金属？之前研发出来的变形金属不就挺好的吗？并不是这样，变形金属制作出来的坦克属于大型作战单位，在这种作战单位中，我们
最先要保证的是驾驶舱内的驾驶员的安全，所以对于变形金属的硬度要求很高。但换作单兵机甲战衣，这个要求就显然不太符合。我们必须考虑到士兵面临的各种情况，所以对材料的各方面要求会更高。变形金属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变形金属的各方面性能已经做到世界顶尖了。小鹿现在需要做出一个远超变形金属性能的金属，那得多强啊！嘿嘿，我已经开始好奇了，感觉我们会再次打破材料学的上限。丁，自检完成，装置运行正常，可以开始实验了。接着将一块10几米的变形金属放进了实验舱当中，下一秒对撞机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丁，当前坍缩等级为5级。神了，现在把坍缩等级提升到7级。丁，当前坍缩等级为7级。原本10几米的变形金属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压缩到了3米左右。太好了，实验成功了，足足缩小到了之前的1/5。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目标是1立方米。神老，把坍缩等级提升到9级。丁，当前坍缩等级已达到9级。丁，当前坍缩能效8000瓦。丁，当前坍缩能效1亿。此时，原本10几米见方的金属块，现在却只有一个箱子大小。真的被压缩到了1立方米。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对金属进行编译，需要使用极强的隧穿质子光束，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常规，成为超越普通金属的存在。接下来由我来操作吧。在陆峰的操作下，一道道质子光束不断地对这块金属进行隧穿，这个过程一共持续了5分钟。当质子合金锻造完成后，他们对新金属进行了检测。硬度不仅足足提升了10000倍，整个物质的分子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我根本看不懂，这已经是一种新的元素了。沈一年瞬间懵了，足以碾压所有物理学的超级金属元素，竟然就这么诞生了。回想起在来到军工部之前，自己苦苦研究多年却没有任何成果的实验研究，再看看陆峰的轻松写意，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打击。沈老，赶紧把材料送到隔壁的纳米核心构建实验室中去吧。与此同时，陆军司令部里，海军司令走了进来。他上次被大首长警告过后，就一直在想如何接近陆峰这位超级天才。现在刚刚结束完任务，他连办公室都没回，就直接来到了万志毅这边。老万，我记得帮你们改造军事装备的超级天才就在你们军区的军工部吧，帮我引荐一下。当然没问题，只是这段时间不行，我和老刘正打算去视察一下新的反应堆工程呢。这样吧，你先等着，等所有核聚变反应堆全部落成之后，我一定带你去见小陆同志。你放屁！之前陆峰和大首长约定的时间是5个月，现在距离核聚变全部落成，最少还要2个多月的时间。明明就是引荐一下子的事情，哪里需要这么多时间？邓金叶冷着脸，共事这么多年，他岂能不知道这俩人安得什么心思？有什么要求你俩就直说，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做到。但要求是你们必须马上带我去找你们说的那个超级天才。嘿嘿，我听说你那边珍藏了几坛女儿红，40多年份的，不如送我2坛。我要求比他少，1坛就够。邓金叶看着两人，直接气坏了。但一想到陆军和空军都有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自己的海军可是落后了一大步，只能不得不答应了。好了，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可以去带我见陆峰了吧？老邓，我得提醒你，我们只是答应带你去见陆峰，可不能保证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大首长的态度你也见到了，待会儿见到陆峰，就算他不答应你的要求，你的态度也一定要好，千万不能强迫陆峰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放心，我还记得呢。之前大首长说过，这种超级人才绝对不能留到外国去，想要让对方留在龙国，就必须满足他的各种要求，更不能强迫对方。毕竟这种超级天才，如果流出去的话，将会是整个龙国的损失。你这么急着见陆峰，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升级的装备？我打算升级航母。那你要升级航母的哪个方面？雷达、火力还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我要拜托这个超级天才升级的东西是一整艘航母。万志毅两个人瞬间懵了，毕竟航母和飞机、坦克不同，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可以说是军事能力的核心标杆了。一艘航母的作用，甚至可以比过许多常规部队。如今全世界的航母水平都在一个基准线上下，只要陆峰升级航母其中一部分功能，就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航母水准。但让他们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家伙居然这么贪心，要改造一整艘航母。你们之前的飞机和坦克我都看了，在小陆同志的改造下，你们这2件武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能全面升级，那为什么不搞个大的？我已经想了很久了，这次升级就搞航母。3位司令刚坐上飞机就被不明飞行物追踪，并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能够达到这个速度的东西，恐怕也就只有导弹了吧？难道我们被导弹追踪了？报告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我改变很多次航道了，可这2个不明飞行物都一直跟在身边，估计我们已经被锁定了。锁定功能加10马赫的极限速度，除了导弹，我想不出更合适的答案了。但问题是在我们龙国境内，为什么会有导弹？而且还是跟踪了我们海陆空3位司令的运输机，这简直就是想和我们龙国开战。整个龙国除了6代机之外，在南有飞行器可以达到这个速度，没想到居然有国家的导弹可以发射到我国境内。3位司令面色愈发严肃，看着雷达界面上正在快速接近的2个小红点，3人沉思片刻，实在是找不出可以达到这种速度的飞行器。目前我国可以达到这个飞行速度的飞行器，也就只有小陆同志发明的6代机了。但现在6代机已经被严格管控，如果起飞的话，肯定是要报备的。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是被追踪导弹给锁定了。
如果我们现在驾驶的是6代机，倒是可以利用速度优势将其甩开，但这只是一架再普通不过的运输机，速度甚至连1马赫都到不了。而那2枚导弹却是在以10马赫的速度飞行，短短300公里的距离，眨眼间就被缩短了1半还要多。再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命中。汇报现在的情况。报告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还在朝着我们快速接近，速度依旧保持在10马赫。按照剩下的距离来推算的话，估计要不了5分钟就能和我们正面撞上。以我的本事，最多能拖6分钟的时间。我建议3位首长立即采用逃生方案。现在运输机的速度不高，我们完全可以直接跳伞，然后逃离这里。目前只能这样了。3位首长，那2个不明飞行物的速度似乎慢下来了，应该是开始减速了。导弹是如何会减速的？这么说的话，不明飞行物可能不是导弹。不是导弹，可它又追踪，速度又快。之前之所以认定这东西为导弹，当然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太夸张，以及出乎预料的锁定能力。但你看这个轨迹图，这2个不明飞行物在距离我们只剩50公里的时候，竟然齐齐开始减速，而且它们的速度还是稳步递减的。如果换作这种规格的导弹，燃料一般情况下都相当充足，就算是不充足，也是骤然失去动力，而不是缓缓减速。按照他们这个减速的规律，对方应该不会直接撞上来，而是停在我们面前。停在运输机面前，难不成是想碰瓷？导弹和无人机这种东西，在不被人操控的情况下是绝对会歪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朝着我们快速飞过来的，其实是个飞行器。可军工部最近也没有新的飞行器产出，而且不像是军工部能产出的东西。就在这时，穿着机甲的陈一鸣和李安来到运输机附近。少将陈一鸣见过3位首长，特种部队大队长李安见过3位首长。一鸣、李安，是你们在说话吗？首长，确实是我们。你们的声音是怎么传过来的？还有机舱外面的2个金属人形机器，不会就是你们搞的鬼吧？首长猜的没错，外面的2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李安，我们身上穿着的是陆丰最新研究出来的单兵作战机甲。就在刚刚，我们正在测试机甲性能的时候，雷达检测到了您几位的军机朝着这边飞来，所以小陆同志就让我们过来给您打个招呼。现在我和您对话，是因为刚刚作战机甲的智能系统通知我们可以尝试破解军机的通讯系统，用这种方式和您几位打招呼。老刘，刚才雷达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2个东西的飞行速度是多少？好像是10马赫。飞的善兵作战机甲，而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这可是10倍音速啊！当今世界除了我们龙国仅有的6代机之外，所有战斗机都达到不了的速度。不仅如此，对方的雷达功能在300公里之外就检测到了军机的存在，并且还破译了通讯系统。嘿嘿，加快速度，抓紧抵达军区！你们也抓紧回军区，一回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善兵作战机甲，竟然能这么厉害！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南部战区。这样一套一体制成的机甲，你们是怎么穿戴上的？总不能是以人为模型，直接制作在2人身上的吧？陈一鸣2人伸手在胸口的能量核心上点了2下，下一秒机甲全部钻进了能量核心里面。什么情况？刚才的金属机甲怎么不见了？你们胸口闪蓝光的是啥？刚刚你们点1下机甲就消失不见了。这是机甲的能量核心，按照陆丰的说法，这个能量核心采用的是核聚变技术，里面有源源不断的能源，而我们刚才身上的金属机甲采用的则是纳米技术。纳米科技、冷核聚变，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技术吗？这2个技术竟然还用在了同一款产品上。老万，这是你们陆军的新武器？你没看到他们刚才是怎么飞的吗？这肯定是我们空军的新武器啊！这是在我们南方战区发明的，而且名字叫做单兵作战机甲，关你们空军什么事？你们开的是飞机。2个身份极高的司令为了这个机甲丝毫不顾及形象，直接争吵起来。算了，不跟你说，归属哪个部队，咱们去问小陆同志，看看他怎么说。哼，去就去，说的好像怕你一样。老万，不对，万哥，一会你可得帮我好好说服陆丰，一定要让他帮我们改造武器。只要这件事办成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哈哈，我可决定不了什么，但你要记住，哪怕陆丰拒绝了你，你也不能有什么过激的举动，否则别说我，就连大首长都饶不了你。我明白，我明白。邓金叶点头如捣蒜，紧张的掌心都渗出汗水。我都多少年没有这么紧张了，上一次这么紧张，好像还是在我是个小团长却被大首长亲自接见的时候。士兵在站岗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眼前不仅聚集着几位国士，就连难得一见的海陆空3位司令也在。他们对着少年露出从来没见过的笑容。小陆同志，这位是海军司令，听说我们陆军的坦克和空军的飞机都是由你改造的，所以特地过来见见你。这么久不见，没想到你又搞出这么大动静来啊！刚刚我们在军机上看到一鸣和李安的样子，可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在拍什么科幻电影呢。结果一问，原来他们穿的是你最新研究的外骨骼机甲。没错，在这之前我们还没听说过单兵机甲能有这种效果的，不仅能飞，速度还远超普通战斗机，甚至还轻松破解了军机的通讯系统，也多亏这是你发明的。如果是其他国家的机甲，我们几个今天说不定就凶多吉少了。
小鹿，你怎么突然就开始搞单兵作战机甲了？军工部研究出来的外骨骼机甲太差，我接受不了那么差劲的玩意。但凡它先进一点，我也不会在这搞机甲了。万司令，之前的机甲我感觉不太满意，所以又改进了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步骤，不如我先去将它激活了。之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详谈。陆枫已经感觉出来，这3位司令过来找自己肯定是有事情的，但对方没有直接说出来，那就说明这件事情或许不是很急。既然不急，那自己不如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当然可以，正好也让我们见识一下你新研制出来的机甲。陆枫来到操作台，上门放着一个淡蓝色发光的装置。这蓝色的东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万志一抬头看了看陈一鸣胸口还在发光的蓝色装置，这2个东西好像一模一样。一鸣，你之前说这东西是什么来着？这是纳米机甲的能源核心，采用了冷核聚变技术的。此刻能源核心就像一个玩具一样，被陆枫随意抓在手里。小鹿同志，你就这么抓着，能源核心真的不会出现意外吗？要不咱稳妥一点，这东西要是出点意外，咱们整个军区都要没了。不用，这东西安全的很，没有这么娇贵。他将手里的能源核心抛起再接住，这一动作直接给万志毅3人看傻了。在他们眼里，陆枫捏着的哪里是什么能源核心，简直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微型氢弹了。丁，能源已经接入，湮灭者激活成功。而陆枫返回操作台上，双手开始快速敲打，一行行编译代码被不断写出。丁，管理权限已开启，该战甲已接入当前所有军事武器。不好了，司令，我们陆军所有的电磁坦克、机甲坦克忽然同时启动了，明明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进行任何操作。刚刚空军基地打来电话，所有6代机毫无征兆的启动了，不过也只是启动，并没有起飞。2位司令不要紧张，这其实是我所设计的一个功能，不光是坦克和飞机，就连这所实验室以及经我改造过的所有实验场地，此刻都被控制了。而控制这些东西的，就是我刚刚激活的机甲。小鹿，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功能？为了将所有顶尖军工武器统一管理。2位司令也知道，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每过一战局的走向都会随之瞬息万变。而我设计这个功能，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倘若突发事件发生，我们就不需要在人员调动上浪费太多时间，只需要穿上这一台机甲，就能同时操控所有军工武器，甚至还能操控军工部的实验室，让其立刻开始准备武器供应。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这台机甲的定位并不是想要创造一名可以飞天遁地的特种兵，而是可以指挥万军的将领。那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掌握这台纳米机甲，就相当于掌握了千军万马？确实是这样。除此之外，这个功能还有一个附加作用，就是方便后续的管理。最主要的是，这个功能还是可以随时启停的。和平时期这个功能基本发挥不到作用，但到了战争时期，这个功能就绝对是一个大杀器。上百台战斗机以及近1000辆坦克同时组成空地大军，在同一个人的指挥下紧密配合。而与此同时，军工部也能在第一时间响应调动，每生产出1架飞机，空地大军就能再添一份战力。我了个乖乖！按照这个说法，世界战争的格局都会因此发生改变。万志毅彻底震惊了，同时他们也对这台机甲产生了浓重的好奇心。嘿嘿，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亲自试试这台湮灭者机甲了。3位司令，这次性能测试我打算自己上。所有人都愣住，以前负责测试的不是陈一鸣，就是林正清。陆枫从来没有上场过，而这次他却要亲自测试。但既然陆枫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得配合。行，那你说你要测试什么项目，需要什么样的场地？我现在就派人帮你准备。我要测试的是海陆空3栖全天候作战以及极端暴力环境测试。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怎么这么喜欢吹牛呢？他并不是不相信陆枫，而是身为陆军司令的他知道这些测试究竟有多困难。海陆空3栖就是要让这项武器在这3种截然不同的作战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小陆，其实没有必要进行这样严酷的测试。你这台机甲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哪怕测试出它还存在弱项，也依旧改变不了它在外骨骼技术领域中的地位。我既然能说出这2项测试，那就说明它绝对能通过。那好吧，我帮你找个人，然后你来培训他如何使用这台机甲。等培训通过了，我们的测试就立刻开始。不必了，这样太浪费时间，我亲自来吧。不行，绝对不行！损失1台纳米机甲固然可惜，但如果你也跟着机甲出现了意外，那对于整个华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甚至原本正在高速发展的科技都会因此停滞。你是我哥，咱别闹了。我的航母还没开始升级改装，甚至还没有开始立项。如果你出现意外的话，那空军有6代机，陆军有机甲坦克，我们海军可还什么都没有啊！小陆同志，不如这次测试就让我来吧。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使用守卫剑锋1号了，上手这台湮灭者也会很轻松。这次测试由我来担任吧。绝对不行，还是我来吧。我接触纳米机甲的时间比你早，操作肯定比你熟练。2人顿时争抢起来，一是为了率先体验这台号称湮灭者的机甲，二来也是为了保护陆枫的安全。算了，你们就别掺和了，这次测试我亲自上。为了测试军队装备，我不仅把机甲开到3万米的高度，更是让其自由掉下来。
3万米的高空，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飞机可以实现了，但陆风开的可是一台单兵作战机甲呀，这东西能飞到3万米高空。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穿上你们的机甲，跟着小鹿飞上去。如果出了意外，一定要保证小鹿的人身安全。陈一鸣和李安在能量核心上面点了2下，纳米金属瞬间将2人的身形包裹起来。接着2台纳米机甲也同时升空，可陆风起飞的时间比他们早，而且机甲的性能也超过他们身上的守护天使，速度跟不上就意味着，如果陆风真的出现了意外的话，他们想要保护陆风，所要面临的困难也就更为明显。不光是他们，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背后渗出冷汗。丁，湮灭者当前高度为海拔12000的高空。丁，湮灭者当前高度为海拔3万米的高空。随着系统声音结束，陆风也安全来到3万米的高度。还好没出事情，不然的话，陈一鸣他们或许还真帮不上什么忙。接下来测试机甲的防御能力，测试内容为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听到陆风的话，原本放下心来的众人顿时不淡定了。陆风准备的机甲防御测试，竟然是玩自由落体，而且还是从3万米的高空自由落体。别说人了，就算是河马从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也得变成河马将。你就穿着一套薄薄的纳米机甲，也敢这么做？他一时间反应不过来，陆风究竟是对自己设计的机甲自信，还是对3万米没有概念？老万，怎么这个超级天才这么喜欢作死啊？我一进来就看到陆风随手抓起一个能顷刻间毁灭整个军区的能量核心，再然后是提出各种艰难的测试，最后这些测试他还要亲自上。邓金叶顿时有点麻了，他过来是为了谈航母改造升级项目，结果他还没开始聊，陆风便穿着机甲开始疯狂作死。一鸣、李安，快去劝一下小鹿同志，实在不行就直接把他绑回来，不能再让他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首长，并不是我们不拦着，因为完全拦不住啊！不光拦不住，他还劝我们跟他一样去进行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来测试机甲强度。首长，我们已经劝不住了，要不你试试吧？放心，3万米高空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这3台机甲内部都有我自己研发的系统，势能吸收率高达100%。不可能，这根本违反了物理学，不可能做到100%，这太夸张。别说90%，就算是99.9%，剩下的那一点力量作用在使用者身上，使用者也活不了。主要还是高度太高了，3万米自由落体简直闻所未闻。丁，你已到达目标地点，所有功能已关闭，开始自由落体。下一秒，湮灭者机甲喷吐的火焰顿时消失，就好像突然没油了一样，开始直直的朝着地面砸了过去。而见到陆风的行为都这么干脆，一旁的陈一鸣和李安同时关闭动力模组，开始自由落体。陆风之所以有信心关闭引擎，在设计时考虑到现实不是游戏，敌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不会先提示，所以他将这套机甲的动能吸收缓冲效果直接设置成了被动效果，只要穿着这台机甲就可以吸收来自任何角度的伤害。地上瞬间被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深坑。报告首长，我们已经找到了陆公和陈长官他们坠落的地点。马上准备车辆，同时安排医护人员准备就绪。不用了，我没有什么事，现在防御测试通过。这可是从3万米的高空自由坠落下来，其中蕴含的能量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哪怕砸在一台飞机上，也该把飞机砸穿了。可这股强大的动能落在3人身上，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小鹿同志之前说他的外骨骼机甲的势能吸收率高达100%，也就是说，刚才他们3人从高空中坠落下来的强大势能，全部都被他们身上的外骨骼机甲吸收了。这其中蕴含的势能已经完全不亚于炸弹贴脸爆炸了，可这股势能竟然被他们身上的外骨骼机甲全部吸收了，离谱，离了个大谱。小鹿，既然测试通过，那你就回来吧。这么大的动作，机甲也应该检修一下，再进行接下来的测试。不用检修，因为机甲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怎么可能？剧烈撞击之后，能量核心不应该检修一下吗？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那就是氢弹爆炸呀！我已经把这台机甲现在的数据情况发送过去了，李老那里应该有这台机甲的标准数据，你们可以对照着看一下。这是之前还在做纳米项目时，小鹿同志教给我的，但那时候我根本看不懂，所以就搁到了现在。众人将2项数据比对了一下，发现这台机甲和刚出炉的时候几乎没有差距，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离谱，太离谱了。接下来是第3项海洋测试，他们要去哪查一下？他们接下来可能要去的是马里亚纳海沟。能做出从3万米的高空垂直降落，只为了测试机甲性能这件事的人，转而去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海洋测试，似乎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问题是，为什么每一项测试都要选择这么危险的场地啊？可能小鹿同志是为了测试出这台机甲的极限性能吧。就像之前测试电磁坦克的火力覆盖范围的时候，他也是在极限射程范围之外进行测试的，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纳米外骨骼机甲，而且还是穿在他身上的那种，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危险。
你们确定小鹿同志要去的是马里亚纳海沟？这可是当前蓝星已知的最深的海沟啊，其深度高达1万米，哪怕将世界最高的珠峰塞进去，也会被全部淹没。以现在蓝星所有的顶尖科技水平，也从来没有国家成功抵达过这片海沟的海底。能不能叫他们回来？这次测试的危险程度，可能比从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的危险性还要大。他做出来的决定，没人能劝得动。我们还是祈祷这套盔甲真的能够抗住上万米深的海底压强吧。万志毅颇为无奈，身为陆军总司令，一般他开口谁都得给3分薄面，也就是陆丰谁的面子不给，完全心意行事。最主要的是，他的身份还得到了大首长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20多岁看起来还没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和自己已经是平级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军队为了测试最新装备，不仅在3万米高空自由落体，甚至硬扛压强下潜到海洋最深处。接下来进行海洋测试，下潜到最深处，目标海平面1万米以下。刚刚小鹿同志说，这次的目标是潜入马里亚纳海沟，而且深度是1万米以下。那可是马里亚纳海沟啊，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极低的温度，无比黑暗的环境，外加上夸张到无法测量的压强，就连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核潜艇都不能够潜入海底。陆丰他们穿着并非海底专用的外骨骼机甲，究竟是怎么敢把目标定到这么大的？万司令，如果小鹿同志他们在海底出现什么意外，那可就真的完了。万司令，快想办法将小鹿同志他们拦截下来吧！再这样下去的话，迟早要出事情了。此刻的万志毅也明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扭头看向身旁的邓金义。放心，我这就通知部署在周围的海军，立刻对他们实行拦截。现在在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有3个来自南方战区军工部的科研人员正在尝试入海。通知周围巡逻的海军，立刻对他们实行拦截。切记，语气一定要柔和，千万不能惹对方生气。在他命令下达的瞬间，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周围的舰队立刻开始行动，朝着陆丰的位置火力全开。按照这个速度，估计要不了2分钟就能抵达。看着正在快速移动的红点，邓金叶松了口气，眼神中浮现出些许骄傲。这种情况还是得靠我啊！司令不好了，陆丰他们已经冲进海中了。此刻大屏幕上的画面已经发生变换，只见陆丰3人此刻已经进入海中，而且他们掌心和脚底的火焰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更加旺盛。推动模组正在全速运转，推动模组在进入海洋当中竟然还能运转。最主要的是，陆丰3人竟然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那可是海底啊，每多深入一些，压强就会呈现出几何倍上涨的地方。就算是龙国最先进的潜艇，在潜水的时候也都是小心翼翼。陆丰只是穿着外骨骼机甲，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吗？此时，所有人就像被卡住了脖子，整个实验室的气氛一时间陷入死寂。而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邓金叶也愣住了。既然已经进入海洋，那被召集过来的舰船，岂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了？这也太果断了。别太紧张，马里亚纳海沟附近还有我们的潜艇，现在那些潜艇也在朝着陆丰他们的方位靠近，肯定能在危险发生之前拦住他们的。潜艇大概在海平面以下6000米左右的位置，随着下潜，陆丰等人的速度肯定会越来越慢，而全速前进的潜艇一定能提前到达预定位置拦截住他们。当然，如果拦截不住更好，那就意味着在抵达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位置之前，陆丰等人就知难而退了。能够拦住就好，这下多亏了邓司令，不然就真的完了。当前潜水深度为1000米，这才过了多久就潜了1000米了？当前潜水深度为2000米，2、3秒的时间又是1000米。当前潜水深度为8000米，当前潜水深度为1万米，已抵达目的地，总耗时35秒。35秒1万米。换算下来，每秒就能下潜将近300米，也就是时速1000多公里。目前蓝星下潜速度最快的潜艇也才77公里，一个外航设备把内航暴打的太夸张了。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抗住了海底1万米的海洋。按照公式计算，海底1万米的压强最少也在101兆帕以上，而我们生活中的空气压强也才只有101千帕，足足1000倍的差距。一头成年大象的体重在3到5吨重，而陆丰他们潜入到1万米之下的感受，大概就和2000多头大象踩在身上一样。那这么说，陆丰他们身上的纳米机甲的坚硬程度可以扛起6000吨到1万吨的重量，这也太离谱了吧！不光是这样，你再看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屏幕上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到陆丰他们的身影，但屏幕角落却是实时显示着他们周围的环境数据。怎么回事？这温度感应器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怎么上涨的这么快？300多度，这是开水吧？温度之所以上升的如此之快，是因为陆丰他们正在海底高速移动。因为在海底1万米的地方，有的几乎和地热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地壳。当温度高了的时候，就说明他们所在的位置几乎和站在火山口没什么区别。但我好奇的是，他们测试完潜水模式，为什么还要在海底逗留？打开纳米探测仪，开启照明功能，开始探测方圆10里范围，探测目标类型为矿物，探测元素氦3。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小鹿同志说的应该是探测元素氦三。他怎么知道海底会有这种元素的？海底1万米，在这之前根本没有人深入到这种地方，所以说这里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未知的。可陆风怎么这么熟练？甚至我感觉他之所以下潜到海底，就是为了探测元素。海底怎么可能会有氦三？这种元素存在最多的地方不应该是月球吗？老李有没有办法联系上陆风？我有些话想要问他。其实我也不知道陆风有没有设置通讯系统，毕竟他现在在海底1万米的地方，就连屏幕上还能接收到他的信号，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上万米的深度，按理来说信号应该已经被阻隔了，但现在大屏幕却没有任何信号中断的征兆，甚至连画面都清晰无比。不用尝试联系我了，我们的联系一直畅通着，我可以听到你们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海底有没有存在氦三这种元素，只是既然已经来到了海底测试机甲性能，不如顺带着探测一下。如今机甲的能量核心所用原料就是氦三元素，这种元素在蓝星极为匮乏。既然海水中含有氦三，那海底是不是也拥有这种元素呢？尤其是人类目前还无法探索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没准真的会有惊喜发现。326号探测器检测到目标元素。379号探测器检测到目标元素。智能系统的声音接连不断，每响起一次，实验室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兴奋一分。这么多探测器探测到目标元素，那岂不是说明真的如陆风所说，海底存在大量氦三元素？没想到氦三元素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找到了，看来咱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吧？什么运气好？你没听到刚才智能系统播报的探测器编号？陆风最少放出了700个探测器，一台纳米机甲究竟是如何携带这么多探测器的？我身上的纳米粒子通过不同种类的排列方式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出不同的元素。所谓的探测器，其实就是这套外骨骼机甲中的部分粒子组合出来的产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才小鹿同志是释放出了一大片类似于浮游生物的东西，那就是探测器。应该是没错了。如果不是探照灯将海底照亮的如同白昼，还真看不到那些纳米探测器。这么做不会导致机身需要的纳米粒子不够用吗？听起来很危险啊。士兵难得一见的3位司令，此刻却全部聚集在一起，他们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生怕下一秒出现意外。而屏幕里的机甲是他们刚研发的装备，此刻正在探索1万米下的海底。探测器已经发现了氦三元素，我们准备过去看一下情况。如果真的能搜集到氦三元素，那我们国家当前的窘境就可以完美解决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这些元素的含量，只要超过1吨，就可以被搭配正在实行的全国核聚变计划，为整个龙国带来最清洁、最廉价的能源。这可比从海边运输海水要划算的多了。此时陆风3人一边扫描周围的矿物资源，一边往前面推进，高达上百兆帕的压强，此刻在3人面前就好像完全不存在一样。而看着陆风3人这么悠闲，实验室的众人脸色逐渐精彩起来。这也太恐怖了，还真是吸收100%势能啊，感觉完全不符合物理学啊。跟着小鹿同志做了这么久的实验，不符合物理学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呢，习惯就好了。话倒是这么个理，但我感觉他们能不被海底的压强压扁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受到。如果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我甚至会以为他们现在是在拍科幻电影。在陆风面前，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生出了一股无力感。他们苦苦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物理，就好像白学了一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陆风身边打下手，或者像现在一样喊666。此刻陆风3人正在快速前进，完全不像是在承受着上百兆压强一样。早知道我也争取一下纳米机甲的测试资格，我还没去过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呢。别说你了，整个世界都没人能够潜入过，更别说还是以这种方式在海底行走。陈一鸣他们不懂技术啊，如果再有这种情况，我肯定得抢一下测试资格。那下次小鹿同志搞出军事武器呢，你是不是还要扛2炮来测试一下性能？虽然我已经60岁了，但如果让我穿着这台纳米机甲在海底行走，就算是死我也愿意。看着紧紧跟在陆风身后的陈一鸣和李安2人，几位博士别提多羡慕了。要说对这个机甲的认识，陈一鸣他们肯定不如在场的博士，可测试资格却偏偏落在了他们手中。检测到远处海底正在发生板块运动。嘿嘿，活了这么久，我只在书本上见过所谓的板块运动，真正的还从来没见过呢。你们见过真正的板块运动吗？板块运动完全是毁灭性的灾难，每出现一次就会伴随着大量人类死亡。我要是见过，现在估计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正巧前面不远处在发生板块运动，我们要不去看看？小鹿同志，万万不可啊！那可是板块运动，而且还是发生在海底，太危险了。板块运动，海洋也会随之产生波动，在那些海浪面前，军方的重舰都难以保持平衡。你们现在只是穿着外骨骼机甲，所处的位置更是海底1万米，这个地方出现板块运动，
所带来的影响必定会带动你周围的海水，威力比在陆地上要危险不知道多少倍，千万不要以身试险啊！马里亚纳海沟的海底是位于海平面1万米以下，也可以说你们现在出现地壳以下10公里的位置，再往下，你们就可能遇到地热系统，到时候熔浆喷发，可不是开玩笑的。海底火山喷发威力可是不容小觑。就算是没有被炽烈的熔岩正面击中，光是被其束缚住，在海底1万米的位置也是相当致命的，更别说板块运动。马里亚纳海沟周围的裂壁也会受到影响，到时候陨石砸落，被掩埋在海底，想要救援都没有办法。所有人都紧张坏了，他们不希望陆丰在海底出现任何意外。此刻的陆丰就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静静看着李安和陈一鸣二人。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过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离远一点。而且以这套机甲在水中的速度，灾难应该追不上我们。既然你们都没什么意见，那我们即刻出发。下一秒，陆丰忽然缓缓漂浮起来，能量推动模组开始运转，火焰喷射而出，不断将周围的海水煮沸。三人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原地。陈一鸣和李安参加这次测试，除了因为自己想开机甲的缘故之外，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保护陆丰。很快，三人就来到预测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可周围怎么一点关于板块运动的景象都没有？难道是来早了？而实验室的众人在看到这幅场景之后，却没有什么欣喜，反而一个个的皱起眉头。我怎么感觉接下来会有意外发生？如果这片板块真的会出现运动，那可就不好了。按照以往的规律，板块运动的准备时间越长，最后带来的灾难便会越恐怖。几位司令，能不能让小陆同志他们快走？我感觉他们接下来会有危险了。是啊，得赶紧把小陆同志召集回来，不然等危险出现之后，一切都晚了。警告：驾驶员当前所处位置的板块正在运动，即将发生碰撞。真的要地震了吗？他们的运气竟然这么差。身为海军司令，对于海底地震的恐怖他可是相当清楚。板块碰撞引发海底地震，还会引发地震海啸，届时巨浪足有几十米高，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横跨整个海洋，这还是地震所引发出来的效果。现在陆丰他们正在地震海啸即将引发的正中心，危险程度还要翻上几倍。完了完了，陆丰、一鸣，你们抓紧离开！如果是真的地震海啸，那你们就有危险了。可话音刚落，屏幕里的画面开始剧烈变动，原本还算平坦的海底，顿时隆起一个将近100米的山峰。那些鱼类此刻也慌得到处乱跑，时不时就会有巨石砸下，将这些鱼类砸成肉酱，看得众人一时间脸色发白，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呼吸都下意识停止。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陆丰，快跑，快点远离这里！不用担心，都是小问题。启动核聚变打击。下一秒，一道恐怖的光束直接从陆丰的胸口爆射而出，岩石被光束击中后瞬间消失不见。这哪里是外骨骼机甲，这简直就是一台行走的核武啊！他给机甲装上了可控核聚变，只用30秒就到达了海底1万米，而威力更是众所周知，真理只在大炮射程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能量核心可以装在我们的坦克上，那岂不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万智一已经想象出，到时候坦克开上战场，叱咤八方的样子。待会儿一定要好好问问小陆同志，如果能把这个核武器加在坦克上，花多少钱都可以。一旁的刘国梁此刻也是同样的想法，而最为激动的还得是邓金业。本来我还觉得，哪怕陆丰是超级天才，但改造一整辆航母可能会有点困难。但现在简直太轻松了，起码也要用核动力，还有航母上的大炮，要不要装上这样的武器？那到时候我们的航母岂不是可以称霸整艘海域了？等完成这次测试，一定要和小陆同志商量一下接下来的改造事宜，不能再拖下去了。丁，探测器已完成检测，正在汇总当前区域的氦3矿物元素储量。丁，计算完成，当前区域氦3矿物储量总和为5000万吨。整个蓝星地面所储备的氦3元素全部加在一起，才不过500千个，而陆丰竟然在海底检测出了5000万吨氦3元素矿物，足足是地面储量的1亿倍啊！月球上的氦3储量也就只有26万吨，而26万吨如果全用于核聚变的话，可以满足全世界2600年的能源。我们国家还在研究如何能够从月球运输氦3元素回来，但现在我们却发现了新的氦3储量，而且是月球的将近200倍，足够整个世界用50万年。50万年，我们的科技到时候都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了。你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点，这还是指当前区域的元素储量。如果放眼整个蓝星的海底呢？嘿嘿，这都多亏了小陆同志啊！没有他前往深海，这个宝藏我们可能再过多久也无法发现。不过大家不要过于激动，这件事对于我国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这条消息万万不能传出去，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关乎到祖国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上万年的发展，绝对不能放松任何警惕。一向态度温和的万智一，此刻脸色无比严肃。丁，据定位检测，蕴含氦3的矿物位置并不浮在海床，而是在位于海底6382米之下的位置。
这一下白高兴一场，哪怕浅一点也好啊！居然有足足6000米。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刚才众人有多么兴奋，现在就有多么垂头丧气。陆丰，换一片海域吧，深度低一点的或许还能够实现。不要紧张，埋藏深度高这是件好事。虽然以往我们开采的难度不高，但其中的杂质也相当的多。深埋的矿物就不一样了，在这种环境下的矿物杂质更少，纯度更高。这就意味着我们运输一次，相当于在其他环境下运输好几次，时间最少能节约1倍。埋藏深度越高，开采难度也就越大。在这种环境下，开采活动都无法开启，考虑运输成本还有什么用？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开采为什么要担心这个？这不都是小问题吗？小陆同志什么意思？难道你有了开采的办法？开采矿物的东西早就造出来了，而且都实现量产了。我之前研发的那一批机甲坦克，不就是开采矿物的吗？陆丰十分无奈，他总感觉这群人好像怎么带都带不飞一样，明晃晃的开采装备在那摆着，却因为这点小事发愁。坦克还能入水，这不应该是在陆地的武器吗？怎么还能下水？看那机甲的样子，也不像是防水的样子啊。喂，小王啊，你抓紧去我办公室，办公桌左边的抽屉里有一份文档，是关于坦克机甲使用的说明书，抓紧时间给我送过来。之前机甲坦克正式交接之后，万志毅直接将说明书丢在了一旁。在他看来，这坦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变身机甲，除此之外都只是陪衬。这辆坦克居然还有这么多功能！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万志毅突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这么多功能，而他们只用了变身和电磁炮这两个，这种感觉就好像买了一款最新的智能手机，但你却只拿它来接打电话，真的是血亏啊！老万，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说关于潜水的功能？机甲在开启潜水功能的时候，会主动将机密性调整到最高。另外，遍布机甲各个位置的装置还可以将海水分解，将氧气部分传送回舱室里。除此之外，坦克内部的意识功能也能保证驾驶员观测海底的情况。潜水深度保险估计在3万米以上。很难想象，这样一台装置竟然是以坦克的形式出世的，更是第一次听说坦克可以入海，甚至还能在1万米以下挖矿，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按照说明书来看，用坦克机甲来开采矿物应该可以实现了。嘿嘿，深入海底这种工作原本应该是海军的，反正怎么说也轮不到我们陆军头上。但想要开采矿物，还是得靠着我们陆军的坦克机甲。这下3军当中谁的实力最强？不用多说了吧。老万，像这样的坦克机甲，你们向小陆同志订购了多少？没多少，也就只有几百辆吧。我记得军事竞赛的时候，你们不是只有1辆吗？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后来我们找小陆同志订购了一批，可惜只有几百台。你们背着我联系陆丰这个超级天才也就算了，怎么连我们海军的活都盯上了？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老万，你们这坦克机甲既然可以在海底作业，那这装备就应该分给我们海军一部分。但这东西毕竟是你们和小陆同志交接的，所以我也不多要，80辆。你们订单花了多少钱？我按照原价给你。哼，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装备，而且名字也是叫做坦克，凭什么要分？而且你要1台2台还有的商量，张口80辆，真当这东西是大白菜啊？不可能！你别想从我手里掏走1辆坦克机甲，想都别想。老邓都这么说了，我没记错的话，您的坦克机甲还是会飞的。既然你要分给海军一部分，总不能不给我们空军吧？我要的不多，60辆就行。哼，你们想都别想。再说老刘也没见你要分几台6代机给我们，现在张口管我要坦克机甲，你好意思吗？嘿，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坦克机甲无论是谁的，作用都是保家卫国，所以你也别那么小气。好东西都是要一起分享的嘛。3位司令放着先进潜艇不用，却派坦克和飞机去海底挖矿石头。刘司令，接下来需要你们空军利用6代机将坦克机甲牵引过来，到时候我们的深海挖矿项目就可以正式启动了。老万，让你们的机甲坦克开到广场上，我现在就让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将6代机开过来。6代机一到场，计划立刻开始。没问题。那我们海军呢？这可是在我们海军的地盘，如果深海开矿的事情我们海军都参与不上，岂不是显得我们太没用了？邓金业刚说完，就来到大屏幕前，对着麦克风和陆丰讲道：小陆同志你好，我是邓金业，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海军帮忙的？一定全力配合。开采矿物只需要空军和陆军就可以了，能够抗住海底1万米超高压强的只有陆军的机甲坦克。虽然航母可以把坦克从陆地运到大海上来，但和6代机相比，速度可就慢了太多了。让海军的舰船离远一些，体量轻的有可能会被坦克入水的海浪掀翻。邓金业顿时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刺痛，这哪里是在吩咐他事情去做，而是让他们海军躲得远远的。明明是在他们海军的地盘作业，可谁能想到海军不仅帮不上忙，反而因为自身安全要赶紧撤离。坦克变身之前就像是一个钢铁堡垒，变身之后更是足足有10几米高，这样的庞然大物砸进海里，还真不一定是你们海军的舰船能够抵抗得住的。那我现在就让附近的舰船帮忙远离。他转身还没走出2步，陆丰的声音再次响起：等这次测试结束之后，我会酌情帮海军提升一下装备的。小陆同志，等这次测试结束，矿物开采完毕之后，我再把构想转告给你。邓金业快步走出了实验室，有了武器改造升级的希望。他现在整个人
人都激动的不行。喂，是海军基地吗？让马里亚纳海沟附近巡航的舰船和潜艇抓紧时间远离，就说是我的命令。而与此同时，王立安坐在自己的办公位上，看着面前的档案，却提不起一点干劲。也不知道小陆同志的星机甲测试结果怎么样了？那可是纳米合金机甲，听说还用了核聚变当作能源，得多强啊！可惜脱不开身啊。万司令，您刚刚说调集全部坦克机甲，然后把它们运到太平洋上，这是要填海吗？没错，就是要将机甲坦克运到太平洋上。你先调集所有机甲坦克以及驾驶人，将其全部开到广场上面。时间紧，任务重，立即去安排。把坦克机甲运输到太平洋上，这是要干什么？即便心中有万般不解，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王立安快速拨通电话：“喂，是坦克大队吗？我是王立安，现在让你们的人抓紧把所有机甲坦克开到广场上，而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超出你们的理解，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都是万司令下达的指令。”不行，得去指挥室出动上100辆机甲坦克和6代机，这已经和战斗的规模没什么两样了。当他抵达指挥室时，就见3位司令已然在里面。见过3位首长，不用这么紧张，交代你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吗？所有坦克机甲正在朝着广场聚集，很快就能到场。万志毅点了点头，坦克机甲都在军区内，况且那还是时速能够到达400公里的坦克，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老刘，你们那边的6代机什么情况？多久能到场？命令已经下达了，因为6代机起飞的时候并不需要跑道，所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现在应该全速朝着这边飞过来，以6代机那夸张的速度，估计用不了几分钟就能抵达了。万志毅点了点头，6代机的速度他可是亲眼见过，高达30马赫，极限速度甚至能甩开赤盾导弹。哼，真就不带我们海军完备。等陆丰给我们造出新的航母来，就轮我孤立你们2个了。此时广场上停放着整齐的机甲坦克，而看着这些整齐的钢铁堡垒，邓金叶羡慕的眼睛都红了。而与此同时，300台6代机同时从空军基地起飞，没有丝毫绕弯，笔直的朝着南方军区飞去。你们快看，那不是咱们国家刚刚研发出来的6代机吗？虽然之前在军事竞赛上见过，但这种东西对于国家来说，不应该是一种大杀器吗？怎么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究竟是什么情况？竟然出动了这么多6代机？难道是有什么任务要执行？笑死！什么任务需要这么多6代机？难道是歼灭哥斯拉？该不会要打仗了吧？有可能。难道是3赛季要开始了？既然都到场了，那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前往太平洋海域，目标马里亚纳海沟。下一秒，6代机喷射出绳索，缠绕在巨型机甲的关节处。为了保证效率，每台坦克机甲由3架6代机负责牵引，300架6代机，上百辆机甲坦克排成规整无比的阵型，纷纷朝着太平洋海域飞去。万司令，咱们怎么忽然有这么大的动作？这究竟是要做什么？是不是有战争要开启了？别这么紧张，如果真是战争的话，咱们可就不止派出这么点装备了。万志毅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好了，这里的指挥任务暂时交到你手上。关于这项消息，我还要向大首长汇报。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而与此同时，大首长正看着当前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部署情况。速度真快呀！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华夏大半的版图就已经部署上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华夏的人民就都可以用上反应堆提供的能量了。到时候能源问题就再也不是其他国家扼住我们脖子的手段了。小王，什么事？首长，陆军的万司令打过来电话，说是有紧急事情汇报。把电话接过来吧。明白。接着万志毅的电话就被转接了过来。志毅啊，这么急着打电话过来，是工程上出了什么问题吗？你去问一下陆丰，问问需要什么补救方案，必须全力支持。可控核聚变反应堆计划刻不容缓，知道吗？首长，可控核聚变反应堆计划还在稳定进行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打电话过来是为了汇报另一件事。万志毅将自己参观陆丰的机甲测试的事情说了一遍。陆丰刚刚研制出来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就琢磨将核能装在单兵机甲上了，而且还成功了。首长，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是我这辈子以来见过最科幻的武器，它的效果也很夸张。我这里有视频，马上给您发过去。你等一下。大首长先将手机放下，接着看向勤务兵。这样，你去把我那几个参谋叫过来，就说有紧急事件。龙国派战斗机去海底挖矿时，西方霸国却以为要攻打他们，连忙开启导弹防护模式，马上开启自卫反击模式。只要龙国敢动手，就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长官，龙国派出来的部队太强力了，如果真的正面发生碰撞，估计我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整个基地就都被他们给摧毁了。你什么意思？我们在太平洋基地配备的武器可都是最先进的，怎么可能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难不成龙国出动核武了？如果是核武，那龙国就率先违反了国际条例。龙国出动了数百架6代机和电子坦克，这的确不是核武，但比核武都要可怕啊。
他们搞这么大阵仗究竟要干什么？难不成是真的想要和鹰将清算？不可能，不可能，龙国绝对没有这个胆子。他疯狂安慰着自己，龙国一旦入境，那就是为所欲为。毕竟距离军事竞赛过去这么久，他们都还没有研究出反制这2种军事武器的方法。不行，这件事必须得上报。虽然他是鹰将国防部的部长，在整个国家已经算是权力最高的一批人了，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稍有不慎就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他很快就来到了总统办公室。长官，不好了！监视基地刚刚传来消息，说华夏集结了大批量的军事武器，正在通过飞行的方式朝着他们快速接近，而且大有开战之势。你这件事情可是调查清楚了。我告诉你，如果这只是你的主观猜想，之后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可都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长官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和平了？以前不都是抓住华夏不放，然后在国际上严厉谴责，最后趁机索赔吗？怎么这次？要不和太平洋的监测基地连线，先看看第一现场。连线吧。下一秒，视频连线很快接通了。这里是白宫，请汇报你们现在的情况。就在刚刚，我们发现了华夏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大量的6代战机和坦克机甲正在朝着东部海域集结。我怀疑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动作，而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难不成华夏真的要和鹰将开战？让我看看第一现场。下一秒，画面切换了过去，大量6代机和坦克机甲在天空中飞行，这些坦克已经变换成机甲状态，俨然一副随时进入战斗的样子。难不成华夏真的要和我们开战？一股莫大的危机感在他心中开始疯狂蔓延。以他对华夏的了解，虽然拿下了军事竞赛的第1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便开战。长官，华夏的战斗机群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要不要启动紧急预案？如果他们真的要攻打我们，用不了多久，战斗机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国门外。紧急预案就是调动出鹰将现有的全部军事武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蘑菇弹。就算我们打不过，也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届时其他国家都会给华夏带来压力。国防部部长说着说着开始有些语塞，他没想到曾经傲视群雄的鹰将，如今却会被逼到如此境地。立刻启动紧急预案，出动所有军事武器，通知所有部队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同时通知我国所有民众，让他们做好迎接灾难的准备，然后把动用核武的消息传播出去，引发恐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逼不得已。要怪就只能怪华夏，并非真的动用核武，而是让全球所有国家给华夏施压。在这种庞大的压力面前，华夏定然不会再敢向鹰将开战。下一秒，鹰将散布的消息开始朝着整个世界快速蔓延，而此时毛熊国的国防办公室中，国防部长看着网络上的消息，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300架6代战斗机还牵引着100辆电磁坦克，而且还是朝着鹰将的国土去的。难不成龙国真的要打鹰将？有这种好事不带我？不行，得抓紧问问。他接着拨通了万志毅的电话。万司令，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你们华夏要攻打鹰将的消息，请问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有需要可以尽情说，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你误会了，我们华夏向来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会轻易挑起战争的。这次的军事调动目的只是要去挖矿。还没等他细问，万志毅就以很忙的理由挂断了电话。难道是去挖鹰将国土上的矿？这就是优美的华夏语言吗？不仔细思考一下，还真领略不了其中的意思。不行，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汇报上去。而万志毅挂断电话后，直接在网上搜起了资料。想通过同归于尽的方式让其他国家感受到危机，然后让全世界给华夏施压吗？这可是鹰将的惯用手段了，打着自由和平的旗号，在国际上为所欲为。如果这次鹰将得逞，下一步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华夏必须将军事武器的技术共享全球。都说全世界都在备战 S3赛季，我们华夏又何尝不是？更何况鹰将从来都没有被我们华夏放在过眼里，我们所做的准备可不是为了世界大战，而是为了与世界大战。不过可惜，这次我们还真没有和你们鹰将动手的意思，我们只是想挖矿罢了。此时一名士兵走了进来，报告大首长，国际联合会议半个小时后开始，联合会长要求我们必须参加。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们大范围的军事调动引起了其他国家注意，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沟下面蕴含着大量的矿物，自然也不清楚我们此次军事调动是要去采矿的，所以就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我们华夏的军事调动是要发起战争。现在的会长依旧是鹰将的人，这次会议他们很有可能会对我们华夏开始发难。如果换在以前，我可能会在收到消息的时候立刻加入会议，为自己证明。但几时不同往日，现在的华夏岂是你鹰将能够招惹得起的？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想过发起战争，就是真有这个打算，鹰将也只有乖乖等死的份。一旁的几位司令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以现在的军事实力，想要覆灭鹰将虽然不能说容易，但也绝对不会太难。至于鹰将说的投放大量核武，那就要看看是你们的核武先发射出来，还是我们搭载核武的6代机先飞到你们鹰将上空了。他们不是等我给个解释吗？那就让他们先等着，等会议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加入进去，这样既不会落人把柄，又能显示出自己的态度。这种小事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等矿物开采出来之后要如何处置的问题吧。
我派坦克去海底挖矿时，却吓得西方霸国进入了一级防御，甚至联合全球200多个国家制裁我。请问华夏方代表，视频中的军事武器是不是来自你们华夏？没错，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没有告知联合理事会的情况下，就贸然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集？你们究竟是想要做什么？除此之外，你们的行动现在已经在蓝星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在全世界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我身为理事会会长，在此严厉的劝告你们，立刻终止行动。哼，谁告诉你们，我们华夏出动6代机和坦克机甲就是要发动战争了？你们口中的军事武器，在我们这儿不过是挖矿的工具罢了。进行这次调集，只不过是想去深海挖矿，你们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不可能，战斗机和坦克这东西是用来挖矿的吗？理事会会长，我要求现在就对华夏进行制裁。你爱信不信？大首长说完，直接挂断了会议。什么臭鱼烂虾，还想让我给出一个解释？时代早就变了，现在的华夏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个华夏了。我们华夏早就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现在所有国家都在为 S3赛季做准备，但大首长想的 S3赛季可不是世界大战，而是华夏大战整个世界。等开采出海底的矿物，华夏的资源也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充足，到时候我们就谁都不怕了，谁都不能和我们大声说话。而鹰将总统在挂断视频会议后，便一直阴沉着脸，立刻调集所有卫星，搜寻华夏的上空。必须要搞清楚，他们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究竟是要做什么？调动探测卫星监测他国领土，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更别说还是当前世界上最不好惹的华夏。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找不到华夏军事调动的目的，你就准备引咎辞职吧。下一秒，鹰将在太空中的探测卫星纷纷开始朝着华夏的上空移动。报告长官，我已经找到了华夏此次军事动向的目的地了。从卫星传回来的坐标来看，应该是在马里亚纳海沟上空。华夏派出这么多军事武器去马里亚纳海沟做什么？难不成是打海怪？华夏的坦克机甲真脸男，太平洋基地不说，是6代机拖拽着坦克机甲吗？去哪了？我们也没有发现。那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给我找！必须搞清楚这次华夏军事调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下一秒，硕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道机甲身影。这不是华夏的坦克机甲吗？怎么从水里出来了？难道他们在测试这个武器的潜水性能？放大，看看那台坦克机甲究竟是什么情况。屏幕的放大后，坦克机甲和背后的巨大石块出现在眼前。难不成华夏这次的军事行动真的是去挖矿了？可这是马里亚纳海沟啊，至今都没能被人类探索的神秘地带。华夏难道攻克了10000米潜水的难题，而且还是用坦克攻破的？那潜艇是做什么用的？鹰将总统只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100米潜水深度，潜水的还是坦克。最主要的是，他们还在10000米深度的地方挖矿。去叫相关部门的人过来研究一下华夏挖的究竟是什么矿石。请你们物质研究小组的人马上来办公室。很快，2个科研人员跑了过来。长官，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看看，华夏现在正在开采的究竟是什么矿物？如果没看错的话，华夏正在开采的应该是银海氦三元素的矿物原石。氦三元素可是冷核聚变的核心材料，他们已经挖了多久了？这个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是，从刚才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坦克机甲足足运送了10几次矿物原石出来，又被悬浮在海面上空的6代机运走。初步预测，每块重量都在400-500吨上下。这短短的10几分钟里，华夏一共获得了将近7000吨的氦三矿物原石。整个蓝星也才不够5000吨，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海底有这种矿物原石的？马上召集会议，必须阻止华夏这种行为。很快，各部门出现在会议室当中。现在的华夏在擅自开采我们的矿物，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众人纷纷陷入沉默，大家心知肚明，这部分的资源哪里是鹰将的，国际上都没有承认。不过他们却没有说出来，心里也十分想要获得这部分资源。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属于公海，这部分海域所产生的资源应当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享。我们以维护全球200个国家权益的名义，向联合理事会发起申诉，要求华夏归还这部分矿物，并且对他们擅自开采矿物的行为进行谴责。这样一来，虽然我们会损失掉部分资源，但起码也能拿到一些。我们宁愿不发展，也绝不能再让华夏继续强大下去。现在通知研发部门，要求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发出来潜水深度可以达到10000米的潜艇设备，并且还要具备开采矿物的功能。马里亚纳海沟下面的氦三矿物原石，我们必须争取。在下达命令之后，鹰将总统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拨通了联合理事会的电话，然后将现在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属于公海，里面所拥有的资源是属于全球人民的。现在华夏没有通过全球人民的同意就随便开矿，这是什么行为？从现在开始，我们鹰将将会利用所有渠道将这件事情散播出去，让世界人民知道华夏的丑恶嘴脸。必须要让华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们为自己这种无耻的行为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战忽局中，万司令嘛，这里是情报部门。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图片，是有关坦克机甲和6代机，现在已经遍布整个网络了，热度根本压不住。所有网友都要求我出面解释，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没什么好隐瞒的，这次的行动是为了在海底挖矿。群众既然问了，那也不用压热度，该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我这边还忙，先挂了。飞机、坦克和挖矿能有什么联系吗？而且挖矿用得到这么大阵仗吗？几百架6代机和坦克机甲，这阵容都能打下一个国家了。局座，现在全网的网民都在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出来回复一下？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万司令了，这次的行动并没有传的那么夸张，只是日常的海下挖矿而已。不用紧张，国家既然没有隐瞒这次行动，就说明这次是公开的。至于真假，估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军队在海底发现稀有矿石，却被西方霸国盯上，更是利用世界舆论攻击我国。如果能将华夏现在开采出来的矿物掠夺一部分到我们手中，那核聚变计划就可以直接进行研究了。现在就看看华夏能在世界舆论中坚持多久，让你们部门的人加大力度。而与此同时，在京都某座小白楼中，我说你听着，然后全部发到我们对外的通告上面，不用任何精简。明白。本国在此郑重声明，对于鹰将之前发布的言论，我国并不认可，并且对鹰将这种想要不劳而获的行为进行严厉斥责。同时，我国建议鹰将想要矿物资源，大可以自己动手。如果你方有这个实力的话，开采多少都不会有人对你评头论足。但如果你想要我们交出矿物，想要不劳而获，绝无可能。有胆子的话，就自己来华夏啦。该死的华夏，难道你们不惧怕国际舆论，不害怕成为全民公敌吗？鹰将总统想不明白，所以刚才他和几个国家的代表联系，想让对方给予华夏一些压力。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几个国家百般推脱，全然是不想和华夏发生冲突。该死！再这样下去，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影响。对于华夏的声明，此刻鹰将总统也是纠结无比。去华夏的境内将矿物拉回来，他想都不敢想。现在的华夏完全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不行，坐以待毙不是我们鹰将的行事风格，必须要回应，而且要彰显出我们态度。长官，我有一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回应华夏通告的同时，还能保住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华夏硬碰硬显然不是很理智的选择，而且一不留神就容易吃亏。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不一定非要对华夏产生震慑效果，只需要震慑住其他国家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派出航母去海域上巡游一圈，我们鹰将哪怕没有拿下军事竞赛的第1名，依旧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华夏的航母数量虽然比不过我们，但那上百台6代机就可以将鹰将的航母舰队全歼。将航母派出去，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如果航母舰队受创，我们鹰将的国际地位岂不是更加不保？这不是伤感着送菜吗？说到这里，鹰将总统看向国防部长的眼神愈发不善。你该不会是华夏派来的卧底吧？派出航母并不是和华夏发生冲突，反而要避开华夏6代机群所在的海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震慑其他的国家，从而保住国际地位。那就按照你说的做，一定要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明白，长官。与此同时，马里亚纳海沟中，现在开矿的速度已经几乎到达极限了，想再快就需要进行改造升级了。等回去再说吧，现在该进行下一项测试了。现在矿物开采还在继续，我们真的要离开吗？他们已经可以自主开采矿物了，并且和6代机的配合十分默契，不需要我指挥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太空测试。太空测试是我想的那个太空吗？我建议让小鹿同志回来休息休息，顺便采集海底测试时所产生的各种数据，等一切都研究明白了，再去往太空也不迟。既然选择相信他，那就相信到底吧。这段时间接触，我发现陆枫并非是那种会随意下决定的人。太空测试既然在他的计划中，那就说明他对这台机甲有自信，我们也该相信他。与此同时，刚刚还在漆黑海域的陆枫，此刻也已经冲出了海内，强大的惯性将海水带起了数十米之高。从陆枫说话要进行太空测试到现在才过去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从海底上浮到海面，这个速度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都做不到吧。他们现在已经在朝着太空飞行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并且速度达到了10马赫，也就是10倍音速。他们现在每秒就能飞行3000多米的距离，而太空距离地面只有100公里，也就是说只需要不到1分钟的时间，他们就能抵达太空。5分钟进入太空，这是什么天方夜谭？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进入太空变得这么简单了？连一点前期准备都没有。而看着3人快速飙升的大手掌，忽然也有些不淡定了。志毅，你尝试和陆枫联系一下，问问他有没有把握进入外太空。收到。万志毅在控制台操作了一下，通话便直接接通了。陆枫听得到吗？这里是万志毅。陆枫听得到吗？这里是万志毅。听得见，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正和大首长以及一些领导在观看你的测试画面。刚刚听说你准备对纳米机甲进行太空测试，请问对于这次测试你有没有把握？会不会出现意外？不会出现意外。纳米机甲在设计的时候，我就为其加入了相关功能。进入太空之后，纳米机甲的太空维生系统便会自动启动，可以实时保证驾驶员的安全。听到这里，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方已经收到，请继续你的测试。
这小小的纳米机甲里面竟然还有一套完整的维生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由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设计出来的。而与此同时，实验室当中，李德佑等人也在观测着陆风的举动。他们已经脱离大气层了，气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降低。此时屏幕上的数据正在以每秒10几度的温度降低。如果没记错的话，小鹿同志在进入那米盔甲的时候，身上只穿了一层单衣。如果维生系统没有恒温功能的话，再过个2、3秒，小鹿同志就会彻底被冻僵。在太空中出现这种问题，几乎相当于宣告死亡。李德佑捏了一把汗，死死盯着屏幕角落的数字，温度降低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短短几秒，气温直接降低到了零下100多度。他连忙看向屏幕的另一角，那是驾驶员生命体征数据。还好现在的数据一切正常，看来这个维生系统真的有用，那我就放心了。启动太空雷达。万智亿，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小鹿同志说开启什么？没听错，小鹿同志刚刚说开启太空雷达。国际上有一种卫星被归类为间谍卫星，这种卫星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然后传送回自己的国家，从而定位间谍卫星的位置，再将信息传送回空间站。太空雷达就是对其进行定位打击，但这种雷达至今还没有造出来。太空雷达要求的技术太过严苛，一点误差放到太空中就能隔出数十公里。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多少次无功而返，但没想到被小鹿同志制作出来了。小鹿同志研发的太空雷达在哪个位置？让我们见识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在陆风的机甲身上。司令在测试装备时发现惊人的一幕，天上凭空出现大批陌生卫星，并且每一个都喷涂其他国家的标记。他们此刻才发现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监视下。鹰将竟然将卫星调集到了我们头上，这是在监视，已经违反了相关的空间法。我就说鹰将为什么知道我们在挖矿，原来是靠卫星监视发现的。这次必须要让鹰将尝尝教训。这些卫星上面还带着标识，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全然没有将华夏放在眼里。万司令，按照国际法，他国的飞行器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我国领空会是什么下场？非法进入我国领空的飞行器属于入侵行为，应该予以他们3次警告。若警告之后对方不做出反应，可以就地反击。下一秒，陆风来到鹰将卫星面前，我仅代表华夏命令你离开我国领空，限你3秒之内做出反应，否则后果自负。陆风，卫星属于无人设备，根本没有人能听到你说的话。就算是有，你确定这么小的声音能够穿过驾驶舱吗？大首长，如果陆风贸然摧毁卫星的话，会不会激化我国和鹰将之间的矛盾？虽然以我们的实力完全没有必要害怕鹰将，但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来，要求鹰将在短时间内采取措施，还能要求赔偿。如果对方冥顽不灵的话，再采取反击也是可以的。鹰将之所以在我国上空布置下这么多的卫星，其实不只是挑衅，而是害怕。按照往常，鹰将会派出军舰在我国边防巡航，倒是很少用卫星来监视我们。毕竟这些卫星一看就不是专门用来做间谍的，明显是有其他的用处，临时被抽调过来。鹰将现在知道派遣舰队来我们边防巡航，我们完全可以在顷刻间毁掉他们的航母舰队，而鹰将是承受不起这种损失的。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太空雷达，监测不到他们的卫星，所以用这种手段来监视我们。鹰将是不敢我们正面冲突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自然是痛打落水狗了。小鹿同志，经过我们商讨，你可以继续你的行动。你们现在有没有把握全部摧毁？10成把握。那就让他们长长教训，让鹰将知道敢惹我们必须得付出代价。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小鹿同志的样子，似乎是要把这些卫星给赶尽杀绝。既然赶来，就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可如果灭得太狠，鹰将那边估计会不安生。那又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想要矿物就自己来了，想要卫星到时候自己捡残骸就是了。有什么不满意的，让他们尽管来找我。正在锁定所有陌生卫星，正在启动光束武器，准备进行打击。原来上级陆风在测试太空雷达时，却突然发现华夏上空出现大批陌生卫星，所有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此时鹰将某个秘密基地当中，几十人操控着卫星对华夏进行各种监视，随着工作人员操控，无数信息流从卫星传递到地面。报告长官，我方对华夏的扫描进度已经抵达50%，正在完善细节。按照这个速度，初步估计再有3个小时左右，华夏的所有信息就能被我们掌握在手中。继续扫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华夏所有地形图扫描出来，其中他们存放军事武器以及各种重要地点都要这种标记出来。若是战争发生，鹰将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对于这些地点进行着重打击，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恐怖的。报告长官，卫星正在显示有不明飞行物正在朝
朝着卫星靠近，尽快确定那个不明飞行物的身份，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手段。长官，没有人可以发现我们卫星的存在，很大可能是出现了陨石或者太空垃圾。毕竟这种东西在太空中无处不在，只需要在第一时间避让就完全可以了。长官不要担心，此次行动我们总共派出了300多枚卫星，一个卫星的意外根本微不足道，甚至就算是报废了，也对这次行动产生不了丝毫影响。不好了，长官，卫星上的雷达完全无法锁定对方，只能看到不明飞行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我们飞来。雷达功率调到最大，将所有卫星上的雷达全部对准这个不明飞行物，一定要找出来，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有人员快速调整着参数，甚至开始透支卫星预存的能源，将所有雷达调整到最大功率。不好了，长官，即便所有卫星都开始高负荷运转，依旧无法锁定目标。再这样下去，卫星很快就要和它发生碰撞了。立刻安排卫星进行躲避，千万不要合起硬碰硬，同时打开卫星同步画面。在卫星被彻底损毁之前，我倒要看看华夏究竟研究出来的什么东西。这是检测到我的存在了，想要垂死挣扎。你们移动的再快，能快得过光速吗？给我锁定这颗卫星。锁定完成，接下来将为您锁定其他间谍卫星。下一秒，能量光束正面击中面前的位置，紧跟着是第2秒、第3秒。这样太慢了。随后纳米机甲将光束长度控制在100，所过之地，间谍卫星全接连爆炸。就是这样，一口气把鹰将的间谍卫星全部摧毁，一个都不要留，让鹰将尝尝教训。嘿嘿，数百枚间谍卫星，每一枚造价就算100万刀勒，合起来就是3亿多刀勒。但其中耗费更大的是发射费用，具体成本估计要翻1倍不止。我已经想象出来，鹰将总统在得知自己的卫星全部被摧毁之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了。根据人类快乐指数理论，如今万之亿他们高兴，自然就会有人伤心。就比如鹰将他们。报告长官，我们并未能够躲避不明飞行物，并且现在我们的卫星已经被损坏100多个了，目前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估计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的卫星就会被彻底清空。华夏，这一定是华夏搞的鬼！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华夏都防备不住！你知不知道这100多枚卫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丢失掉这100多枚卫星，我们要拿多少钱去补？又有多少国家会因为这100多枚卫星而脱离我们的掌控？你们这群废物、饭桶、白痴！我命令你们全力保住接下来的200枚卫星，一枚都不许出现意外，一枚都不允许！鹰将总统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平复下心情。现在我们一共被摧毁了多少枚卫星？报告长官，我们卫星被损毁量已经达到了120枚。鹰将总统刚陷入沉默，对面的声音再次响起。报告长官，摧毁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31枚。这才过去了多久？卫星被摧毁的数量又多了11个。可恶，华夏究竟研究出了什么秘密武器？报告长官，已经140枚了。快操控所有间谍卫星开始逃离，远离华夏上空，远离既定轨道。现在你们唯一的任务是将这些卫星保护下来。而与此同时，陆枫看到100多枚卫星开始逃窜后，却是丝毫不在意。小陆同志，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现在鹰将的卫星已经开始逃窜，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攻击的必要？锁定所有间谍卫星，准备将其击落。西方霸国仗着先进卫星入侵我国，当我全部炸毁时，却被霸国连线警告。这里是六角大楼，我们已经掌握了华夏擅自攻击我们卫星的确切证据。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住手，否则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发起通告，在国际上严厉谴责你们这种行为。你们鹰将的卫星，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攻击你们鹰将的卫星了？不要血口喷人呐！你们这台红色人形机甲，刚才攻击的和正在攻击的都是我们鹰将的卫星。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击毁我国296枚卫星了。我要求你们立刻停下现在的行为，不允许对我国卫星离开做出任何阻拦。间谍卫星，可我们是在清理太空垃圾啊！难道这些太空垃圾其实是你们的间谍卫星？哎呀，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啊？我们都快清理干净了，你才联系过来。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们的间谍卫星会出现在我们华夏的上空？就算是我们有错在先，你们难道不应该对我们的卫星进行驱逐吗？为什么二话不说上来就摧毁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没必要联系了。我们还要继续清理我们的太空垃圾。下一秒，能量光束精准命中还在疯狂逃窜的间谍卫星，紧跟着是第2道、第3道。我都已经连线了，而且还被言语羞辱，都这样了，间谍卫星居然还是被摧毁，该死的华夏！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样被人欺辱的一天。就在他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声尖叫。不好了，长官，那3个金属人形机甲现在竟然在朝着我们飞过来，而且速度很快，我们该如何应对？请求长官给予指示，请求长官给予指示。华夏居然有3台可以进入太空的人形金
金属机甲，他们是要摧毁我们的空间站吗？如果空间站被摧毁的话，我们鹰将的航天事业将会直接倒退20年，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鹰将总统终止联系华夏，快停止你们的行动！你们这样做是对我国的蔑视，是在激发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快停止你们的行动，否则我将会认为这是你们华夏对我国的挑衅。嘿嘿，别紧张，我们华夏向来助人为乐，放心，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帮忙检查一下你们的空间站。听到这话，鹰将总统深呼吸一口气，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华夏的好意我们接收到了，只是我们的空间站上有专门负责检修的维修工作人员，暂时还是不劳烦贵国动手了。华夏不愧是东方大国，我们这次算是真的见识到了，希望在以后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依旧可以进行如此友好的互动。只是我们的空间站真的不需要检修，再次谢谢来自华夏的好意。嘿嘿，你们以后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说，我们华夏向来乐于助人。大首长关闭了连线，他并非是害怕鹰将的临死反扑，而是担心陆枫针对空间站动手的话，他自身会不会有危险。大首长不敢赌，也不会去赌，毕竟陆枫太重要了。虽然说没有摧毁他们的空间站，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鹰将主动低头。首长，这件事情我们占了上风，但依照之前的惯例，不难推测出鹰将很快就会有所动作，我们是不是要防范一下？如果他们就这样偃旗息鼓，那就太不像鹰将的作风了。可以想象，在挂断连线后，鹰将总统就会开始着手对我们实行打击报复。不过现在的华夏已经不是以前的华夏了，想要对我们用什么小动作的话，我不介意跟他们玩点真家伙。对了，小陆同志，这次的太空测试你有什么评价？勉强及格吧，速度方面可以提升，攻击的方式也能改进一下。清剿那些间谍卫星用了太多时间，完全可以缩短一半的，不过还算可以。将鹰将300多枚间谍卫星摧毁，并且还能对空间站造成威胁的东西，在你眼里只是勉强及格，这也太严格了吧？严格点好啊，严格点才能出现更好的军事武器。小陆，太空测试既然结束了，是不是可以返航了？毕竟太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早些回来吧。好的，我们准备返航了。终于准备返航了，等他归来，我就立刻商量如何对我们海军的航母进行研究。邓京业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他一开始只是希望海军能够跟上空陆两军的步伐，在看到坦克机甲开采矿物后，他整个人都忍不住了。而与此同时，实验室里怎么回事？小陆同志，这是在哪里？李老，按照实时反馈的画面显示，小陆同志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樱花上空。不是返航吗？怎么跑到樱花上空了？难不成是在刚才的测试中导航模块被损坏了？彼得又快速接通了万之翼的连线。万司令不好了，现在小陆同志所在的地方是樱花上空，我怀疑他那米机甲的导航模块发生了损坏，至于损坏到何种程度我不清楚，但我感觉短时间之内陆枫很有可能无法返航。万司令，我建议现在立刻派出6代机前往樱花上空接引陆枫。至于国际影响，只要陆枫的人身安全能够保证，我认为国际影响都不是问题。李老，不用担心，我的导航模块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只是顺路飞到樱花上空，然后给他们留了点惊喜而已。小陆同志，你是怎么听到我们的对话的？我这台湮灭者在权限方面是大于军工部所有设备的，您的通话我这里无权搜取，但李老现在还是在军工部的。哦，小陆同志，你说的给樱花一个惊喜，这惊喜究竟是什么？也没什么，就是路过樱花的时候，顺手投下了一颗微型炸弹，按照炸弹上提前设置好的导航模式，现在应该已经快进入樱花附近的某座海底火山了。等过几天，这枚炸弹会自动引爆，刺激火山喷发，然后引起海啸。樱花那边最近不是在污染海水吗？到时候那些不干净的海水估计会倒灌回去一些，让他们自己尝尝咸淡。哈哈哈，不愧是小陆同志，真是捏坏啊！这叫正义执行。樱花不是说他们排出来的废水都是干净的吗？那就让他们尝尝味道，看看他们敢不敢喝。解气，真是太解气了！没想到小陆同志仅仅是测试机甲性能，就接连制裁了鹰将和樱花。小陆，你现在先不要回军工部了，先来我们这里吧。1分钟后，陆枫3人来到了这里。小陆，刚才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你出现在这里，还有你是怎么瞒过警备组的？这是光学隐身的效果。陆枫将所有性能讲解了一遍，接着看向邓京业。邓司令，接下来可以为海军的武器设备进行升级了，你们海军需要升级些什么？航母，我们海军打算升级航母。他有些忐忑地看向陆枫，毕竟改造航空母舰可不是一个小事情。行，那就航母。如果不是这次机甲测试耽误了太多时间，按理来说早就该帮海军进行改造升级了。为了表达歉意，这次就对海军的航母进行一次彻底的大升级吧。小陆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既然答应了你，那就肯定是要做到的。我现在发送一个地点，先把航母开过去吧，到时候也方便检查。没问题，能不能让我也试一下机甲？待会还要去航母上面，如果开车的话，估计要浪费很多时间，绝对不是因为机甲太帅，绝对不是。随后，邓京业就穿上了机甲。老万，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感觉现在的我已经可以重新入军队，争取一下今年的兵王了。
海军把炮口对向不明飞行物，却发现是自家司令。战斗状态解除，那个不明飞行物是邓司令。很快，2道金属人影落在了甲板上。没想到不明飞行物竟然是我们董司令，这事闹的就差一点就要开火了。这位是陆丰同志，或许你们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我说几个东西你们就清楚了。现在空军配备的6代机，陆军配备的电磁坦克以及坦克机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台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都是他亲手发明的。你们别看他年轻，现在他已经是南方战区军工部的总负责人了。上次军事竞赛记得吗？我们华夏之所以能拿下冠军，都是靠他发明的那些军事装备。这次我请陆丰同志过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请他帮我们把海军的航母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升级。司令，我有点好奇，咱们这艘航母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升级的？这艘航母哪怕是放到国际上都是顶尖水平的，为什么还要升级啊？我既然来了，就是要对咱们这艘航母进行一次统一的升级，毕竟是象征着军事实力的标杆，必须要做好看一些，不然怎么能威胁到那些人？至于这艘航母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因为我还没有真正了解过这艘航母的具体情况，所以要对哪个部分进行升级，暂时还不确定。接下来还要请教各位这艘航母的性能参数。士兵开始讲解整个航母的参数，但航母的体积是相当大的，其中所拥有的功能也是相当多的。小陆同志，你现在已经了解到航母的具体参数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改造升级？这艘航母的具体参数还是有点低，如果做升级的话，在经济条件很好的情况下，倒是可以完成改装，但我的建议是，不如重新造一艘新的。重新造一艘的成本非常高，很多国家都承受不起。虽然这艘航母不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但放在国际那也绝对是前3名的航母，现在居然连改造的必要都没有了。小陆同志，你可能不太了解，这艘航母的服役时间还很短，它上面装备许多性能其实都是世界顶尖水平。他也觉得这样一艘航母如果真的报废就太可惜了，可陆丰却是不为所动，反而将自己的分析和邓金叶简单讲解了一下。火炮威力比不上电磁坦克，装甲硬度自然也完全比不上。从里到外，这艘航母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改装的了。按照我的标准来做的话，从核心到外面航母的装甲，甚至连挡风玻璃都需要改装。如果不选择重新再造一艘，那就需要先把零件全部拆解出来，然后再对其进行一次升级，最起码时间要翻2倍，还不如重新再造一艘呢。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准备航母计划？就现在吧。陆丰在能量装置上点了一下，下一秒，纳米金属瞬间穿在身上，推动模组开始运行，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你们先把航母开回指定地点，然后继续巡逻，接下来的事情就用不到这艘航母了。陆丰回到军工部后，便开始快速整理技术图纸。造航母可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术，而万志毅和刘国梁也从大首长的办公室赶了回来。老邓，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不是要去改造航母，怎么见到航母之后什么举动都没有，就这么直接飞回来了？邓金叶将刚才在航母上发生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总之，小陆同志现在要重新造一艘航母。小陆同志要重新造一艘航母，不说好了是改装吗？重新整备一艘航母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海军上一艘航母建造起来总共花了3年时间吧。这还只是主体建造用的时间，如果再加上设计以及其他的，总共用了大概5、6年的时间。只是照小陆同志的架势来看，必然不只是重新建造一艘航母这么简单，里面估计还有设计、自主研发，这样一套流程下来，时间可就有些长了。不管怎么样，小陆同志能够答应帮我们改造，就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至于这个时间要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尽全力做好辅助工作。资料已经整理好了，这是航母改装全天候空间母舰规划方案，你们看一下。小陆同志，你确定这是航空母舰？这才过了多久，这么快就搞定了设计？航母当初设计时足足耗费了3年时间，再加上后面的5年建造，足足8年时间啊！而现在半个小时不到你就搞好了，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之前6代机和坦克机甲，甚至是超能粒子对撞机设计的时候，陆丰也没用多长时间，这么快就完成了设计，那设计出来的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邓金叶接过了陆丰手中的图纸，这不看不得了，一看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只认识图纸中的文字介绍：8核16发冷核聚变空天引擎、超远距离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防御系统。小陆同志，你确定这设计的真的是航空母舰？从外形上来看，这东西和航空母舰还真有几分相似，但从功能上来看，这完全就是2个东西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而已。一点点？你管这个叫一点点？你看看这上面的功能，有哪些是一个航空母舰该拥有的？嘿嘿，本来想着是简单改造升级一下，大不了给航母装个核动，能让它跑得快一点，但没想到小陆给我整了个王炸。小陆同志，这艘航母的代号是什么？在航母建造之初，大部分工程师团队都会为其命名，一来是方便后面的交流，二来就是有一种为孩子取名的感觉，这也算是一个仪式。不如这艘空天母舰就叫凌霄号吧。好名字，取自凌霄宝殿之意，扶摇直上，直达天庭，就叫凌霄号了。
邓金叶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知道拍一拍陆丰的马屁，让他心情好了，肯定是没有坏处的。小陆同志，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开始航母工程吧。不急，我刚刚检查了一下你们海军的船坞基地，发现这里的设备不太行，想要造航母，估计得先把船坞基地改造一下，不然也不是造不出来，就是时间成本会3倍上涨。你放心，从现在开始，这次改造计划全权由你来指挥，缺人的话直接从基地调取，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你就让他直接来找我。那我先找些人把船坞基地改造一下，等基础设施弄好了，就可以开始零消耗的建造了。在陆丰一声令下，整个海军的8成科研人员全都赶了过来，紧跟着又找来一些士兵负责做体力工作，一群人浩浩荡荡朝着船坞基地赶去。而有着一海之德的却忽然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这场海啸足足持续了7天。海啸来得太过蹊跷了。之前我们修建的防御工事是按照历史上所有海啸威力来设计的，甚至为了保险还加强了其防御力。但在这次海啸下，连一搏都没有撑住。我怀疑这其中是有人在动手，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然后要求赔偿。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他们说这次海啸出现的原因意思是海底火山喷发。海底火山喷发，有关部门没有提前预知到吗？为什么在发生之前所有人都没有动静？你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一下我们樱花的经济最少倒退10年？为了给全国发电，军队召集所有军工建设可控核聚变，直到今天，遍布全国的金乌计划才彻底完成。耗费了大半年时间，终于把这些东西全都建造好了，这都是我们华夏未来的希望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将这段时间的计划保密，谁也不能告诉我，老婆孩子都不行。众人纷纷点头。负责人见状，这才拿出手机打电话。喂，是万首长吗？我是临时负责金乌计划的小王。刚刚最后一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已经建成，并且通过了质量检测。按照原本的计划，我国可以直接进入核电时代了。原本万之一是负责这个工程的，但前段时间在机甲测试时，在境外海底发现大量的氦3元素，需要出动大量6代机和塔克机甲，这就意味着随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作为陆军总司令，他必须是要时刻准备的。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很快上报大首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万之一挂断电话，转而拨通了大首长办公室的电话。大首长，我这里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我们之前一直在进行着的金乌计划，今天正式完成了。今天距离金乌计划正式开始才过去多久？4个多月就完成了。大首长的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要在全国各地建起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对于一个基本没有什么经验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他甚至都做好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准备，而现在4个多月就完成了任务。致意，再过几天就是除夕了。这1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太大的改变，不仅在军事竞赛中夺得了史无前例的第1名，而且还拥有了各种强大的武器，就连在科研方面也是突飞猛进。我们现在的金乌计划都赶在除夕之前完成了。首长的意思是在这次除夕夜我们要有所举动。没错，除夕夜对于我们华夏人来说意义非凡，许多老百姓还都不清楚我们国家现在究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今年的除夕夜也要向我们国家真正的主人汇报一下国家近来的变化。除夕夜的新闻就宣布我们华夏正式进入可控核聚变的新纪元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一定要展现出我们华夏如今的风采。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全力办好的。万之一挂断电话后，又立马打给了战忽局。局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国家从今天开始朝着可控核聚变新纪元迈步了。嘿嘿，我们华夏都快要迈入核电新纪元了，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华夏是真的站起来了。大首长刚刚下达了命令，决定在今年的除夕夜新闻中，对14万民众正式宣布华夏开始进入可控核聚变新纪元的消息。嘿嘿，相信收到这个消息之后，老百姓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对增强民族自信有莫大的好处。正好赶上除夕夜，除旧迎新，这个寓意很好吗？局座喜滋滋地说着，可渐渐的他笑不出来了，试探着问道：万司令，您打这个电话过来的意思，不会是让我去宣布吧？你很聪明，怪不得能当战忽局的一把手，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宣布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来宣传，谁家的公关部门能承担这种大事的宣传啊？哪怕是见多识广的局座都开始有点惶恐起来。不过听着万之一语气中的笃定，局座一股莫大的荣誉感渐渐压过了惶恐。万司令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我们华夏从现在开始是真的变得强大了。承诺完，电话也被挂断。而与此同时，一座小白楼中，在场的众人都是华夏的高层，有摆在明面上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也有隐藏在暗处一直为华夏鞠躬尽瘁的。没有他们，华夏很有可能走不到今天这一步。诸位，我今天要将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就在今天，金乌计划彻底完成了，353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全部落地，只要启动，我们华夏就可以顺利进入可控核聚变的新纪元。
这件事情的主要功劳还得归功于小鹿同志，他帮助我国少走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弯路，这样的英雄不能让他一直隐藏在幕后。我决定对小鹿同志授予我们华夏的最高荣誉，并且举行一场盛大的荣誉功勋授予大会。他们身为华夏高层，自然清楚这个大会在华夏历史上曾举办过很多次，而参加的人则是在战场上为华夏鞠躬尽瘁、悍不畏死的将士，亦或者是在科研层面对于华夏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我觉得很好，毕竟英雄岂能一直在幕后，定然是要宣传出来，让广大青年作为学习目标的。小鹿同志做出来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华夏如此高速发展的一年。没错，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功劳，必须要好好嘉奖一下，不能寒了孩子的心啊。所以此次授勋仪式一定要做得隆重，地点就选在京城。除此之外，为了能够让人民更真切地感受到陆丰在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华夏的贡献，这次仪式我打算采取直播的方式进行。大首长所说的直播几乎是全渠道铺开，整个华夏14亿老百姓将会有半数左右的人看到这一场直播。这样直播的话，陆丰的身份信息可是会暴露的。说到底，陆丰只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社会阅历本来就不深，如果陷入到国际纷争之中，很难保证陆丰不会受到影响。华夏已经威胁到了英将以及许多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要是这些国家对陆丰采取不限于暗杀形式的袭击呢？授勋仪式这是小鹿同志应得的，但如果采取直播的话，我们很担心这会不会对陆丰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难道你们觉得现在的华夏庇佑不住陆丰？我们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华夏了，我们已经强大起来，完全不用再害怕其他国家。哪怕是1年前的我们，都没有人敢和我们正面冲突，而现在我们的华夏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直播必须直播，我都期待有国家想对陆丰动心思，但凡他们敢露出一点点苗头，到时候华夏的铁拳就会落在他们头上，让整个世界见识一下我们现在的强大。不光在国内直播，还要把声明宣扬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华夏出了陆丰这样一个人才，各种待遇必须给到最高规格，这些荣誉都是小鹿同志该拥有的。众人激动不已。如今华夏的军事武器，无论是6代机还是机甲坦克，或者是纳米合金外骨骼机甲，这些东西都是华夏目前最为顶尖的军事武器。而之所以敢把这些武器全都露在外面，一是这些东西基本都在军事竞赛上露过面了，二是华夏完全不怕其他国家采取反方向研究，制作出能够钳制这些武器的设备。想要做出强大的军事武器，必须是有强大的科学基础打底的。就算是将6代机的图纸公布到国际网络上，其他国家照着抄都不一定能抄得回，就更别说仅通过视频就发明出可以钳制这些武器的设备。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华夏有着莫大的底气。这次授勋仪式不仅要办，而且要大办特办，让全世界都知道陆丰的功勋。我先打了电话通知一下小陆同志，他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之前留给陆丰的手机。那个手机虽然其貌不扬，但通讯频道却是国家内部专线。小陆同志，我是大首长。大首长将准备为其举办一个授勋仪式，而且是公开大办特办的消息说了出来。话音落下，电话那头陷入沉默。嘿嘿，陆丰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啊，在这种大场面面前，肯定是保持不了之前的沉稳的。这个授勋仪式有奖金吗？军队装备了最新型武器，却唯独海军没有，气得司令直接找到大首长告状。直到今天，陆丰终于答应帮海军改造装备，可司令却一口气想改造航母。小陆同志，航母改造计划进行的咋样了？大概啥时候完成啊？我前天已经把航母图纸设计出来了，接下来按照计划施工就行，时间要不多久。你这家伙急啥急？你还不相信小陆同志的实力吗？他之前改装飞机坦克时也没用多长时间，你催啥催？就算你们海军改装的是航母，也不会需要多少时间，最多1个月就完成了。哼，你倒是说的轻松，你们改装飞机坦克时咋不带我呢？好了好了，你们别说这些了。邓司令，你放心，我保证半个月之内给你把航母改装出来，效果绝对吊打世界一流航母。嘿嘿，只要小陆同志把图纸上的功能实现出来就够了。而与此同时，京都新闻演播厅里，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日子里还要上班，而且是和局座一起上班。小康，不用紧张，不过是宣布一个消息而已，没什么好紧张的。你先看一眼新闻稿，直播很快就要开始了。局座，这是真的吗？放轻松，新闻稿上的东西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宣布的重大消息，直播可以开始了。官方直播间开启后，早就收到消息的网民们直接蜂拥而入，直播间的人数快速飙升，1分钟人数就成功破亿，并且每1秒都有上百万的观众涌入。而与此同时，鹰将6角大楼里，华夏那边怎么样了？就在刚刚，他们也收到了华夏新闻和战忽局要联合发布重大新闻的消息，并且他们潜入华夏官方的直播间，想要第一时间从中获得信息。长官，现在新闻还没有开始，但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在朝着10位数进展了。这次华夏究竟要发布什么消息？又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
鹰将总统为了能够在国际上和华夏抗衡，他几乎是调集了所有资源，全部倾注到科技领域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军事武器再次升级了一波，虽然和华夏的6代机、电子坦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时间充足，肯定能追得上。不管如何，我国最近在核领域上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了。等再有1-2年时间，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兴许就会出炉，到时候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绝对能够一举反超华夏。没错，让他们再嚣张一段时间，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在给我们打工。而就在这时，华夏的新闻晚会开始了。各位网友们，今天是除夕夜，也是对于华夏来说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正如我们通告中所说，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这也是给予大家的一个新年礼物。在过去的1年里，华夏各个领域高速发展，已经成功跻身世界前列。这其中许多案例大家都清楚，但还有一件是迄今为止没有对外宣布过的，我们已经成功突破了之前的技术壁垒，研发出来真正的可控核聚变。华夏竟然研发出了可控核聚变，这怎么可能？这可能是华夏为了成为世界霸主抛出来的假消息。毕竟就算真的有了完整的可控核聚变，华夏也不会将其全部放出来。他们之所以敢将消息发放出来，就说明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可控核聚变，这只是一个假消息而已。我就说华夏的发展速度怎么这么快，原来是造假的。我们要不要揭穿华夏，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好好出一出丑？可以，毕竟这几次冲突，华夏在国际上可是没有给我们一点面子，也要让他们没面子2次才行。那你去安排一下吧，速度要快，今晚上12点之前一定要弄出来。刚才的消息还只是一个开胃菜，接下来才是最重磅的消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可控核聚变部署。从明天开始，华夏将迈入一个新的纪元。他刚才说什么？华夏已经研究出了可控核聚变，而且还实现了全国部署，还说要从明天开始，华夏就将进入什么新纪元？办公室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回话，这个消息太令人震撼了。原本他们还以为华夏是为了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以及联合组织会长的席位，才说出来华夏已经研究出可控核聚变这种谎话，但现在看来，这完全不像是说谎的样子。我已经将全部资源调集到研究部门了，可你们都还没有制作出真正的可控核聚变，反而让华夏给抢先。我原本还想靠着这个可控核聚变来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现在这还打个屁！你们可真是一群人才。可控核聚变正式应用出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华夏发展的速度只会比以往更加迅速。这样一来，想要真正追上的话，可就难了。华夏这是开挂了吗？现在插入一条最新消息，由于视频更新速度太快，一不小心追上小说了。现在小说每天更新2章，而我做一集得5-6章，接下来会隔天更新。不过你们放心，整个剧情我会更新完的，毕竟我也喜欢看。在这期间，我会插入一个其他的改装剧情，主要是和鹰将对着干的，主打一个爽。他一天25小时都在开空调，可每个月电费却只要5毛钱，只因为全国建立核聚变发电站，电力从此一文不值。各位观众，前几天我们已经拟出了新的电力价格，从现在开始，1度电的价格成功降到1厘，也就是1分钱10度电。此话一出，整个直播间顿时沸腾起来。1分钱10度电，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跟买送有什么区别啊？按照现在的价格，如果我夏天空调全开的话，好像只需要花2块钱，都不够我买1瓶汽水的。我只关心一个问题，用了核电之后，大学宿舍晚上还会断电吗？而与此同时，6角大楼的鹰将总统以及各个高官却全都疑惑起来。1分钱10度电，那这个收钱的意义究竟在哪？感觉华夏就是专门来炫耀的。炫耀我能理解，但电力价格成本降到这么低，华夏真的可以回本吗？那华夏这次究竟是什么意思？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完全不明白华夏为什么要将价格降低。在他们看来，一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建造成本大概上覆盖全国至少得几百座，但靠着华夏现在制定的电力价格，想要抹平这个成本，需要的时间可就太长了。这时屏幕再次传来局座的声音。刚才报出来的价格是商业用电，1分钱10度电，而民用电的话，从今天开始一律免费。华夏这是什么意思？竟然直接免费，这不是在打除了他们以外全部国家的脸吗？要知道，现在华夏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已经变成了全球直播，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要是让我们鹰将的人民知道，华夏已经发展到人人都可以免费用电的时候，这样一来差距感顿时就拉满了，这简直就是在破坏我们国家人民的凝聚力。华夏故意的，他们绝对是故意的。鹰将总统无能狂怒的声音响彻整个办公室，但他也没有办法避免。华夏已经实现了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全面铺开，这已经是既定事实，他没有办法阻拦，更没有胆子阻拦。而与此同时，大首长来到了直播前。同志们好啊，我属于是不请自来，所以我也就抓紧宣布，不耽误大家时间。3天之后，将会在国家荣誉殿堂举行一场授勋仪式。这场授勋仪式将会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隆重的，并且这次授勋仪式也会采取全程直播的方式。我在这里为同志们做一个预告，这次授勋的对象是6代机、磁暴坦克、变形机甲以及
这次可控核聚变的研发工程师。所有人都陷入了死寂，他们完全想不明白6代机、磁暴坦克以及可控核聚变，这些都是让华夏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的重要装置。可以说没有这些东西，华夏绝对站不到现在的高度。而负责这些东西的工程师，无论放到哪个国家，都应该务必严谨的保护起来，身份信息列入绝密档案。而现在华夏竟然要直接曝光出来，这么重要的人物，华夏就这么给暴露出来了。华夏究竟是要干什么？6代机、磁暴坦克、变形机甲还有可控核聚变，这是足足4位工程师啊！这样4个国宝，华夏竟然就这么曝光出来，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撼，很快这股震撼又转变为愤怒。这样4位工程师曝光出来，难道不担心我们鹰将动手脚吗？但凡被撬走一个或者牺牲一个，相信对于华夏来说都是重创。该死的华夏，这是完全没有把我们看作威胁，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传令下去，3天之后一定要让华夏为他们的狂妄付出代价。鹰将总统怒吼，众人也是愤怒到了极点。但在听到鹰将总统的命令之后，却是没有人行动，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就算华夏将4位工程师曝光出来，我们又能怎么样？是派杀手去暗杀，还是如何？现在的华夏早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揉捏的华夏了。如果这4位工程师出现了一丁点意外，华夏的怒火是鹰将远远承受不了的。不能就这么放弃，就算不可能也要尝试着接触，哪怕不能让他们加入鹰将，这样能从对方手中获得这些武器的图纸也是够的。他看向情报部门的部长，后者瞬间反应过来，我现在就去办。而与此同时，毛熊国办公室中，现在华夏有了无数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堆，所产出的电能绝对是过剩的，而我们和华夏比邻，电力传输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向华夏购买电力，从而解决我们国家电力不够用的问题？的确是个好办法，而且兴许购买来的电力会比我们自己发电的性价比都要高。尝试联系一下华夏吧，如果这件事情能促成，我们和华夏的关系应该也会好很多。他说完，直接给华夏打电话。不好意思，我们的大首长现在正在会议当中，方便的话，您可以先把事情告诉我，等大首长有空了，我再帮您转述。电话里勤务兵的声音传来，最高首脑愣了一下，但想到现在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之前，哪怕是勤务兵，他们也得好好对待，只好老老实实将购电的想法一一说了出来。还是要购电？是的，和华夏距离较近的几个国家都想要向我们购电。那行，我知道了，你去发个通告，就说可以卖电，甚至可以优惠卖给他们，但条件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要钱，只要资源。通告一发出去，周边的国家纷纷表示同意，各国代表第一时间赶赴华夏签订合约。而与此同时，船务基地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陆枫就像是住在了实验室里面一样，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出来过。而预计今天华夏首艘空天母舰就要竣工了，邓金叶看着不远处那道几乎是一眼看不尽的黑影，脸上全是兴奋。老万、老刘，我们这艘航母改造的怎么样？看着他鼻子快要翘到天上去，两人十分无语，相当后悔给他介绍了陆枫。嗨，其实我们这艘航母也就那样吧，要我说，还是有相当多的进步空间嘛，不过也够用了。原来你这么不满意，我现在就去找小陆同志，把你的话带到。别，错了，咱们别给小陆同志添麻烦，他正在进行最后关键的一步呢。鹰将3艘航母公然入侵我国领海，不仅开炮炸伤我华夏渔民，就连最先进的驱逐舰也被他们轰成碎渣。海军司令为了反击对方，连夜召集所有科研人员打造空天母舰。小陆同志，我按照你说的，让除了科研把控人员之外的所有人都撤离了，是要正式开始进行空天母舰的建造了吗？半个月够吗？他想尽快完成航空母舰的建造，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但哪怕是拥有成熟的技术，也是需要时间的。不需要这么久，大概10几个小时吧。10几天啊？多久？10几个小时。我在这边刚刚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接入了军工的全部生产系统，调动起来的话，生产效率的确会高上一点。邓金叶整个人都麻了。要知道，一般的航空母舰制造起来最少也需要数年的周期，但放到陆枫这里，居然只需要短10几个小时。恭喜啊，老邓！再有10几个小时，你们海军就会有第一艘改造升级后的航母了。这东西的含金量可不低。同样看过图纸的刘国梁也是有些羡慕的开口道：“这东西只要一造出来，你们就直接变成世界第一海军了。到时候鹰将的航母舰群在你们面前都造不成什么威胁了。”嘿嘿，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多亏了小陆同志，我们也只是借了小陆同志的光而已。检测到有电话接入，接入对象是大首长，请问是否接通？大首长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干啥？小陆同志，之前和你说好的授勋仪式明天就要开始了。这次授勋仪式是专门为你一个人举办的，可一定要来参加。众人心中微微一紧，这次授勋仪式他们也受到了邀请，是作为观众到现场去观礼。华夏内只要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都受到了邀请，最低都是院士起步，这种规模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小陆同志制作出了6代机、磁暴坦克、变形机甲、可控核聚变，甚至现在还在为航母做改造，一己之力让华夏
夏在国际上的地位攀升了好几个档次。现在的华夏在国际上综合国力可以说是断层式的第一，有此待遇理所应当了。好的，我会准时到达的。陆枫挂断电话后，再次将注意力放在眼前超量子叠加态计算机上。既然明天要去参加授勋仪式，那估计是要提前出发的，来来回回浪费的时间可不少。不过我完全可以将空天母舰的程序运行起来，等参加完授勋仪式回来，空天母舰应该也就造好了。陆枫双手抬起，不断输入命令代码。正在进行空天母舰的程序预设，制作程序正在启动，预计16个小时之后，空天母舰即可竣工。感情这制作程序是全自动的呀！我之前还以为想要在10几个小时内完成空天母舰的最后工作，接下来肯定要忙碌无比。没想到这套流程竟然变成了自动的，那岂不是说只要有这一套程序，再有足够的材料，空天母舰就可以无限制作了？这样的话，那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华夏就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强度最高的舰队。放心吧，这玩意也能上流水线。终于完成了，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小陆同志，我们该去授勋仪式的现场了。陆枫点点头，跟万之翼走出实验室。他们刚走出来，就看到实验室门口正有士兵手持真枪实弹站在两侧，每个人十分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只要周围有一丝丝异动，他们就会将手中的枪口对准异动的来源。而且不光是门口两侧，这条队伍从实验室门口开始，一直朝着远处蔓延过去。万司令，这是不是有些过了？丝毫不为过。为了你的安全，做再多也是值得的。这也是大首长的指示。飞机起飞后，数十架6代机训练有素地为陆枫所乘坐的专机保驾护航，甚至还有的6代机速度全开，在周围不断穿梭，雷达功率备满，检测着周围是否有不明飞行物。不过这是在华夏，而且这样的规模是绝无仅有的。而与此同时，最高礼仪大堂里进行最后一次调试，调试成功，服务器承载人数达标，准备开播。下一秒，这场授勋仪式的官方直播间正式开启。此时六角大楼、鹰将总统以及众多高层此刻也是早早做好准备，开始观看这场直播。终于开始了，他脸上的表情因为愤怒有一点扭曲。华夏将这样国宝类型的国事曝光出来，无疑是没有将鹰将放在眼里，而作为世界霸主的鹰将，却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如果一直待在华夏那就算了，但要是来到我们鹰将，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发生一些枪战没什么意外吧。不过只要对方能够加入我们鹰将的科研条件，外加上重工业基础，只要半年时间就能反超华夏，重新稳稳地站在世界霸主的地位上，甚至只需要有1名工程师愿意加入，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点反超华夏的希望。鹰将总统说完后，双眼死死盯着屏幕，不敢错漏一点。很快来到众人约定的时间，感谢各位观看这场授勋仪式。这次授勋仪式所选用的场地是位于京都最为庄重的礼堂。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参与这次仪式的重要人员。主持人每报出一个名字，紧跟着台下便有一个年至耄耋的老者站起。而就在这时，陆枫他们也刚好到达，正在朝着这边走来。各位观众，现在正在朝着我们走来的是此次授勋仪式的工程师，他年仅20岁，却靠着在科研上独到的理解，为华夏的空军、陆军军事实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他还在去年就已经研制出了第1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那座可控核聚变反应堆至今已久矗立在南方战区的军工部。在那之后，他又主导华夏的可控核聚变工程，让全国人民都用上了可控核聚变，带领我们华夏在除夕夜当晚步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就是陆枫。我没听错吧？看起来和我刚上大学的儿子一样大啊！怎么人家都开始为国家做贡献了，我儿子还只知道找我都要500生活费呢？太震撼了！我不敢相信那些东西竟然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造出来的。用人中龙凤来形容都显得有些平庸了，这简直就是科研的神啊！这竟然真的是陆枫，很难想象。去年我还在和他聊拖拉机改装坦克的可行性，现在他真把坦克造出来了，还是磁暴坦克。我怀疑陆枫是从我这里得到的灵感。导员，这种情况是不是能让咱们班拿到这个月的优秀班集体了？每遇到一个陌生人，他都会赏对方1颗子弹。短短10分钟，整个岛屿300多人全被他杀完了。登船，继续前进，在华夏没反应过来之前，把他们的岛屿全部攻下来。空中那是一枚导弹吗？为什么我们的雷达没有扫到？报告舰长，我们的雷达运作一切正常，那可能是隐形导弹。马上跟沃克中将汇报此事。我们计算了那枚导弹的弹道，完全偏离了我们和樱花的舰队，100%会落入海中。华夏连导弹都打不中了吗？精确制导技术这么差劲，3个航母群再加上岛国的4个舰队，总计30多艘舰艇，想不打中还挺难。要不要象征性发射反导弹去拦截？不要浪费火力，既然已经算出那枚导弹会落入海里，我们完全可以让樱花放心的去占领岛屿，因为华夏军队根本没有反击之力。原来鹰将为了控制华夏发展，计划让小樱花当炮灰去占领华夏岛屿，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此时导弹距离海面越来越近，而樱花的军舰却不当回事。往海上发射导弹，估计只是华夏方的威慑，他们不敢动用武力。下一秒，炮兵导弹落入海里，
却什么动静都没有。陆枫啥情况？你造的导弹咋连精确制导都没有啊？会不会是空天航母出问题了？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下一秒，整个海面都结冰了，小樱花的巡洋舰瞬间被冻住，几个舰队都拉响了警报，设备不断发出警告声，可偏偏他们连敌人是什么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雷达显示我们正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水下有物体正以极快的速度来袭，仿佛是一个能量圈将我们套住一样。将军、士兵，我们这片海域被冻结了，动力系统全部失效，机械系统和电力系统也因为低温失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的军舰甚至可以在北冰洋航行，怎么会因为低温导致动能和电力系统失效？报告将军，在电力系统失效之前，仪表盘显示我们周围的温度达到了-60度。鹰将的军舰呢？他们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已经无法联系上他们，但我刚才用望远镜看，他们好像只有部分预警舰被冻住了，其余舰艇没受影响。此时数不清的舰艇被冻结在了海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北冰洋。太阳直晒下，船员们普遍穿的是短袖。由于爆冰弹冻结速度太快，这些人根本来不及回到船舱去穿衣服，只能忍受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拼命的往海上跑。怎么海面会突然结冰，而且冻结速度会如此之快？将军，这是支那人干的吗？他们又掌握了什么科技，竟会如此厉害？用你那小脑瓜子想想也不可能。当今世界鹰将才是超级霸主，如果连鹰将都没有的科技，华夏人是不可能掌握的，他们只会剽窃鹰将的智慧。我们可能遇到了极为罕见的死亡冰柱。各位司令，这就是我们新研究的航母，效果还行吧？哈哈哈，好啊！小樱花这下还怎么嚣张？几个舰队全都被冻住了，船员落荒而逃，只能去找他们的鹰将爹求助。现在来看，不用我们6代机出手了，单单这辆航母就能把他们全灭了。我准备再打造一款暴冰驱逐舰，跟现代驱逐舰不同的是，它并不是用驱动轮机转动，而是核源轮机，这将大大节省舰艇的空间，可以堆放更多导弹和物资。如果使用核源的话，船速能达到50节吗？因为目前蓝星最快的驱逐舰只能达到45节的速度，如果再快就无法保证船的平衡和稳定性。50节也太看不起我了，暴冰驱逐舰的最快速度可达150节。150节航速就是每小时146海里的速度，差不多就是270公里每小时，这比超级跑车还要快啊！这是要在海上飙船的节奏。不敢想，着实不敢想。鹰将一发导弹打来，发现我们的船在跟导弹在跑，还因为目前蓝星最快的驱逐舰只能达到45节的速度，如果再快就无法保证船的平衡和稳定性，能蛇行走位玩漂移，估计人傻了，哈哈哈。此时樱花首相知道情况后，连忙跟鹰将总统特登通视频电话。具体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事发时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然后从天上掉落了一个神秘物体，你们那片海域就被冻结了。特登俨然一副运筹帷幄的语气。放心，这绝不是华夏的武器，若是导弹，我们航母的雷达就能扫到。那从天而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许是一种悄然形成的物质，就跟下雨一样。我们准备偷偷派3人潜水艇下去打捞，如果能发现那个物质，今后对我们的帮助将会是巨大的。那战岛计划是否继续？如果就这么放弃了，那我们的损失可太惨重了。被冻结的舰艇都是主力舰，我们的山本上将甚至因为手被严重冻伤而截肢，其余船员也死伤1000多人，这是我们自2战以来出现的最大伤亡。必须继续！现在华夏的经济发展速度着实可怕，如果再不牵制他们，只怕到时候他们会成为世界霸主，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特登的嘴角噙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我们会让华夏付出惨痛的代价。几天后，樱花和鹰将的联合舰队再次侵入我国海域，不过这次他们学聪明了，只派了几艘护卫舰和驱逐舰，并没有派遣整支舰队，而陆枫也完成了驱逐舰的改装，此刻正朝着鹰将快速驶去。报告总指挥官，我发现一艘华夏的驱逐舰。发现一艘驱逐舰有什么好报告的？前面不是有华夏几10艘驱逐舰吗？不是啊，这艘驱逐舰很奇怪，我检测到它的时速达到了150节。怎么可能？你知道时速150节是什么概念吗？比陆地超跑还要快。你是想说有艘驱逐舰在海上飙船？突然前面出现激烈的爆炸声，沃克连忙抬头一看，准备登岛的樱花舰载直升机群遭遇了袭击，有2艘华夏战机如天神下凡一般从高空俯冲而下，主炮火力覆盖的同时，导弹也同时发射。那是什么？战斗轰炸机？派 F-45舰载机出动，也跟莱文航母群通知一声，空中有敌机。此时6战机已经杀疯了，战机就像是空中的芭蕾舞演员，在那些鹰将舰载直升机之间穿插，仅用超音速带来的音爆就将直升机螺旋桨给整碎。此时的鹰将 F-45舰载机已经出动，他们一共派出了30多架舰载机。这一幕让小樱花看到了超级强国的威慑。华夏虽然说是有6代机，但应该是冒牌的。F-45可是鹰将第5代战斗机，参加过多起战争，至今保持着零战斗坠毁的记录。可惜我们的舰载机军费有限，否则真想采购一批 F-45舰载战斗机。我看支那人还怎么跟我们打。他在海上发现惊人的一幕，鹰将30架隐形战机刚起飞，却被一架6代机击落。
快散开！那是激光炮，不要呈直线，包抄战术，快速将其击毁。那2架战机配备了激光炮。不应该啊！华夏军工什么时候发展这么快了？我们都没研发出激光炮，他们居然已经服役了。看来华夏人的6代机是真的，战乎局名不虚传，全世界都被他们给忽悠了。与此同时，一艘速度快到离谱的驱逐舰来到正面战场，在鹰将和樱花军官的目睹下，来了一出海上漂移。小樱花们，你爷爷来了！报告总部，豹兵驱逐舰已抵达作战区域，请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于群岛上的驻岛守军。收到，小鹿同志，这艘驱逐舰刚造好2天时间，我对它的熟悉程度可能还不如你，尤其是这上边的东西，跟传统驱逐舰完全不一样。司令，直接发射炮兵弹吧，必须打击他们的士气，助长我军的威风。那就干他们！正好我也想亲眼看看炮兵弹的威力。准备炮兵弹，方位12到43到67到23。方位确定，请示发射。发射。此时小樱花船上，他们的雷达发现导弹后，立马发出警报声。移动部长，那艘驱逐舰朝我方发射了导弹。多少枚？体检测到1枚。我还以为华夏准备了什么秘密武器，就这。而另一边，尼根航母上，舰长皮特看到那枚导弹朝天而去，又蛇皮走位般开始朝樱花军舰袭去，总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于是他赶紧联系上了伊东龙马。华夏有枚导弹朝你们发射来了，看到了，也就1枚导弹而已。华夏方显然是在小瞧我们帝国海军，我已组织舰队对华夏海军发起攻击，同时对于群岛进行轰炸，绝不会让岛上留下任何活口。伊东龙马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双眼，他先是下令拦截那枚导弹，随后又让几艘驱逐舰对于同时4个航母群一起对华夏海军发起进攻。报告部长，那枚导弹的弹道轨迹并没有指向我军任何一艘军舰，而是落入太平洋。哈哈，支那人是在搞笑吗？那艘驱逐舰肯定还在试水阶段，就被用在了战场上，连基本的导弹跟踪都不具备。支那人的海军实力还是跟100年前一样。我们帝国海军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天皇会为我们感到骄傲，我们的帝国子民将会视我们为荣耀。那我们还拦截那枚导弹吗？既然导弹落在太平洋，那我们就别去浪费导弹了。1枚导弹造价2亿日元，我们应该发挥出2亿日元的作用。此时中央临时作战室，大首长，鹰将这次派出了3个航母群和几支舰队，而小樱花几乎是倾巢而出，直接派出了150艘舰队，包括了4个航母群和核潜艇。要我说，就把所有的6代机核机甲派出去，直接一次性给解决了。别急，这是海上作战，正好可以测试一下小鹿同志刚刚研究的装备。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们再出动也不迟。以6代机的速度，用不了2分钟就到了。报告首长，炮兵驱逐舰抵达战场，已发射了炮兵弹，同时雷达检测到鹰将军舰朝炮兵驱逐舰发射了20枚导弹，以及10发鱼雷。看来鹰将已经发现那艘驱逐舰不对，所以才会如此舍得下血本，对一艘驱逐舰同时发射这么多导弹。放心吧，我们的后方还有空天航母在保障护航。既然鹰将想玩，那就陪他们好好玩玩。报告司令，雷达扫到敌军发射的导弹和鱼雷，导弹20枚，鱼雷10发，预计半分钟后就会命中我们。空中发射集束蜂鸟拦截导弹，水里释放诱饵弹，把鱼雷在水中给拦截住。下一秒，一发导弹采用冷发射的方式弹射升空，随后朝着更高空飞去。每发集束蜂鸟拦截导弹的内部都有30枚蜂鸟拦截体，虽然体积很小，但是却带有热感应拦截装置。当集束导弹爆开时，这些蜂鸟拦截体就会去自动寻找目标，从而达到拦截导弹的作用。部长，华夏发射了拦截导弹，多少枚？就1枚。华夏的新式驱逐舰真是废品中的废品，既然没有突破性的技术，还造出来干什么？搞笑的吗？估计那艘驱逐舰只剩下速度快这个优势了。优势，速度再快，快得过导弹。伊东龙马抬起头，看到导弹正在接近华夏的那艘新式驱逐舰，突然华夏发射的拦截弹出现了几十道刺眼的红光，更诡异的是，那些红光就像是有生命一般去寻找导弹，各种灵活轨道，简直比前老弹道还要灵活。一时间，空中20枚导弹全部被在空中就像是烟花一样绽开，而剩下的蜂鸟拦截体也没闲着，锁定海面目标后，这些蜂鸟拦截体俯冲而下，由于体积小，连雷达都扫不到，只能肉眼可见一道速度极快的红光从天而降，直接炸毁了鹰将的5艘战舰。与此同时，炮兵导弹也进入海里，接着画面开始大面积结冰，而皮特看到冰块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心中的担忧应验了。那天根本不是天灾，而是华夏的新式装备，撤退，快撤退！等他们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所有的战舰都已经被冻结了。而邓司令可没打算放跑那些军官，呼叫6代机，瞄准他们的指挥舰，不要让里边的人跑了，肯定有大鱼。6代机发射电磁激光炮，鹰将和小樱花的战舰全部被击。而此时，樱花首相官邸里，我们的航母群被全灭，第9驱逐舰第2战队、第8驱逐队主力被全歼，我们的舰载机全军覆没，并且战损还在升级。你在开玩笑对不对？我们帝国海军筹备了几10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这次计划，怎么会失败？小鸟首相，我是得到的军令部司令长的消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现在又过去了几分钟，恐怕战况更加。伊东龙马是干什么吃的？我要把它换掉。
伊东龙马部长战死了，现在鹰将已经开始撤退，只留下了我们。报告，背信弃义的鹰将，他们简直跟当年德意志人一样不靠谱。他是导弹部的老大，此刻却像孩子一样委屈，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上次你们的飞行员驾驶着6代机，直接把赤盾导弹引到海面上拉爆了。现在好多人都说我们的导弹连战斗机都追不上，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就是个笑话了，我也要跟着失业了。众人全都笑出了声，但笑完之后又陷入了沉默。在陆丰横空出世之后，各个领域都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再这样下去，他们估计就是第2个导弹部。小陆同志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我们部门做客怎么样？顺便再看看我们的装备有没有什么更新进步的空间。此话一出，其他人也有些绷不住了，纷纷开口邀请。我们部门也等着小陆同志过来指导一下工作呢。还有，我们部门被一个技术难题困扰了，不知道多久了。小陆同志要做到雨露均沾啊！你们都讲什么？明明是我们导弹部先邀请的，你们都往后稍。刘国梁和万志毅站在一边看乐子，而邓金叶则是点急了。小陆同志要是被他们截胡了，我们海军可怎么办？你们这群家伙能不能等我们海军的航母改造完再过来排队啊？懂不懂先来后到啊？大家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其实，在看到老刘和老万各自的军队变厉害之后，我也很着急。不过现在呢，小陆同志正在帮我们海军进行航母改造，应该马上就要进行测试了。大家能不能等航母改造测试完了再商讨其他事情？你们海军也被小陆同志指导工作了，改造的还是航母，马上都要造好了吗？什么时候开始的工程？等司令这次测试能不能让我们也参观一下？虽然邓金叶是海军司令，但很久之前大首长就亲自嘱咐过他，无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将陆丰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万一惹得陆丰不开心，他转头又去帮空军和陆军升级一下，到时候我还是3军里的老幺，那这不白升级了吗？如果不违反规定的话，我无所谓。那就这么说定了。没等邓金叶开口，导弹部的大佬便直接拍板。那我们现在返航，再过几个小时，航母就要改造升级好了，然后就可以进行测试。既然海上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又很想看航母测试，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1个小时后，他们刚到这里就被巨大的龙门吊震惊了。小陆同志，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没错，这个龙门吊的起重能力大概在1000万吨吧。多少？1000万吨？没有开玩笑的，当前世界最先进的也才2.2万吨，你这个能达到1000万吨？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已经是超现代的东西了。紧跟着众人又问了一些装置的参数，陆丰每说一个就引起众人一阵惊呼。这时一名士兵走了过来，报告首长，华夏杨梅总导演在外面，说接到任务要过来拍摄一条航母的视频。同时陆丰也收到了相关消息，很快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赶过来。陆丰同志又见面了，我们接到任务过来拍摄一些航母的视频，制作纪录片，用作之后的军队宣传。没问题，看来该来的人已经来了。既然都到的差不多了，那航母测试就正式开始吧。空天航母正式开始。下一秒，整个海域忽然震动起来，就像是发生了海底地震一样。在场的众人全都是惊疑不定，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海啸吧？测试都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发生海啸，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大家别紧张，只不过是研制的空天母舰落水而已，体积大了点，所以弄出来的动静比较大，不用担心。而且以空天母舰的量级，就算真发生了海啸，也没什么好怕的。原本惊讶担忧的众人纷纷松了口气，可紧跟着脸色古怪起来。光是落水就能搞出这么大动静，那这艘改良过后的空天母舰体积得多大？赶紧把摄像机打开对着海平面，全方位无死角拍摄，不能错过任何一个镜头。很快，一艘庞然大物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看着眼前遮天蔽日的大家伙，众人第一时间忍不住抬头，直到脖子弯出一个有些发疼的角度，才勉强看到这艘航母的顶端。这也太大了吧！原本还想绕着航母观察一番，但现在估计没个把小时是看不完了。太好了，就是这样。海军司令此刻正一脸激动的兴奋欢呼，就像一个拿到惊喜的小孩子一样，一点都不稳重。毕竟航母是海军的重要武器之一，对于实力提升可不只是一点。该不会从此以后海军的实力就彻底反超我们陆军了吧？这么大的航母摄像机的内存会不会不太够啊？待会要是上去之后遇到什么精彩的地方，却因为摄像机没有足够的内存而与之失之交臂，那直接完蛋了。刚才还拍摄了船坞基地的视频，要不先把那段删了。航母出场的视频不能删，这些都是用作纪录片开头的好素材。该死，我怎么就没多带点硬盘呢？你们几个待会一定要保证摄像机始终拥有足够的内存，同时也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好镜头。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听我指挥，我让你们开拍，你们就立刻行动。他们原本以为这次拍摄完全可以当成外出旅游，顺便看看航母改造之类的场面，但没想到任务一下子就重了起来。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先登上航母吧。下一秒，陆丰按下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钮，一座电梯直接垂直降落下来，出现在众人面前。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懵了。这航母还带电梯的？
3位司令发现惊人的一幕：空天航母不仅比普通的大10倍，就连上去都得坐电梯。这航母还带电梯的？空天航母体型如此巨大，肯定得装一个电梯。陆枫走了进去，紧跟着众人也快步踏入。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甲板前。好大呀，这看起来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小陆同志，这艘航母的数据究竟有多少啊？我怎么感觉比之前的航母大了2、3倍都不止啊？这艘航母总长1.5公里，宽300米，高度大概在70米，排水量的话是380万吨。多少？听到数据之后，邓金业率先惊掉了下巴。作为海军司令，他对于航母的参数实在是太有了解了。华夏之前拥有体积最大的航母，总长度也才304.5米，满载排水量最多也就只有6吨。这何止是翻倍啊，简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了。总长度是之前航母的5倍，宽度是4倍多，排水量更是直接翻了60多倍。等等，这排水量怎么翻了这么多倍？即使其他数据都翻到5倍左右，排水量最多也只能翻30倍啊！怎么具体参数却是直接多出了60倍？同样体积，排水量越大，就说明这艘航母的用料扎实，而体现最清晰的点便是坚固。除此之外，自然也有武器数量不同以及功能繁多的原因在其中，所以会凭空多出了30倍。这里面得塞了多少武器啊？简直就是一艘移动的炮弹发射器。好了，这只是基础数据，接下来才是核心。他们接着来到了指挥室。各位，这里就是指挥室。接下来，空天母舰测试开始启动。陆枫抬手轻轻按下一个红色的按钮，下一秒操纵屏幕亮起，一串串文字在屏幕上浮现出来，引擎宛如巨龙苏醒一般开始嘶吼。这是引擎声音，这动静也太大了吧？这真的是引擎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吗？要知道，现在工艺的引擎咆哮声几乎可以等同于功率，声音越大越为紧密，所代表的性能自然也就越大。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艘航母的性能该有多强悍啊！众人紧张激动的同时，也有被这道声音吓得有些不适。声音是不是有点大了？陆枫抬手按下一个按钮，下一秒引擎声音戛然而止。刚才那么大的声音呢？怎么突然就没了？该不会是引擎出现什么问题了吧？别担心，这是指挥室自带的降噪系统。引擎声音太大，的确会干扰驾驶者的判断，之后得考虑将这个降噪系统加入开低自吸。正在启动中，核燃料空气涡轮冲压装置已启动，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已满载，反雷达信号装置已全功率，量子保护立场已就绪，可随时开启。明明都是华夏字，每个字都听得懂，怎么连起来就听不懂了呢？就在他们茫然的时候，突然微微的震动下传来，庞然大物开始缓缓逆行。现在我们需要先把它开到指定地点，然后正式开始测试内容。没有想到这东西竟然能真的开起来，而且运行还很稳定。话说刚才的系统提示音是什么？它里面说到的很多装置怎么我听都没听说过？可能是这个航母的核心装置吧。问这么多也没用，我感觉就算把真正的图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不一定能看懂。这艘航母着实有点夸张了。已抵达预定区域，开始加速。下一秒，一股强大的超重感便袭来，他们向后连续退了好几步，可这种感觉也只持续了短短一瞬间。发生了什么？这是已经加速了，这速度的前后差距也太大了吧！明明是一艘航母，居然加速加出了跑车才有的感觉。之前航行的速度已经不慢了，怎么这么还能有这么大速度的提升？最主要的是，这还是在一瞬间提起来的速度。众人下意识看向最前面的大屏幕，只见在左下角显示航母当前速度为70节，团速度的1节相当于时速1.825公里，而这艘航母现在的时速居然已经达到了70节。简单换算了一下，也就是说时速将近130公里，太恐怖了。要知道，现在核动力航母的最快速度也只有30节，最快也不超过35节，而陆枫改造过的这艘航母，一起不就是他们的2倍？正在提速当中，当前航行速度为80节，当前航行速度为100节，当前航行速度为150节。短短10几秒的时间，航行速度就翻了个倍。再快点，再快点！邓金业压抑着激动，要知道这艘航母以后可是他们海军的武器，现在所表现出来的速度越快，也就越能证明未来海军会有多么强大。当前传速为200节，整个指挥室都陷入了死寂，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所有人都呆住了。200节换算成公里，就是时速将近400公里，这简直就是骇人听闻。更何况这还是一艘排水量超过380万吨的庞然大物，这速度已经超过许多跑车了吧？甚至有些飞机都比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现在十分好奇，这艘航母的引擎模组究竟是怎么建造的？这么快的速度，航母外壳所用的钢材真的能坚持住吗？在数百倍甚至近1000倍的阻力面前，还保持着这么夸张的速度，对于外壳钢材刚性以及韧性的要求，足足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外壳只要出现一丝丝意外，这个故障就会在短时间蔓延整个航母整体，后果不堪设想。众人连忙来到操纵台周围，纷纷开始检查现在这艘航母的运行数据。他们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判断航母的运行是否正常还是能做到。检查了半天，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运行数据一切正常。听到这句话，刚才还提心吊胆的众人纷纷松了口气。检测到前方即将遭遇暗礁群。为了测试航母性能，司令把速度提升到每小时400公里，却突然遇见暗礁群。
明明是选好的测试区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危险？完了完了，这么快的速度还能做到转弯吗？估计连停都停不下吧。暗礁隐藏在海面之下，只能通过雷达探测到，很难发现，也很难闪躲。航母一旦撞上去就是船毁人亡。怎么还不减速啊？众人几乎快要崩溃了，这个速度简直就是在催命，速度越快造成的损伤也就越大，更别说在这么高的速度下，他们都想象不出来在这种速度下究竟要怎么拐弯。距离前方暗礁群还有10公里，小鹿同志，再不减速真就撞上了。40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撞上，再坚硬的航母都得撞散架。一旁的邓金叶有点绷不住，这要是撞上去，那就是不敢想象的损失，更别说船上还有这么多各个领域的专家。小鹿同志，马上都要撞到暗礁群了，我们是不是得尝试着减速或者换航？我知道啊，怎么了？马上就要撞上暗礁群了，咱们是不是要躲一躲啊？不用怕，直接开过去就是了。开过去？开什么玩笑？那可是暗礁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面积比较小的陆地啊，这要是撞上去，不得船毁人亡。此时航母的底部直接撞在了暗礁群上，但意外的是，航母并没有任何晃动，依旧保持着200节的速度高速航行。我们前面的真的是暗礁吗？怎么这么脆弱？难不成这航母底部有什么开路的装置？那也不对啊，200节的时速，再强的工具也顶不住这种剧烈的碰撞啊！当然是因为暗礁的硬度远远达不到损害船体表面钢材的程度，就像刀和豆腐，再多的豆腐也不能对菜刀造成一点损伤。光靠船体强度就能横穿暗礁群，这东西是不是已经能够硬抗炮弹了？当然了，咱们刚才那个速度撞在暗礁群上，造成的冲击已经完全不小于炮弹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抵抗得住炮弹鱼雷的冲击力。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不要测试吧，触礁和鱼雷完全不是一个效果，后者爆炸所带来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放心，这艘航母的攻击手段可不允许其他航母有发动攻击的时间。还有这种事？防御力都这么强了，攻击难不成比其他航母还要厉害？那这艘航母里面得装了多少东西啊？小鹿同志，我们刚才算不算是测试了防御力？什么时候开始测试武器呢？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进行武器测试。陆风按下操纵台上的另一个按钮，正在链接卫星，连接成功，已经为您找到火力测试目标，距离无人岛1000公里。咱们距离这座无人岛似乎还有1000公里的距离。小鹿同志，目标是不是定错了？哪怕对导弹来说，这个距离也很远了，更何况现在测试的是航母，总不能说航母上装着的攻击武器都是导弹吧？小鹿同志，要不我们再把船朝着那边开，反正咱们速度够快，不差这一会。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电磁巨炮开始启动。接收到指令，现在电磁巨炮正在启动中。下一秒，巨大的炮管开始闪耀蓝色光芒，就像是流淌的电光一样，看起来恐怖无比。没想到小鹿同志连这种攻击方式都给攻克了。传统大炮是通过撞击底火将炮弹推射出去。之前磁暴坦克虽然用的也是电磁大炮，但里面用的炮弹都是特制的电磁炮弹，而眼前这个却是完全不一样。它里面装填的与其说是炮弹，不如说是炮弹壳，通过充能将能量充到炮弹壳子里。大家都离远一点，能离多远就离多远。听到陆风的指令，众人立刻朝着远处跑去。下一秒，蓄能已满，炮弹轰然射出。这太夸张了。邓金叶说完之后，他发现在场的众人都没有搭理自己，而且这些大佬也在说话，但光动嘴唇不出声。我不会炮声被震失聪了吧？仅仅是炮声和震荡感，就让我们短暂的失聪，这究竟得多大的威力啊？邓司令，你们没事吧？小鹿同志，我在，是不是有什么指示？不知道，先听听。他们在华夏都是有头有脸，此刻却是全都跟小学生一样，凑到邓金叶的对讲机前，小心翼翼的听着。这次忘了提前提醒你们了，在有武器测试或者以后你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让士兵们在电磁巨炮启动的时候远离。这个大炮在启动的时候，如果太靠近的话，会很危险，会被瞬间震死。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都带着些劫后余生的感觉，但更多的还是惊喜。这个大炮的威力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大。我们去指挥室。他们来到指挥室后，屏幕上正显示着刚刚发射出去的炮弹，此刻已经抵达了测试区域上方。下一秒炮下，无人小岛直接消失了。没想到这个电磁巨炮的威力竟然这么大，居然只一炮就把那座无人小岛给打没了。要知道，面积在上百平方公里之上才会被称为岛，这个面积可以抵得上小县城了。那岂不是说这东西一炮砸下去能顷刻间蒸发一个县城？哈哈哈！一炮干沉一个小岛，有了这门大炮，咱们海军以后岂不是无敌了？而陆风看到这枚巨炮威力之后，却是摇了摇头。小鹿同志，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这个威力只能算是马马虎虎吧，勉强及格，连核弹的威力都比不上。众人一时间只想吐槽，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邓金叶整个人却是兴奋的不行，看到自己的航母强大成了这个样子，他整个人就按捺不住的激动。有这样一门炮，就算碰上鹰将的航母，也保准能一炮干沉他们。不是一门，这样的电磁巨炮在这艘航母上足足有20多门。多少？20多门？如果说这艘航母上面有20多门这样的电磁巨炮的话，那别说干沉鹰将的一艘航母了，一轮大炮就能直接将他们引以为傲的航母舰队直接蒸发了。小鹿同志，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20多门巨炮？可以是可以，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适合被摧毁的无人岛了。不用开炮，就是拍一下20多门巨炮的画面就可以了。那行。陆风在操作板上点出了几下，
很快，一个个巨炮从甲板下方冒出来，足足20多门巨炮。快，赶紧去拍摄！数名摄影师扛着摄像机，在这些大炮之间穿梭游走，直到内存满，他们这才快步赶回了指挥室。多谢小鹿同志，我们已经拍好了。好了，接下来是防御测试。司令发现惊人的一幕，航母的速度不仅每小时400公里，更是一炮轰沉一座岛屿，一炮干沉一个小岛。有了这门大炮，咱们海军以后岂不是无敌了？这个威力只能算是马马虎虎吧，等我回去还得再改装一下。接下来装备进行防御测试。防御测试？难道之前撞暗礁群不是防御测试吗？防御测试的话，一般都是有辅助测试对象，而海面上却是平整无比，真要测试也得派护卫舰之类的东西过来啊！这一艘航母怎么测试？不用，看我操作就可以了。启动所有无人机。下一秒，一个关闭着的舱门打开，无人机从里面飞了出来，每一个都和脸盆一样大。这种无人机和防御测试有什么关系？这上面也没装备什么枪支弹药啊，难不成是硬碰硬？这小东西撞在航母上，估计连1层漆都撞不掉吧？毕竟这可是能硬生生撞开暗礁群的航母。小鹿同志，这东西和防御测试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看到这架无人机下面装着的东西了吗？邓金叶扭头看过去，在无人机的下方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包裹，而且越看越眼熟。小鹿同志，这无人机下面绑着的该不会是炸药吧？没错，是炸药，而且是浓缩过后的 TNT， 大概拳头大小的量，就能轻松炸开银行保险库的大门。看着无人机下的炸药包，邓金叶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不好的想法。小鹿同志，这些无人机接下来不会是要……没错，接下来这些无人机将朝着这艘航母撞击过来，用于测试航母的防御性能。撞过来！邓金叶抬头看向屏幕，只见在陆丰的指令下，已经有密密麻麻的战斗机从舱门中飞出，聚拢在天上，就像密密麻麻的乌云。这要是撞过来，奥特曼也顶不住啊！每一块都可以摧毁银行保险库大门好几次的炸药，这样的无人机足足有上百个。如果落在航母上面，这艘航母能顶得住吗？每个人心中都开始升起一股恐惧，主要是这个炸药的量实在是太大了。小鹿同志，你想怎么测试啊？是不是一台一台的撞过来，然后测试航母的防御极限？他希望是这样，虽然这个测试方法很残暴，但起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而陆丰却直接摇了摇头，这样多麻烦，当然是一口气全撞过来。你们放心吧，很安全的。陆丰在操纵台上输入指令，下一秒悬浮在天空的自爆无人机忽然散开，直直朝着航母冲了过来。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吊了起来。而陆丰忽然抬起手，再次按下一个按钮。激光防御系统正在启动中，启动成功。同时，甲板上出现一条条裂缝，一道道炮台从里面升了出来，而炮台上面并没有可以将枪口探出来的孔，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颗水晶，水晶表面亮起一道道光泽。检测到攻击，激光防御系统自动运行。只见炮水晶发射出一道光芒，直接精准命中一台无人机，而下方捆绑的炸药瞬间被引爆。下一秒，炮塔周围的水晶开始高速旋转，大量激光从中迸发出来，一架又一架无人机在极远的位置就被命中，在天空中轰然炸开。众人看到这一幕全都愣住了，这种攻击方式他们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个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原本如乌云笼罩的无人机，此刻却消失一空。这如果没记错的话，陆丰刚才说的应该是启动了激光防御系统吧？这真的能叫做是防御吗？太恐怖了吧！哪怕是将这个激光用来进行攻击，也能轻松毁灭敌人吧？还真是防御系统。有了这个东西，估计这艘航母在退役之前都很难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了。攻击无敌，防御也这么离谱，这就是改造过后的航母吗？众人议论纷纷，而看着屏幕上的数据，陆丰也点了点头。3秒56，速度还是可以。既然如此，那就进行下一场测试吧。导演，现在还请你将甲板上的摄影师叫回来，并且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允许前往甲板了。为什么？待会你们就知道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而指挥室的大门被陆丰关了起来。为了防止你们偷偷前往甲板，所以我提前把门关上。陆丰在操纵台上快速敲击，一行行繁复的代码出现在屏幕上。这些以技术著称的大佬，此刻却是看花了眼，他们完全看不懂。所有人愣愣地看着陆丰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操作。航天模式正在启动当中。航天模式？我们坐的这一艘不是航母吗？航母不是船吗？船上面为什么会有航天模式？难道我坐的是飞机？启动完成，空天母舰准备升空。我们坐的不是航母吗？为什么会有航天模式啊？等等，你们记不记得之前小鹿同志管这个东西叫做空天母舰来着？所以说航天模式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该具备的，但这也太夸张了。而且一艘航母为什么要装备航天的功能呢？我更担心的是，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飞起来啊？但问题是，这艘空天母舰的重量可远比一些航母的重量要重得多，想让航母飞起来何其困难啊！众人眼神中满满的震撼，他们完全想不明白这东西为什么要装备航天模式，更想不明白重达将近400吨的空天母舰究竟要有多大的推动力才能飞得起来。总之，这艘航母在他们眼中几乎是不可能飞起来的。想要推动一尊将近400吨重的庞然大物上天，现在能实现的也就只有火箭了。启动航母的剩余引擎，准备升空。他手指轻轻点了一下按钮，下一秒航母两侧开始有东西冒出。
这是涡轮旋翼，小鹿同志该不会是想靠着这几个涡轮旋翼就让航母飞起来吧？这着实是有点夸张了。虽然这几个旋翼的体积非常大，但这可是一个将近400吨的航母啊！就算旋翼转断了，也不一定能让航母升空1厘米吧？陆峰又点了2下按钮，这次出现的是一个个炮筒一样的装置，全部位于航母下方。这东西该不会是推动模组吧？这个推动模组看起来很大，动能估计也不小，但问题是一个推动模组真的够吗？下一秒又是一个推动模组出现，紧跟着是第3个、第4个，航母下方出现了足足8个推动模组。反重力装置正在启动中。我研究的航母不仅能在海上跑，就连到达15000米的高空也只要60秒。已抵达预定高度，此次升空共用时60秒。1分钟这么快？要不是这个系统播报，我还以为这次起飞用了半个小时呢。哈哈哈，这个速度虽然和6代机相比要慢了很多，但这艘航母的重量相较于6代机重了不知道几10万倍，能在1分钟内升空，就已经是很夸张的速度了。多个屏幕在陆峰的操纵下，为众人清晰展示着母舰周围的景色，看着脚下浓厚的白云以及周围的风景，在场的众人心中都生出一种难以表达的骄傲之感。几10年前，我们为了造一艘自己的航母，多少科学家前赴后继，多少辈人的努力，才做出一艘像模像样的航母。而现在咱们的航母都上天了，鹰将的航母数量多又怎么样？和我们华夏的空天母舰比起来，就是垃圾。这并不是没由来的自傲，而是感受到这艘航母的性能以及功能之后，众人打心里都认同了。传统航母在现在依旧是各国军队的标杆旗帜，但现在小鹿同志改造的空天母舰是可以上天的，这谁听过？估计传出去，各国都会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不管其他国家是怎么认为的，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了这艘航母上。而与此同时，局座看着舰在巨炮一炮炸毁一座无人岛，偌大的空天母舰在推动模组的推动下扶摇直上，局座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也太夸张了吧？那我这儿以后还叫什么战忽局？直接改名饺子战恐局得了。而与此同时，指挥室当中，见空天母舰稳定之后，陆峰也果断开启了下一个测试。接下来测试的就是空天母舰在天空当中飞行的稳定性。测试稳定性，这不是挺稳定的吗？陆峰忽然将手搭在了操纵杆上，接着向左使劲一摆。这么大幅度的操纵，这是要整座航母都翻过来呀！众人连忙岔开双腿，稳住重心，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动荡。可奇怪的是，随着陆峰的操作落下，整艘航母竟然没有出现一点点的震颤。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看向面前的大屏幕，此刻却看见画面在不断变换，显然整艘航母在进行方向的改变。这么大的动作，竟然没让航母产生一点点偏移，稳定性还不错，操作这个灵敏。那如果真的投入到战斗当中，会是一副怎样的情况？众所周知，体积越大的机械，操纵起来的延迟性都会很高，就好比船只在海面上航行，想要做出拐弯，甚至是掉头的操作，都需要长时间的铺垫准备，以及精准到秒的操作。而这艘航母在天空中，竟然一点点笨重感都没有，整个操纵过程就只有丝滑灵活的空天母舰，再加上这夸张的速度，对于国外的军事武器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吧。小鹿同志，咱们这艘空天母舰的性能很强，操作也很灵活，只是舰载巨炮都在甲板上，也就是说，我们只可以攻击平面，亦或者是位置高于我们的地方。那这艘母舰飞上天来还有什么意义？邓金叶有些想不明白。虽然这艘航母表现出来的性能很强，但作为海军司令，他更看重的是功能的实用性。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航母飞到天上之后，完全失去了攻击手段。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么大的航母在天空中飞行，实在是很容易被当成靶子的。放心，这个问题我有考虑到，所以这艘空天母舰不仅在海面上时有地对地、地对空的能力，现在开启了航天功能，它也会有空空作战的能力。可咱们的电磁巨炮不都在甲板上吗？难不成是靠着抛物线来对敌人进行攻击？这多少有点落后了吧？更何况以电磁巨炮发射的炮弹的初始速度，想要通过抛物线来命中敌人，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陆峰忽然按下了一个按钮，之前出现在甲板上的电磁巨炮全部都出现在航母的侧面，足足20几门。而看到这一幕之后，原本还有些担心的邓金叶整个人都愣住。好家伙，原来这些威力强大的电磁巨炮还有随意调动的功能，那这艘母舰的空空对战能力岂不是很强？电磁巨炮可以调整任何角度对敌人进行攻击，而且激光防御装置也并不是无效，激光防御装置同样可以从舰体侧面以及底部延伸出来，做到全方位防御的效果。陆峰在操纵台上点了2下，下一秒，侧面船体开始有激光防御装置的晶体塔冒出，这个光照就像是一个球，直接将舰体全方位包裹了起来。嘿嘿，这样强大的防御以及20多门电磁巨炮的进攻，简直就是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的结合体啊！邓金叶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他完全想不到，开着这样一艘可以上天可以入海、攻击防御兼备的空天母舰，究竟要怎么输？这究竟是怎么改装的？完全像是重新做了一艘航母啊！太夸张了，我都不敢想开着这艘航母，究竟还有什么是它到不了的地方？这样一艘航母，直接解决了华夏未来几10年的军械问题了。是，感觉都不需要更新迭代，只需要做好维护，这艘航母就能让我们华夏在未来的数十甚至上百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研究的航母不仅会飞，就连副武器都能一炮摧毁一座小岛。而接下来主武器的威力，更是把3位司令吓懵了。
各位选择一个岛屿用来做测试的目标吧。真的有必要测试吗？之前一炮打出上千公里，并且顷刻间摧毁一个无人岛之后，再进行这种简单的测试，这感觉就好像满分过了高考之后又抽出一张6年级的卷子作答，完全没必要啊！小鹿同志，我们是要测试电磁巨炮在高空当中的工作能力吗？还是测试它地对空的效果？听到他这个问题，陆枫的表情一瞬间古怪起来。谁说要测试电磁巨炮了？那玩意儿不是已经测试过了吗？那我们现在这是要测试舰载等离子巨炮的威力啊！听到这7个字之后，邓金叶整个人都骂了。这艘空天母舰上竟然还有未曾展示过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的规格听起来就比之前的电磁巨炮强大豪华啊！不光是他，在场的众人都纷纷惊讶起来。选一个大一点的无人岛，太小的话不好展示出威力。邓金叶在听到陆枫的话后，将注意力放在面前的巨大海洋地图上。小鹿同志，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它指向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位置在公海，而且属于十分空旷的地带，既不会使得华夏陷入国际舆论，同时面积也比上一个岛屿要大了一些。就这个吧。接着航母开始对这座岛屿进行扫描，短短几秒之后，这座岛屿的信息便出现在大屏幕上，比之前的那座岛屿还要大出40平方公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更别说还是加上原有的面积，这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大岛了。一时之间，众人也开始担心陆枫设计的这个等离子巨炮究竟能不能摧毁这个岛屿。与此同时，在扫描到相关数据之后，陆枫也开始操作起来，正在对此岛屿进行分析。分析完成，结果为适合作为测试目标，正在对岛屿进行锁定，锁定成功，舰载等离子巨炮开始充能。在这道声音响起的同时，屏幕上便开始出现一个进度条，而位于空天母舰底部的等离子巨炮开始充能。随着蓝色光芒愈发旺盛，屏幕上的进度条也发生了变化，短短几秒，进度条就近乎被填满。舰载等离子巨炮充能已完成。下一秒，一道急粗的蓝色光芒迸发而出，激光所经之处，连周围的空气都开始震荡。这并非是小说中的撕裂虚空，而是因为这道激光所蕴含的高温，让空气产生了扭曲，而且这个影响的范围还在持续扩大。这个激光是不是越来越大了？按照近大远小的原则，这道光束应该是飞得越远，看起来越细小。但奇怪的是，此刻从屏幕上看，这道激光似乎并没有因为距离而变得细小，反而好像越来越大了。这是什么情况？等离子巨炮的攻击手段采用的是全方位打击。刚才母舰已经锁定了那个无人小岛，并且对其进行了扫描，所以在命中之前，这道光束的粗细会扩大到与小岛差不多大小的程度。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众人忙不迭点头。明白，太明白了。只是将一个柱子粗细的光束扩大到和岛屿的面积一样大小，不会导致光束的威力随之减小吗？众人正想着，一旁的画面忽然变化，恐怖的蓝色光芒从天而降，巨大的爆炸声音响起。原本那个无人岛的位置，此刻已经空空如也。而看到这一幕，整个指挥室也在一瞬间陷入死寂。这究竟是什么威力啊？这还是人力可以造出来的武器吗？这种大范围的打击，还能将这座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无人岛摧毁？这哪里是摧毁，简直是挫骨扬灰了！好家伙，这个地对空的威力甚至比之前还要强。如果我与这座航母为敌的话，我宁愿他用电磁巨炮轰我，也不想被这等离子巨炮打。其实没区别，野妹真要被打中了，你其实一点反应都没有，就直接变成灰了，灰都省不下的那种。嘿嘿，不愧是整艘航母上只有一门的等离子巨炮。小鹿同志，这样的巨炮，确定咱们母舰上只有一门吧？暂时是这样。你想多装几个？不，看着陆枫逐渐认真起来的样子，邓金叶连忙摆手：一门够了，一门就够了。开玩笑，这么强大的威力还需要第二门？光是这门大炮亮出来，其他国家的航母就要退避三舍。这门等离子巨炮的威力还行，勉强算过关了。其实这个威力已经相当可以了，和之前的航母比起来，简直就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我当然知道，如果不能和之前拉开差距，那我还改造它做什么？你这叫拉开差距吗？这都不是一个东西了。说真的，要不是这东西最开始是出现在水里，打死我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飞在天上的庞然大物，竟然是航母改装过来的，都快不是一个种类的武器了。这个岛太小了，所以只开了1/3的功率，应该找一座大点的岛进行一下全功率测试，不然的话，这哪能叫测试啊？1/3，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堪比蘑菇弹的等离子光束，其实才是这门等离子巨炮全威力的1/3。1/3的功率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那要是全功率开启的话，那该有多么强劲！士兵在训练时发现奇怪的一幕，原本50多度的晴天却突然变暗了。他们抬头一看，才发现头顶并非是乌云，而是一个漆黑的巨大影子。这是飞机？哪里有这个样子的飞机？体型巨大无比，而且光是这个黑影就给人一种极为科幻的感觉。这东西怎么这么像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飞碟？此话一出，众人纷纷点头。的确，这东西通过影子以及轮廓来看，完全不像是人类现代科技能够研发出来的东西，更像是外星人的飞行器。那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头顶，该不会是外星人出现要袭击这里吧？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外星人，但这情况俨然不是人类科技能够拥有的实力。拉响警报，通知上级。带队的士兵立刻下令，他没有准备逃走，而是拿出专用的随身记录仪，打算拍下一些画面。而就在他准备采取些行动的时候，肩上的对讲机忽然响了。
这里是指挥台，你们头顶上出现的东西是我们海军研究出来的最新武器，请不要慌张，同时安抚所有人的情绪。这是我们海军研究出来的最新武器，那为什么这东西会出现在天上？首长，你确定这是海军的新型武器吗？我怎么感觉像是飞碟？听说外星人的科技都很强，说不定是他们模拟了我们海军的频段，发出来掩人耳目的消息。你见过外星人？没有。那不就行了？我们刚刚和上面取得频道链接，司令就在上面。这是我们华夏最新研制出来的空天母舰，刚刚进行完测试，所以返航回来。总之你们不要紧张，也不要慌张，一切照常进行。指挥台的工作人员解释了一番，旋即似乎是怕他们不信，开口补充道：这东西是陆丰同志最近的研究成果。原来是陆丰啊，那就不奇怪了。这个年轻人在过年的时候还受到了大首长的表扬，就在最高荣誉大堂呢。什么6代机、可控核聚变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出自陆丰之手。这么一个会飞的航母，似乎也挺合理的。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测试画面，但此刻看着天上快速移动的巨大黑影，众人脸上不禁浮现出了兴奋的表情。这种奇形怪状的武器都研究出来了，我们的祖国现在得多么强大啊！而此时空天航母指挥室中，海军司令脸上逐渐浮现出笑容。老万，你觉得我们海军的空天母舰厉害，还是你们的变形机甲厉害？万志毅白了他一眼，紧跟着邓金业又找上了刘国梁。老刘，你觉得是我们的空天母舰厉害，还是你们的6代机厉害？刘国梁也是一阵无语，而看到两人的反应，邓金业在心中直呼手快。之前海军还没有迎来改造升级的时候，只有我羡慕别人的份，而现在我们海军有了空天母舰，最主要这个空天母舰的性能如此强悍，谁能忍住不炫耀一下？当然是要狠狠炫耀了。邓金业显摆了好久，见万志毅和刘国梁都不理自己，这才走向此次事件最大的功臣。小陆同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不如你哪天来我们海军做客，我保准好好招待。为了表达感谢，我们陆军可是一口气订了300架变形机甲，我们空军也订了将近1000架战斗机，而且还把给小陆同志的费用提高了一点。老邓，这方面你可不能小气啊，毕竟订购了空天母舰，最后受益的不还是你们海军？两人挤眉弄眼，说的邓金业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现在一艘空天母舰的战斗力已经可以完全覆盖海军的所有行动，最主要航母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即便陆丰制作的空天母舰，相较于普通航母的成本没有贵出多少，但依旧是一个他们承受不了的价格。老邓，我知道你们航母的造价费用比较贵，但你可以少订购一些吗？就照着我这个数量减1个0怎么样？30艘空天母舰，以后我们再也不和你争第一了。真订购30艘空天母舰的话，那不得把我们海军的底子都掏空了？估计掏空了都不够，还得把未来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军费给预支掉。真要是造30艘空天母舰的话，这肯定不行啊！毕竟这个工期实在是太长了。有这时间，不如研究一点新东西。陆丰在操作台上轻轻一点，大屏幕上的数据消失，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出现在眼前，好几个大屏幕高清显示，给众人带来极致的享受。邓司令，这位是？一旁邓金业听到陆丰在叫自己，连忙走了过去。他看到屏幕中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穿着军装的独臂老兵正面向空天母舰的方向进。这位老人家之前是一名特种兵，只是在一次特殊任务的执行中发生了一场意外，最后保住了性命，但代价就是失去了一条手臂。在那之后，国家本想让其安置下来，但他却执意申请做了守塔人。守塔人被誉为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一待就不知道多少年。同时，这个灯塔的存在也是在宣示华夏的主权，意味着只要跨过这条边界线，就已经进入了华夏的领海。陆丰心中顿时充满了敬意。像这位老前辈的一眼情况的部队中的数量多吗？还是挺多的。放到前几年，华夏的边界还经常发生战争，那些国家虽然不敢主动开枪，但冲突还是经常会有的。除此之外，平日士兵训练也偶尔会出现意外。海军队刚研发的新型航母不仅不保地，反而放在城市上空展示，这可把老百姓吓了一跳。天上这是什么东西？好巨大的飞行器，这是飞机还是什么？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哪里是飞机？咋看起来像是一个船呢？感觉和我们华夏的航母很像啊。难道我们华夏的海军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可以让航母在天上飞？不会吧？这也太夸张了！我们国家连变形机甲这种东西都研究出来了，再搞出来一个可以飞的航母，似乎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吧？他们举起手机将天空中的画面拍了下来，随即上传到了网上。很快，各个聊天群、短视频平台都被一个飞天航母的视频所霸占。而与此同时，某座新闻大楼中，局座看着屏幕上的数据统计，以及各个网站的热搜，苦笑不已。视频拍得这么清楚，这下恐怕是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了。局座不好了，咱们的最新武器又泄露了，好多民众都拍到了真实画面，而且还上传到了网络上。局座，这该怎么办啊？局座掏出手机，拨打了海军司令的电话。邓司令，那个在广月上空飞的航母，不会是海军的吧？没错，现在关于这艘航母的信息已经铺遍全网了，所有网友都在我们的官博下面要解释，我解释不清啊！哈哈哈，解释不清就不解释了，就算是泄露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华夏，谁也不怕，不用解释啊，那没事了。
此时空天母舰还在空中缓速航行，以华夏如今的实力，这艘航母根本不用隐藏，所以特地放慢速度在低空航行。而陆枫自从看到独臂的手达人后，他已经确定好了接下来的研究计划。陆枫直接来到李德佑跟前，小陆同志，是有什么事情？我想要找一些基因工程方面的人才，所以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基因工程方面的认识的人，最好是比较熟的。虽然李德佑有点懵圈，但还是将一大批人名说了出来。这些都是我知道的基因工程领域相关的专家，而且有一部分还很熟悉。不过听说他们最近在研究一个什么新东西，而且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这次表彰大会才没有到场。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就在这里站着呢。他身为航天院的院长，基本每个领域都能找出3、5好友来，而两人的对话也让一旁的林泽甫听到了。小陆同志，你是在找基因工程相关领域的专家吗？我正好认识一位基因工程研究院的院长，我和他还是好朋友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需要材料支持还是技术帮助，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保管他十分配合。林泽甫眼神中同样有些骄傲。李德佑，你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一些专家，我可是认识基因工程院的院长，一个顶你10个，不过分吧？那就麻烦两位帮我联系一下基因工程方面的人才吧。等回去之后，我想要在基因工程技术方面做一下研发。小陆同志，你放心，我刚才说的那些人一定都能联系过来。我也是基因工程院的院长，我也绝对能把他叫过来。好，那就麻烦两位了。而与此同时，大海上想要寻找爆炸源头的鹰将士兵，此刻全都愣在了原地。怎么回事？这里不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岛屿吗？地图上是这样显示的，难道地图出错了？地图都是实景拍摄，不应该出错。难道是我们方向走错了？不可能，我一直按照规定路线行进的，绝对不会出错。那就奇怪了，那么大一个岛屿，难不成还能消失了？不行，我得把这件事情和上级汇报一下。当相关部门收到消息后，他们总感觉有些不真实。这种事情简直匪夷所思。要知道，岛屿可不是凭空漂浮在水面上，而是和蓝星连在一起的。想要让岛屿凭空消失，那落在上面的炮弹就要有极大的爆炸范围以及极高的穿透力。现在的蓝星哪里拥有这么强的武器？就算是核弹来了，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吧？他很快便拟定了一个邮件，发送到了鹰将总统的手里。必须给我查，联系卫星，然后找到岛屿消失前的影像进行回放，这样就能搞清楚这座岛屿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消失的了。很快，一段视频被投影到了大屏幕上，这片岛屿出现在众人眼前，可下一秒画面直接黑掉了。怎么画面突然黑了？难道卫星又被入侵了？好像不是屏幕变黑了，而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当镜头拉远后，只见一个硕大的黑影阻拦在卫星和那个消失的岛屿中间。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船，但它看起来很大，究竟是怎么飞起来的？而且按照距离来看的话，这东西最少也在1万米高空以上，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而画面中逐渐有蓝光泛起，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柱迸发而出，巨大的爆炸从屏幕中传来。当黑影缓缓飘走后，原本还在海面上的岛屿竟然直接消失了。竟然一炮摧毁整个岛屿，这威力几乎要超越核弹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总统，这肯定是外星人来我们蓝星了，不然我想不出哪个国家能发明如此厉害的装备。快去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只因我刚研发的航母威力太强，却被西方霸国质疑是假的，气得海军司令下令全军备战。老子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强的武器，还让这群人说成是假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小陆同志，你说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不是搞科技的吗？这种问题你应该去问外交部门啊。邓金叶也意识到问错了人，打开外交部负责人的聊天界面。是你们替我们海军发声，还是我直接开着空天母舰过去为自己发声？他直接发了一段语音过去。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小陆同志，你说什么挺好的？就是鹰将的动作，你看他们现在引导舆论，这不是在变相帮我们解释吗？这样一来，局做的工作量也能小一点，我接下来也能安安心心继续搞我的发明了。好像也确实是这样。现在鹰将主动出来引导舆论，我们倒也不至于直接开着航母过去。虽然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所影响，但倒也给了我们安稳发育的时间。而且对于现在的华夏来说，这些言论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只要实力强大了，还会怕这些东西？我都一把年纪了，还没有小陆同志活得通透。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嘛，这条路是不能止步的。不过在这之前，还要把你们海军的空天母舰实现量产。量产？小陆同志，你刚才说的是量产，这东西也能量产吗？邓司令，别这么激动，空军和陆军都能实现量产，你们海军肯定也可以的。可是航母和战斗机坦克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本质上不都是武器，不都是一堆铁堆起来的东西，有什么不放心的？量产不是问题，当然前提是资源要跟得上，资源跟不上量产的确是个问题。嘿嘿，小陆同志你放心，既然你说能量产，那我邓金叶就无条件信任你，资源什么的你也不用操心，需要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只要是能帮助我们海军制作更多的空天母舰，就算是天上的月亮，我也让刘国梁上天给你摘下来。行，不过现在也不太急，这样
我先去一趟军工部，之后再详谈空天母舰量产的事情。我立刻安排人送你去。随后，陆枫坐上了一辆轿车，车上兼具了防弹、过滤毒气、抗重压等功能。如果遇到什么天灾人祸，这辆车完全可以承担暂时的庇护所。后面是几辆武装车跟着，将陆枫乘坐的轿车牢牢保护起来。抵达军工部之后，陆枫直接找到李德佑询问最近矿物的开采情况。李德佑将情况说了一遍，而听到这个数字之后，陆枫却是皱了皱眉头。这个速度该提速了。现在开采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呀，为什么还要提速？接下来空天母舰量产会需要大量的资源，并且后续发展也需要足量的能源来支撑。现在这个速度明显有点不太够。放心，将最新量产出来的6代机和变形机甲投入矿物开采的话，将开采速度翻1个倍应该没问题。这件事情就暂时交给别人吧。之前你说认识基因研究方面的专家，还是要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小陆同志，你放心，我这就去把我认识的基因工程专家全部召集过来。李德又掏出手机打电话：老王，最近忙吗？老李，你怎么忽然有时间联系我？我可不像你那么有福气，能跟着陆枫同志搞研究。人家一出手就把困扰你们多年的6代机给解决了。我们这边2年前就有了新发现，可顺着这个新发现一直研究了2年时间，都没有什么新进展。先把你苦丧的脸收一收，我这次是来给你带好消息的。我这次打电话是小陆同志找你有事。我们刚刚完成新式航母的测试，现在小陆同志准备对基因工程技术进行研究，想让我帮着找一些帮手过来。真的？老王整个人顿时激动起来。之前他还想着陆枫会不会涉足基因工程技术领域，到时候也能帮他们解决一下难题什么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作为老朋友，我当然得第一时间想到你们，不光是你，你看看你们研究所谁有空，干脆全打包过来。好，没问题，我这就去张罗。老王电话挂断，紧跟着研究所的众人就看到副院长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打开。都给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接下来有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现在所有人都回去收拾行李。副院长，我们现在研究正在最关键时刻，不能中断啊！最主要的是哪里值得咱们学习呀？在迈入新纪元之后，不光是军工领域，其他各个科研领域的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华夏基因工程领域的成果就已经远超当前世界的多项记录了，所以在他看来，要去学习这件事情，着实是有点荒唐。你们别管了，现在去收拾东西。那院长那边，他那边怕什么？我自己去通知，保证他没有意见。他说完就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可他还没走到，院长办公室的门从里面豁然被撞开。现在所有人都去给我收拾行李，我给你们争取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老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的学习机会，不会是去军工部和陆枫同志？你怎么也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是李德佑告诉你的？不是，是林泽甫。原来在李德佑找上王副院长的时候，林泽甫也找到了院长马学珍，只不过2人一前一后，所以王副院长的反应要快一些。这次学习机会就是去军工部给前段时间被秦老盛大表扬的陆枫同志打下手。虽然说是打下手，但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去收拾行李，不能让陆枫同志等急了。我只是测试个导弹，却吓得西方霸国开启核武器。光是起步就能这么快，真不知道到了极限速度的话，我们还能不能看清？短短的几秒钟，导弹已经快速升空，瞬间将云层撞出一个大洞，同时屏幕右上角的速度也来到了5马赫。起步阶段就能达到5马赫，这要是高速飞起来的话，究竟得有多么恐怖啊！所有人都激动不已，而导弹的速度也在这时候开始快速飙升，8马赫、16马赫、25马赫，短短7、8秒的时间，速度直接来到25马赫的极限速度。25马赫，这才多久？速度居然提升的这么快！一时之间，所有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尤其是国外一些在看直播的导弹专家，此时更是满脸的不相信。谁能想到他们苦苦研究了一辈子的东西，到了陆枫这里竟然2个小时就做到了？嘿嘿，这个速度已经很不错了，再改进一下，感觉达到6代机同款速度也没问题啊。齐老，别这么早就下定论啊，这还只是刚开始，东风导弹的速度还没有达到极限呢。还没有达到极限。此时右上角的数字在短短的一瞬间，30马赫这个数字就被突破了。导弹当前已抵达太空区域，准备改变方向。而一直垂直向上飞的导弹忽然开始发生偏移，朝着一个方向击射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导弹的速度还在持续飙升，33马赫、38马赫、40马赫，仅仅一瞬间，导弹的速度就来到40马赫的极限。而此时鹰将办公室中，所有导弹专家也全都骂了：不是，你们导弹的速度怎么这么提升啊？谁家好导弹速度成倍往上涨？现在蓝星上大部分导弹的速度也就在20马赫左右，而龙国这枚东风导弹却是直接将导弹的极限速度上限提升到了40马赫。报告长官，因为我们刚刚计算出华夏那枚导弹的飞行方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导弹飞行的方向就是我们国家。龙国的导弹竟然在朝着我们飞来，不是说好了导弹的实施地点是海上吗？华夏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这是公然挑衅，让导弹飞到太空中，就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的手段。该死的龙国，他们这是要开战！办公室中的众人此刻都愤怒起来，每个人涨得脸色通红，但双腿却是在打战的。那枚导弹距离我们有多远？听到他的问题，一旁的工作人员也立刻进入状态当中，疯狂计算最终
中得出一个数字。报告长官，距离我们大概还有1万公里。如果这枚导弹能一直保持40马赫的速度飞行的话，1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能出现在我们上空。快给我联系龙国的秦老，我要亲自质问他。一旁的秘书快速拨打出去一个电话，正是秦老的联系方式。长官，没人接，没人接就继续的，打到他们接电话为止。鹰将总统快速下达命令，倒不是他不想跑，只是10分钟的时间，别说是现在准备跑路，就算他现在已经在全速飞行的飞机上，估计也跑不了多么远。我来打。看着秘书半天没动静，鹰将总统夺过电话，一阵忙音过后，是电话占线的提示音，连续拨打了几次电话，鹰将总统的手已经开始有些颤抖了。喂，你哪位？你们龙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向着我们鹰将的方向发射导弹？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侵犯我国领空权，你这是在挑起战争。我们鹰将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们要是准备开战，那我们鹰将奉陪。真要是开战的话，我们会只丢1枚导弹，那么多6代机、变形机甲等着，还有1艘空天母舰呢。真开战的话，这些东西不得全出现在鹰将上空，来一个全国火力覆盖。太空不属于你们的领空。看来你们华夏没有把这枚导弹收回去的想法了。既然如此，我们鹰将会主动发射导弹拦截。呵呵，无所谓，能拦得住尽管拦。大首长声音平淡，就好像根本没想过导弹被拦截所产生的后果一样。此次导弹测试其实已经从最开始的性能数据收集变成了双方之间的博弈，而鹰将总统看着被挂断的通话，一时间也有些懵逼。报告长官，我们的雷达完全检测不到对方导弹的行踪。如果我们的雷达没出现问题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这枚导弹上面涂装了最为先进的防雷达信号涂层。众人脸色开始逐渐苍白，一股莫大的恐惧开始在他们心中蔓延。雷达完全扫描不到的话，那岂不是说，如果不是这次龙国开启了全球直播，那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导弹此刻正在头顶。刚刚还扬言要拦截华夏导弹的鹰将总统，此刻更是陷入了沉默。我刚才说话应该没有很大声吧？龙国的导弹就在我们上空高速飞行，如果主动引爆的话，就会对我们鹰将造成极大的损失，并且这枚导弹还装有核弹头，这样随时准备启动紧急预案吧。如果龙国的导弹在我们上空爆炸的话，不管有没有对我们的国境造成损伤，这也意味着龙国对我们正式开战，到时候我们也就不用再在乎核武公约了。通知有关部门随时准备导弹发射，还有外交部门通知他们立刻拟定声明，如果龙国的导弹在我们鹰将上空爆炸的话，我们就立刻撕毁核武公约，启动核战争。如今鹰将可是蓝星当中核弹头储备量第2的国家，要是所有核弹发射出去，对于整个蓝星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这是目前阶段我们手中唯一能够称得上底牌的装备了。我只是测试个导弹，却吓得西方霸国开启核武器。总统，核武器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只要龙国的导弹敢炸我们鹰将，核武器就会立马发射，相关的新闻也会同时指责龙国。而速度达到40马赫的东风导弹，在抵达鹰将上空之后，直接改变了行进方向，由最开始的直线飞行，改为绕鹰将上空1周，开始在鹰将上空盘旋。看着这一幕，在场众人的脸色更是越来越难看。龙国的导弹在鹰将上空盘旋，意味着这枚核弹可以精准覆盖到鹰将的全部领土。一时之间，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但好在东风导弹盘旋一番后，再次调整方向，朝着远处快速离去。终于飞走了，龙国果然没有开战的想法，也就是说不用启动核战争了。他渗出了一层冷汗，毕竟核战争要是真的启动的话，那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导弹从鹰将上空飞走后，依旧保持着40马赫的极限速度，在太空中笔直的朝着一个方向飞去。这是要去哪？按照龙国发布的通告，则是导弹的海域位于龙国领海和我们鹰将领海的交界处，而现在导弹却是直接跨过了目标区域。难不成龙国还有其他的测试地点？与此同时，导弹大约绕蓝星1周后，终于抵达了目标地点的上空。抵达测试地点，引爆倒计时开始，10、9、8。这枚导弹已经绕着蓝星飞行了1周。大部分国家导弹的飞行距离都很短，像龙国这个东风导弹能够绕球1周飞行的绝无仅有。不过既然是这样的话，那这枚导弹的杀伤力就不足为惧了。没错，这枚导弹的威力肯定不会太强，毕竟装载了这么多的燃料，威力能强就有鬼了。龙国这次要展示的不会是这枚导弹的续航速度吧？那致电国防部取消1级战备警戒。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怎么还没打出去？总统，我月底忘记给手机充话费，停机了。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日常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就行了，还能随机领1到4元话费券。我刚刚就领了3元，充值还秒到账，真的太香了。现在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官方补贴，每人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你试试有没有充上？居然这么快就充上了，我现在就联系国防部。3、2、1，下一秒，距离海面只有10米左右的导弹，忽然像是停止住了一样，尾部推进模组停止运转，唯有导弹顶端的蓝色光芒越闪越急，海面已经被高温蒸煮的开始沸腾，周遭的海水开始倒灌，形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大漩涡。能让海面都开始沸腾，这枚导弹产生的高温究竟得有多么恐怖？怎么样，计算出数据没有？
初步计算，东风导弹的威力达到8亿当量。与此同时，鹰将总统看到龙国通告中的数字，他眼神颤抖，甚至有些不相信的开始向后撤步。威力达到了8亿吨当量，这怎么可能？如今最强的导弹当量也就在1000万吨级别，这已经是战略级核武中最强大的了。鹰将的核武仓库当中自然也是这个水平，但龙国的导弹威力竟然达到了8亿吨当量，最起码是最强核弹的10倍威力。你管这叫威力不大？他扭头怒视一旁的几个导弹专家，众人一时间也是有些不敢抬头。此时军工部里，国际上反应怎么样了？现在国际网络上80%的人都在惊讶于这枚东风导弹的威力，剩下20%的人则是在期待接下来鹰将的表演。发生什么事了？我只是测试的导弹，却把西方霸国给吓坏了，只因为全球都在打击范围内。发布声明，我们也要进行核弹测试，不能再让龙国的风头出下去了。一旁的外交部长旋即快速编撰通告，鹰将发布的通告很快出现在了国际网络上，而龙国看到通告后，立即发布谴责声明，整篇通告中都是在谴责鹰将撕毁国际核武公约的行为。谢特，龙国有什么资格谴责我们？他们刚刚测试的导弹上就装备着核弹头，他们能测试，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测试？鹰将总统越想越气，最后直接发了一条消息：龙国的导弹上就装备了核弹头，请在约束我们的行为之前，先约束好自己。如果说撕毁核武公约，那也是你们龙国先撕毁的。他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龙国，一时之间，网络议论的风向也开始调转。鹰将总统看到网络上都在骂龙国，他脸上也浮现出难得的笑容，这可以说是他和龙国多次交锋以来第一次占据上风了。对了，派遣小队去对那边海域的辐射数值进行检测，现在的龙国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等我们拿到辐射的确切数据，到时候再给他们沉痛一击。鹰将总统对着一旁的助手下令，后者脸上此刻也是前所未有的激动，而一旁的外交部长忽然跳了起来。你什么情况？一惊一乍的像什么样子？报告长官，龙国刚刚再次发出了声明。是垂死挣扎还是负隅顽抗？不过无所谓了，只要核辐射数据检测出来，龙国就再也没有翻身之地。他们说刚刚发射的洲际导弹是没有辐射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关头，龙国竟然还在狡辩。鹰将总统脸上闪过冷笑，他已经派人去扫描现场的辐射数据了，只要数据传回来，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谴责龙国的有力证据。调查出来没有？那片海域的辐射数据有多少？赶紧传回来，我们要用这个数据彻底打死龙国。报道长官，我们刚刚对龙国导弹的测试海域进行了检测，结果是没有任何核辐射。原来龙国之前的声明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真的做到了。我们准备测试核弹的声明都发出去了，难道还要撤回？他召集几个高层，迅速展开一场临时会议。当他将目前的情况说出来之后，顿时一名高层立刻站了起来：绝对不能撤回，这关乎到我们国家最后的威严和声望。如果撤回了，外界就会以为我们是在害怕华夏。核弹必须发射，必须要测试，绝对不能撤回。没错，就算我们发射出去了核弹，测试之后产生的核辐射也无法消除，到时候说是搞错了，遮掩过去就好了。其余众人纷纷附和。鹰将很快就对外宣称，即将测试的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洲际导弹，甚至在声明下面还有鹰将总统亲自介绍这枚导弹的视频。而军工部的众人看着画面中鹰将总统自豪的样子，却是忍不住发笑。这个家伙看样子是打算强撑面子啊！按照之前鹰将的作风，肯定是把核弹伪装成导弹。不过为了抢风头，鹰将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如果鹰将真的发射核弹的话，威力的确不差，但也违反了核弹公约，对全球的生态都会造成影响，这可不行啊！首长，刚才陆丰同志不是设计出来一种可以阻止核弹爆炸的装置吗？正好克制鹰将的核弹，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个装置来给鹰将搞一个乌龙？哈哈哈！鹰将想破脑袋，估计也不知道我们会有这种装置。此时的鹰将众人正盯着网络平台，龙国这次居然没有再跳出来了，不对劲。按理来说，这个时候龙国应该在出现对我们进行2次阻挠了，怎么这次这么久都过去了，还没有一点动静？不管了，龙国的人也不是傻子，他们肯定猜出了我们这次发射的不是导弹，而是核弹。估计是因为害怕过度阻拦和我们在国际上撕破脸皮，从而引发核战争吧。不用管他们，准备好发射就行。这次一定要把龙国的风头抢过来，不能再让他们这么嚣张下去了。与此同时，鹰将的核武仓库也罕见的开启，一枚战略级核弹头被从中取了出来。经过漫长的检查工序过后，鹰将总统再次下令核弹准备发射。因为是核弹的原因，所以鹰将没有胆子像龙国那样采用全球直播的方式进行发射，毕竟核弹头和导弹是完全不同的。对外发布一个通告，命令测试海域的船只和海域上空的巡航战机撤离，如果执意不离开的话，后果自负。而与此同时，鹰将的通告出现在国际网络上，顿时所有网友都开始议论起来。鹰将居然执意要发射，这是要和龙国撕破脸皮啊！我不明白，鹰将这不是要测试导弹吗？龙国谴责的是核弹。以鹰将的尿性，他所谓的导弹绝对是核弹。而此时鹰将导弹发射基地里，让那些墙头草们看看，就算我们国家的地位受到威胁，也绝对不是他们这些小国家可以抗衡。本意的得罪的，核弹发射。
下一秒，工作人员按下红色按钮，核弹尾部推动模组开始运转，缓缓升空。而与此同时，大首长等人却是丝毫不慌。时间快到了，阻爆装置安插好了吗？已经按照小路通知给的坐标安装好了。在鹰将发布通告的同时，陆峰将提前做好的阻爆装置取了出来，直接投放在鹰将的测试海域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鹰将所谓的导弹发射，然后给他制造一个乌龙出来。没错，阻爆装置可以远程开启，等他们的导弹发射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启装置，然后坐在这里看好戏就可以了。报告首长，雷达刚刚捕捉到了鹰将导弹的飞行信号。为了证明实力，鹰将也发射了洲际导弹，并且带的还是核弹头。可它没有东风导弹那样强大的隐身能力。从发射的那一刻开始，它的行动轨迹就被龙国的多方雷达观测到，甚至就连画面都能被龙国的卫星捕捉到，经过智能系统推算，从而出现在大屏幕上。鹰将还真是胆子大，居然真的敢发射核弹，看起来还是当量千万吨级的战略级核弹。看样子鹰将真的想在这个领域和我们一较高下。这个核弹爆炸的确能够让鹰将重新回归公众视角，最主要的是这东西一旦爆炸，的确能给所有人极大的威慑力。但这枚核弹爆炸的话，所造成的污染也会是不可估量的。没想到鹰将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国际地位，竟然真的不顾全人类的安全，发射战略级核弹。放在以前，众人也只能看着核弹飞行束手无策，但现在龙国却是没有任何担心的样子，反而做好了看戏的准备。小鹿同志启动阻爆装置。随着秦老一声令下，一旁陆峰直接按下按钮。与此同时，数千公里之外被投放在海域的阻爆装置开始缓缓运转，一阵阵肉眼不可见的波动开始从中散播出来。只要鹰将的核弹进入到震动波信号的范围内，就会立即失效，无法引爆。这就是龙国准备给鹰将搞的乌龙。装置已经启动成功了，并且波动也已经到达了最高频率。现在以阻爆装置为基础，360度的1000多公里范围内都是阻爆区域。只要鹰将的核弹进入这个区域，引爆装置就会自动失效。大首长点了点头，紧跟着一脸期待的看向屏幕。鹰将的导弹还在以急速飞行，放在以前，这枚核弹的飞行速度绝对是很快的。只是如今有东风导弹在前，大家见识过了40马赫极限速度的导弹，再看鹰将的核弹，就感觉像是蜗牛在爬一样。小鹿同志，你这个阻爆装置究竟是什么原理啊？就是通过特殊震动波，在核弹没有爆炸之前破坏其内部的引爆装置，这样一来核弹无法触发，也就没有威胁了。这么说，这个阻爆装置破坏的只是引爆装置，影响不到其动力。要是能破坏动力装置那还得了，到时候这东西扩散开来，不光能阻止核弹爆炸，还能阻止其他国家战斗机入境。好家伙，这岂不是直接让其他国家科技直接倒退几十年？真没想到，我只是想让小鹿同志帮忙改进一下导弹的速度，结果愣是改了个这么恐怖的东西出来。换做我们部门自己的人来研究的话，没有个大几10年是绝对做不出来的。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量产了。只有一枚导弹的话，虽然能够威慑其他国家，但威慑性不够。如果能实现量产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这东西该怎么量产？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等后面小鹿同志有空的话，肯定会抽出时间来为你们导弹部门制作一条可以量产导弹的流水线。到时候只要材料充足，想制作多少东风导弹都不是问题。报告首长，纳米单兵作战装备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跟踪鹰将的导弹。终于准备好了，通知战呼局，把信号连接到直播间，然后按照原计划进行。随后大屏幕忽然发生变化，之前测试导弹的全球直播间再次开启，短短时间内人数便直接来到上千万。这是鹰将的核弹啊！你们看其尾部的标志，这不是鹰将的旗帜吗？龙国的直播间里为什么会出现鹰将的导弹？肯定是因为鹰将不开直播，龙国看不下去了，所以帮忙开了直播。不愧是礼仪之邦，都是好心人啊！话说鹰将知不知道他们的导弹被龙国卫星锁定了？而与此同时，六角大楼里，报告长官，龙国那边的直播间同步开播了，而且他们直播的画面还是我们的导弹。什么叫他们的直播间？直播内容是我们的导弹。鹰将总统连忙走了过来，只见直播间里满满的都是嘲讽鹰将的声音，而画面则是一枚他在演熟不过的导弹。这不是我们的导弹，为什么会出现在龙国的直播间当中？我刚刚还在对导弹大吹特吹，同时龙国还通过追踪器全球直播我们导弹的画面，这不是在狠狠打我们的脸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期待着导弹爆炸的威力能给我们挽回一点颜面了。而此时龙国军工部里，已锁定装置范围内核武，当前装置范围内可干扰目标1，正在对其进行干扰。破坏引爆装置成功，当前范围内核武已无法引爆。这下鹰将的导弹就彻底爆炸不了了。小鹿同志发明的这个装置简直是太夸张了，竟然能够阻止核弹爆炸。接下来就是印证这个装置究竟好不好用的时候了。如果真的可以阻止核弹爆炸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装置在华夏的领土内全面铺开啊！众人开始期待这台阻爆装置真正起效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同时海面上鹰将的导弹也在高速飞行，毕竟阻爆装置只是破坏了其内部的引爆系统，并没有影响到其真正的飞行功能。可鹰将的众人此刻
都有些奇怪。咱们的核弹都快飞到引爆区域了，怎么龙国一点动作都没有？难不成他们又在搞什么东西？不用担心，因为龙国知道我们投放的不是普通导弹，而是货真价实的核弹，所以他们才没有胆子阻拦。至于谴责，估计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的谴责是完全没用的吧？报道长官，核弹已经抵达目标区域。好了，这次核弹对他们只是一个警告，听我指挥，准备引爆。为了证明实力，鹰将也发射了洲际导弹，并且还是威力最强的核弹头。报道长官，核弹已进入目标区域，马上引爆，让龙国看看我们的强大。作为自家核弹库中当量最大的核弹头，鹰将总统甚至已经想象出这东西爆炸的时候会是怎样一副震撼的场面了。虽然这样做的确不道德，甚至对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环境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我可不在乎这个。如今我们鹰将的目标就是能够保住在国际上的地位。而接受命令的工作人员狠狠按下那个通红的按钮，此刻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们同时看向屏幕。虽然鹰将没有开启对于核弹爆炸的现场直播，但龙国的直播间还没有关闭。怎么还不爆？难不成是龙国的直播间有延迟？看着画面中的导弹继续朝着海面落去，都快要掉到海面上，却依旧没有爆炸。众人面面相觑，每个人眼神中都满是疑惑。难不成是龙国在捣鬼？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在鹰将总统的心中快速滋生。此时鹰将巨大的导弹已经落入海面，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直直砸了进去。快派人检查究竟是什么情况。而与此同时，龙国的直播间中，鹰将这是在开玩笑吧？这么大张旗鼓的测试导弹，目的就是为了看看水花。如果是跳水环节的话，我给0分。按理来说不应该在海面上爆炸，这样才能看到导弹的真实威力吗？难不成鹰将的目的是要测试导弹在水下爆炸的威力？你们看时间，按照世界时间来看，已经过了导弹的爆炸预定时间啊！鹰将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此时六角大楼里，查出来没有？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的导弹会无法爆炸？现在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报告长官，我们未能检测出系统的任何漏洞。根据内部推测，这次导弹无法引爆的情况背后很有可能是龙国在搞鬼。哼，果然是龙国。证据是什么？我这就上报联合理事会，必须让龙国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没有找到证据。什么？没有找到证据？那你把责任推到龙国身上。当时我们开车去检测时，确实找不到任何问题。你开车去的？没错，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这么便宜，等会我去看看。这车速度挺快的，当时我们去到时，只有龙国的追踪器一直跟在我们的测试导弹后面，有能力和时间搞鬼的只有龙国。其他部门呢？找出问题来了没有？鹰将总统还是不敢相信龙国能做到这种地步。就在他准备再次采取鸵鸟战术时，一旁的情报负责人忽然走了过来，他把手机递给了鹰将总统。报告长官，龙国刚刚发布了通知，而且是他们的领导人亲自发的。当鹰将总统看到画面上的文字时，整个人顿时就快要被气炸了。只见屏幕上只有一串华语，后面甚至还艾特了鹰将总统。太嚣张了！我之前还是怀疑，现在可以肯定，这件事情背后绝对是龙国的人在搞鬼。众人也跟着点头，他们也是一样的看法。命令其他部门抓紧排查问题，另外组织一个单独的调查小组，给我好好查一查，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找不到龙国捣鬼的证据，你们就给我一直找，找不到就不要回来。鹰将总统的鼻子都要气歪了，原本想着用核弹威慑一下最近很活跃的龙国，但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乌龙。鹰将总统快速组成调查小队，开始排查这次核弹未能爆炸的真正原因。这个小队只属于他，不听任何人调令，甚至还下了死命令，1天之内必须查出核弹未能爆炸的真正原因。一时间，鹰将的高层都慌了起来。虽然核弹不爆炸和他们没关系，但他们都害怕因为这件事情，从而查出他们平日贪污的勾当。3个小时后，看着迟迟没有消息的调查小队，鹰将总统整个人都愤怒了。还没查出来？报告长官，我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枚核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不爆炸，肯定是外部原因所导致的。那外部原因是什么？没有查出来。那我要你们做什么？一群废物！现在我们鹰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国际上的笑柄，而你们这群废物却是一点用都没有。滚，都给我滚出去！发生什么事了？最好是一个好消息，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此话一出，对面的情报部门负责人顿时不敢说话。要是好消息，我还打电话告诉你。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抓紧说。报告长官，对于刚才核弹测试的事情，我们鹰将的民众已经在网络上议论开了，只是民众的态度似乎都不太好。鹰将总统愣了一下，他快步走到电脑前，很快他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消息。学龙国测试导弹也就算了，居然发射出来一个残次品。现在我的外国朋友全都在
嘲笑我们。这样的高层，我建议全部取缔。鹰将迟早毁在这群人手中，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丢人丢到全世界了，我建议以后鹰将的高层全都变成缩头乌龟，不要再和龙国争了。网络上的声音铺天盖地，全都是对鹰将高层的怀疑和不满。现在的民众正在气头上，要是镇压的话，很有可能触底反弹，鹰将就真的完了。现在国内的民众对我们颇有微词，尽快安抚他们，不要采用暴力手段，予以承诺，然后再慢慢将这件事情遮掩过去。具体操作你自行理解，我只要求一点，短时间内将国内的民心安抚下来，否则你知道后果。为了证明实力，鹰将也发射了洲际导弹，并且还是威力最强的核弹头。可当导弹到达目标区域后，却并没有发生爆炸，而是直接掉进了海里。鹰将总统连忙派人前往调查，可调查小队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经检测，核弹未能爆炸是因为外部因素，但这次直播只有龙国跟着参与了。鹰将总统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不正常事件已经让他闻到了不寻常的味道，背后肯定是龙国在搞鬼。但问题是，调查小队已经行动了半天时间了，却依旧没有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龙国究竟是用的什么手段？鹰将总统眼底闪过一丝恐惧，他发现龙国似乎越来越可怕。而与此同时，龙国军公布的实验室中，不错，没想到这个祖爆装置的影响这么巨大，不仅打击了鹰将的自信心，消磨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声望，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们国内。小鹿啊，这个祖爆装置如果要实现量产的话，难度大吗？在他看来，这个祖爆装置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竟然能阻止核弹的爆炸。如果实现量产，并且铺开全国的话，那日后龙国将再也不畏惧核威胁。这东西的范围很大，5、6个就能顺利铺开全国，这个数量就完全没必要做生产线来量产了。我这里可以把最核心的东西制作出来，其他零件和组装工作委托给其他部门，所以量产起来是很容易的。那太好了，放心吧，大首长，我已经在制作核心零件了，估计1周时间就能生产完毕，然后交给其他部门组装。就是不知道哪个部门能够胜任这个任务。一旁的李德又突然站出来，交给我。紧跟着是赵康平、林泽福等一众国士，纷纷站出来说自己可以帮忙。我们部门也可以提供帮助。这么多人够吗？如果不够的话，我现在打一个电话，让全国有能力的人都过来。够了，只是一个组装生产的过程，根本没有什么含金量。现在这么多国士主动请缨，就连陆丰都觉得有些大材小用了，但大首长不这么觉得。这个祖爆装置对于我们龙国至关重要，是未来竞争的底气。只要能造出来，就算我自己亲自动手去组装都没问题。很快，一个由多位国士组成的生产天团诞生了，而大首长也乐得不行，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战呼局。您好，您的电话已确定。原来今天是月初，忘记交话费了。首长，我现在去抖音帮你交，我日常都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还能随机领2到4元话费券，刚刚就领了3元，真的太香了，充值还秒到账。现在只要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电信、移动、联通都能用，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我现在电话都能打通了，到账还真快。首长有什么吩咐？快要征兵了，之前我们拍摄了大量素材，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剪辑宣传片了。龙国每次征兵都会放出最新剪辑的宣传片，宣传片里自然是士兵们的精神面貌，外加上当时龙国最为先进的武器，一来是让民众有信心，二来就是增加征兵的吸引力。这种传统一直传承了几十年。首长，那这次咱们的宣传片尺度要放到多少才比较合适？无论是龙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喜欢隐藏自己的军事实力，毕竟国际上的争端必须要保证有底牌在手中。尽管剪没什么好隐瞒的，你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宣传片剪得好看，能多好看就要有多好看。收到，保证完成任务。电话挂断后，局座激动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复，他反复品味着大首长给的任务，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郁。嘿嘿，之前我们战呼局都是来伪装国家真实实力的，但这次我不装了，我们战呼局从今往后改名叫战恐局。很快，战呼局的官方账号便发布了一条通知，网友一时都来了兴趣，纷纷在视频下面留言评论。这是发生了什么？局座怎么忽然自信起来了？你们看时间，快要到征兵的日子了，难不成局座是在为接下来的征兵宣传片做铺垫？前段时间我们龙国还发射了全新研制的东风导弹，这宣传片应该会剪得很精彩吧？而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战恐局却是再次发布了一条新公告，直接证实了网友们的猜想。亲爱的龙国网友们，征兵在即，我局即将推出此次征兵的全新宣传片，宣传片中将展现我国目前的军事实力，敬请期待。这次的宣传片真的很好看，不容错过。真的有局座说的这么什么？之前咱们国家的宣传片可都是遮遮掩掩的。不好说，咱们的实力已经完全不用惧怕其他国家了，那些高精尖武器藏着也没什么必要。没错，都改名战恐局了，肯定要吓一下这群外国佬。有没有一种可能，战呼局改名的通知也是局座在忽悠我们？而此时局座看着自己的封帖，也不禁哑然失笑。好家伙，我的名声什么时候这么坏了？虽然说在之前因为某些原因，的确是在一直掩盖龙国的真正实力，但那是不可抗力啊。现在我都说要改名战恐局了，这群网友居然以为连改名这件事都是在忽悠。这一下，局座的胜负欲就起来了。他看向一旁还在剪辑宣传片的工作人员，这次宣传片给我网红大了剪，什么高燃混剪都用上，都用大场面，越
越大越好，一定要让这群网友看看咱们战忽局为什么改名。而与此同时，陆丰这2天就完成了组爆装置的核心量产，其他零部件以及组装的工作则是交给几位国士。好不容易闲下来的陆丰却没有打算休息，他直接找上了马学珍。马老，久等了。原本打算1天时间结束导弹改造以及测试，但没想到中途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一来二去，浪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没事没事，虽然基因工程计划被推迟了，但在这段时间里，马学珍看到了陆丰的科研能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打算全部用在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上面，争取早日做出相关的产品，还需要马老帮助。只因刷到一条视频，60岁的老头竟扬言要当兵。我现在就要辞职，然后去当兵。你去看看征兵视频就知道了。看完之后，你也会想去参加征兵的。道理我都懂，主管，您的年龄好像有些超了。好像还真是，征兵的年龄限制都在20岁上下，我都奔6了，但是评理局座说了，现在去当兵，未来就能开机甲。正如他所说，征兵视频里面展示了6代机、变形机甲、空天母舰，各种各样先进武器出现在画面中。网友们猜到这个征兵视频会比较燃，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燃。不愧是局座，都是一手视频资料啊，很多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这台机甲发动的攻击竟然堪比核武，那这岂不是行走的原子弹？我们国家居然还有这种东西，之前怎么不拿出来？瞒得我好苦啊！不光如此，空天母舰的存在也被证实，而且还将测试画面剪辑到了视频当中。当网友们看到高空中的空天母舰一炮湮灭一座中型岛屿时，同时观看的观众们都忍不住激动了起来。而在展示完所有武器之后，局座出现在了视频当中。以上就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武器，目前这些武器都已经实现量产，现在参军，日后就有可能操作上这些武器哦。局座，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不得不报名啊！局座真是太懂男人了，开机甲简直就是男人的终极梦想啊！此言差矣，开机甲只能是男人的高级梦想，终极梦想应该是开机甲轰炸樱花和鹰将。与此同时，六角大楼里，在收到龙国发布最新的征兵视频后，所有人都沉默了。龙国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了！鹰将总统不敢置信，他有些不死心地询问一旁的科研人员：如果我们要发展到这个地步，需要多少年？后者陷入了沉默。他很想说一句别做梦了，但碍于对方的身份，最终才憋出来一句：最少100年。100年之后，我们鹰将还存在吗？以龙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再过100年，估计他们都要开始星际殖民了。鹰将总统咬牙暗骂，但紧随其后就是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他不知道之后究竟要怎么和龙国对抗。如果非要说一个办法的话，就是找到一个像陆丰那样天才的人，然后拉拢到我们组织，以我们国家的基础，如果有同样天才的人主导科研的话，兴许发展到龙国现在的地步，还可以用比他们更少的时间。周围的众多高层再次陷入了沉默。陆丰他们自然清楚，那个看起来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是6代机等一众高新武器的发明者，甚至连半个多月前的东风导弹也是陆丰设计出来的。现在龙国对于陆丰的重视，完全不是利益就可以撬动的。另外，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实验环境，其实在这么庞大的科技水平面前，在陆丰眼中，我们和之前的龙国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然我们安排人直接对其进行暗杀，不然这个陆丰每存活1日，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可能会降低1分。现在陆丰在龙国的地位可以说是国宝级别的存在，而且是独一档，对于他肯定早就层层保护着，想要暗杀何其困难。众人也点了点头，要是暗杀真的这么容易，他们早就动手了。还有就是现在龙国已经实现了先进武器的量产，也就是说哪怕陆丰死了，他也给龙国留下了丰厚的宝藏，在不计后果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称霸全球的。探讨过后，鹰将众人着实是无奈了，并且暗杀陆丰的话，他们肯定要第一个遭到报复。龙国胆子应该没有这么大，毕竟我们有全球储量第2的核弹数量，真要是逼急了我们，是完全可以毁灭世界的。这是鹰将目前最大的底气，3000多枚核弹头，全部引爆的后果不堪设想。上一次导弹测试，我们的核弹未能成功引爆，虽然最后都没有找出原因，但我感觉这其中肯定有龙国的手笔，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真的拥有可以阻止核弹爆炸的东西。鹰将总统眼神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如果他们真的有可以阻止核弹爆炸的装置，那我们的核弹还起得到作用吗？一时间，整个办公室中，所有人都开始垂头丧气起来。与此同时，龙国军工部里，小鹿同志，现在人体基因组已经完美脱离，组成了完整的人体光谱图。接下来的实验有了这个东西做参考，都会顺畅无比。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下一步的内容就是制作第一批基因强化药剂。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小鹿同志，我也要加入实验，我可以帮忙测试第一批基因强化药剂。没问题，接下来就开始做第一批基因强化药剂吧。陆枫来到超算中央，双手不停地在敲键盘。基因改造舱研究方案正在录入中，有完美的人体光谱图作为基础，基因强化药剂制作起来十分方便。当天晚上，第一批基因强化药剂便新鲜出炉了。看着面前装着绿莹莹液体的水晶试管，陈一鸣面色激动。小鹿同志，我准备好了，这个是要怎么用？针管注射还是口服？急什么？想要发挥出完整的作用，需要配套的基因改造舱来配合使用。口服的话，那它和饮料没有什么区别。基因改造舱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为了能让断肢重生，专家连夜打造出了基因改造剂。经检验，3位基因改造者已经完成了基因强化。下一秒，3台基因改造舱的舱门打开，陆枫他们陆续从中走出。3位感觉怎么样？之前在改造舱里还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出来感觉精力满满。这算是什么感受？你刚在里面睡了一觉，现在精力充足也是应该的吧？感受着周围人古怪的眼神，陈一鸣连忙摆手：“不是这样，不光是精力，力气也像是用不完似的。”他确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空口无凭。陈一鸣走到实验室角落，拾起一根钢管。大概变化就是这样。他右手攥住钢管，微微用力，只见原本光滑平整的钢管表面竟然凹陷了下去，清晰的指痕烙印在上面。这可是钢管啊，肉体凡胎，使尽全力能让其产生一点形变就已经狠了不得了。你一只手就在上面留下了指痕，这就是基因改造药剂的作用了，也太离谱了吧！所有人都不敢置信，总感觉这一幕应该出现在影视剧中，而不是出现在他们眼前。而就在这时，李安也走了过来，他来到陈一鸣面前，然后右臂弯曲：“首长，麻烦你用钢管抽我。”这是什么要求？李安，你个浓眉大眼的，还有这种爱好？不过陈一鸣却是理解了对方的意思，下一秒，他双手攥住钢管，用力朝着李安抽了过去。那根钢管重重砸在李安的胳膊上，原本应该筋断骨折的他，却是一点事都没有，反而钢管瞬间弯曲变形。哈哈哈哈！这以后要是近身格斗，我连防御都不用了，爽！陆枫看着傻子一样的2个家伙，满脸无语。小鹿同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如果有就说，这里有最专业的医疗团队。陆枫摇了摇头，他没有感觉不舒服，反而状态出奇的好。他双腿弯曲，然后用力，嗖的一下跳到了5米高，接着平稳落下，脚下的地板砖直接碎裂。如今最厉害的运动员，通过各种技巧，最高也才能跳上不到2米的高台，而小鹿却单纯靠弹跳力，直接跳了5米多。这就是基因强化过后的效果吗？我昨晚一激动没睡好，给我来一支基因改造剂，让我提提神。犯困的话，你先试试我这灵液。哦，这是什么？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效果！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好喝又提神，而且现在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等会我去试试。从目前阶段来看，这次基因改造大获成功啊！这种程度完全不是后天锻炼能够达到的，完全突破了基因限制。远远超过了人体极限，还算可以，就是和影视剧中看到的那些超人类相比，还是差了点。总的来说，就是力量增强，同时肌肉密度变大，导致防御力也强大了不少。当肌肉紧绷的时候，甚至是可以抵挡金属锐器的刺激。虽然这几项听起来很简单，但在你们身上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十分夸张，这已经很厉害了。2位，接下来想不想玩点刺激的？好啊，好啊。2人点了点头，随后一起走出实验室。到了外面后，陆枫指着不远处的基地大楼，看到没有？接下来我们来一次5伞跳伞，就是从这座楼上跳下来，不用任何辅助设备。 2人顿时傻眼了。这座大楼一共有10层，从楼顶跳下来，差不多都有30米了。这靠谱吗？从30米的高度跳下来，还没有辅助设备，这不直接变成肉酱？一旁李安也咽了口水。要是一个不小心，脑袋着地的话，就算注射了基因强化药剂，也得脑袋开花。2人刚才的激情一时间消耗殆尽。就在他们想要开口劝阻的时候，陆枫却轻轻一笑，快步朝着基地大楼走去。陈一鸣他们见状，连忙快步跟了上去。小陆同志，这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啊？30多米高空坠落，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寻找刺激的方式有很多嘛，不如我们换一个方式怎么样？确实是这样，不如我们换一个方式，测试一下格斗吧。我把我们特种小队的人都召集起来，给我们当沙包如何？或者没有必要这么担心。经受了基因改造，我们的身体素质完全可以承受这种程度的冲击。我对基因改造药剂有信心。陆枫表情严肃，看得2人也是一愣。好，既然小陆同志有信心，那我也有信心。你们2个都有了，那我也舍命陪君子吧。与此同时，军工部外面，万志毅和齐成平2人结伴而行。老齐，你们导弹部门这次可是真得到一个宝贝啊！之前直播我看了，新版东风导弹的威力很强。
强吗？都要超过核弹了。我听说东风导弹爆炸之后，不仅威力大，而且还没有污染。准确来说，是污染很小，因为小陆同志采用的是核聚变模式，在爆炸的过程中不会产生核废料。厉害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万司令，您这可就是问到我了。这东西虽然制作出来了，甚至图纸都发给了我们导弹部门，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搞懂。估计整个龙国不对，估计全世界能搞懂这个东西的，也就只有小陆同志了吧。倒也是，万志毅深以为然。毕竟到目前为止，陆丰发明出来的东西，哪怕有现成的设备和资料，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学会。两人走在路上，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远远望去，就见一群人正追跑打闹。什么情况？这里是军工部，怎么能随意打闹？正想上去说两句，紧跟着他就看到远处的基地大楼上，似乎正站着3道人影。站在中间那个，怎么那么像陆丰呢？司令出门时发现惊人的一幕：30米高的楼顶凭空出现3道人影，他们站在天台上，似乎下一秒就要往下跳。陈一鸣、李安，你们两个王八蛋，为了测试基因强化药剂，所以选择跳楼。这么多测试的方式，非得选这种？你们两个出事也就算了，要是陆丰出现什么意外，这后果谁能承担得起？你们两个的账，我一会再跟你们算。万志毅又看向陆丰，态度一时间缓和了不少。小陆同志，有话好好说，千万别乱来。你先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而陈一鸣两个看着楼下愤怒的万志毅，整个人都麻了。行了，你俩别紧张，你们听，万司令让我们下去呢。听到陆丰的话，两人一愣，旋即万志毅的声音从楼下传来，隐隐约约，他们好像还真听到了下来2个字。司令，这是允许了。好像是。那还等什么？陆丰冲着两人咧嘴一笑，然后纵身一跃，从30米的高楼上直接跳了下来。见惯了大场面的万志毅，脸色刷的一下子就白了。下一刻，人影落地，大片的尘埃激起，巨大的声音下，众人下意识闭上眼睛。万志毅更是不敢看，哈哈哈，太爽了，一点都不痛。原来跳楼这么爽。走走走，我们再来一次。你们放心吧，司令，我们没事。万志毅松了一口气，可看着两人的样子，一股热血忽然涌了上来，怒气冲冲朝着两人冲了过去。我打不死你们两个，这么危险的事情你们也敢跟着做？小陆同志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两个能负责，还是说要让我来负责？原本还哈哈大笑的两人，瞬间被训斥的像孙子一样，低着头唯唯诺诺不敢说话。好了好了，万司令别生气了。小陆同志，你确定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吗？从这么高的楼上跳下来，真的一点伤都没受。军医呢？赶紧过来为陆丰检查一下。很快，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军医便冲了上来，对着陆丰就是一顿检查。报告司令，初步检查，陆丰同志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很健康，比普通人要健康得多。那行吧，这段时间你们先别走，跟在我们身边做好准备。万司令别激动，你先试试我这灵液，先提提神。哦，这是什么？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效果！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好喝又提神，而且现在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等会我去试试。万志毅抬头一看，结果又看到了陈一鸣和李安两人正在挤眉弄眼，顿时又是一股怒气冲了上来。还在这挤眉弄眼，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吧？万司令，这件事不怪他们，是我要求的，因为我们刚刚接受完基因改造，身体强度完全撑得住。陆丰将之前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原来他们是经受了基因改造，而且是在确保不会出问题的情况下，才采用这么刺激的测试方式。既然小陆同志替你们解释了，还替你们说情，这次就不揍你们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在实验室里说。万司令，我为你介绍一下刚刚研究出来的基因强化药剂吧。这东西就是通过破解人体的强化基因组，然后对其进行重新变异，从而影响到整个人的身体素质。使用过后，身体素质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陆丰滔滔不绝地说着药剂的效果。那这个药剂究竟能把人体强化到什么程度？这个还不知道，目前没有具体的测试数据，毕竟涉及到人体，后续还得更精准的测试而已。不过刚刚我们从基地大楼上跳下来，绝对不是改造后身体的极限效果。这样啊？万志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却是闪着激动的光芒。这东西要是能给陆军装上几个，不用全装，只组织一条超人小队出来，威力和影响力能有多强？身体强度方面，我有具体感受，我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已经可以抗下子弹了。李队长，去拿把枪来给他测试一下。陆丰本意是想调侃一下，打击一下吹牛皮的陈一鸣，但谁料听到指令之后，李安当即大跨步走出实验室，这是去取枪了。看着这耿直的家伙，陆丰忽然一阵无语。这俩家伙是傻子吗？让你拿枪，你真拿呀？快去个人，赶紧把这傻小子叫回来！以这小子耿直的性格，外加喜欢找刺激的习惯，一会带着枪回来，指不定会从角落偷偷给陈一鸣一枪，扛住也就算了，要是扛不住，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听到他的指令，刚刚负责护卫实验进程的士兵中，当即跑出去一个人。不一会，李安就被带了回来，感受着众人有些怪异的目光。
光。李安也意识到自己刚刚有些太蠢了，不好意思的挠着头。万司令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过来主要是因为东风导弹，上次直播发射东风导弹，在国际上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前段时间我都要忙坏了，这次主要是带着老七过来了解一下导弹制造的事情。如果这东西能量产的话，产量能够达到多少？还有就是在其他武器上的配备情况。原来是这件事啊！在导弹设计结束并且发射成功的时候，导弹量产就提上计划了，并且前段时间生产线就已经制作好，开始实现量产了。我研究的东风导弹不仅全球都在打击范围内，威力更是一炮炸。而这样的导弹，我已经实现了量产，刚刚实现了初期计划，量产了整整100枚出来。接下来就是制定2期目标，然后继续量产。多少？100枚，一口气生产了100枚出来，这个量。万智毅原本的打算生产个20-30枚出来，就已经够龙国使用了。毕竟就算打仗的话，也不可能无脑拿导弹砸。小鹿一口气制造出了100枚，甚至觉得这个数量和制作的速度不够，要强化流水线的同时，制定2期计划，制造更多的导弹。难不成小鹿同志也得了传说中的火力不足恐惧症？想到这里，万智毅一时间五味杂陈，但更多的还是开心。导弹越多，他们的底气也就越大。至于你刚才说的不同规格的导弹，暂时提上了预案，只是还没有开工。不过这次强化完流水线之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了。陆军这边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说，到时候一并制作出来。这还能现场提要求的？当然了，如果流水线已经整备完毕，再想实现这些功能就有些麻烦了，毕竟需要重新整备新的流水线。但现在不是还没开始强化吗？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尽量满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东风导弹只能在发射井中发射，虽然东风导弹的航行距离可以绕地球1周，但威慑力不太足。我们觉得可以制作一些可以有导弹车装备、移动发射的规格。除此之外，还有万智毅一口气就说了4-5个规格出来，而听着他的话，陆枫也点了点头，但他没有回话，这让万智毅说的都有些没底气了。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陆枫没有直接回答，他直接来到超算中央，双手不停地在敲键盘。计算完毕，图纸正在打印当中，打印完毕。紧跟着陆枫从超算中央走出，手里还拿着一沓图纸。万司令，这是按照你的要求画出来的改造强化图纸，你看看。这些我也看不懂，只要你说可以，那就可以。那行，现在就开始对流水线进行强化改进，然后重新制定第2批计划。这次计划里面会设置军方需要的各个种类、尺寸的导弹，争取达到全覆盖，同时数量。小鹿同志，你说慢一点，我昨晚睡得晚，精力有点跟不上。那你先试试我这灵液，先提提神。哦，这是什么？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效果！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好喝又提神，而且现在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对了，小鹿同志，话说你这个基因改造后的测试什么时候开始啊？在见识过3人从30米高楼上跳下来，毫发无损的场面后，万智毅对于这个所谓的基因改造药剂可以说好奇到了极致。这东西如果测试合格的话，有没有量产的可能？一个经受基因改造的人，可能在战场中体现不出什么作用，但要是10个、100个呢？一个超能连队放到战场上，那绝对是降维打击，超人类般的速度、战斗能力、反应能力，即便是在现代化战争的今天，依旧能如尖刀一样直插入敌人的心脏。如果能在这个人数上继续增加，打造出一个超能营、超能旅，甚至说是一个超能军，那可以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只会更加的恐怖。左右无事，不如现在就开始测试吧。现在接下来的测试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你就尽管说，我这个司令保证全力配合。您这边可能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些合适的场地，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简单的测试材料，比如坦克车体的前装甲板。没问题。万智毅当即他便掏出手机，一个电话就给王立安拨打了过去。这个后勤部长在接收到命令后，当即腾出一片空旷的场地。这个前装甲板是从现役的59式坦克上拆下来的，虽然说比不上小鹿同志研发的磁暴坦克，但这个装甲板的厚度和坚硬程度在国际上也是排得上号的。厚度在40毫米，面抗穿甲能力相当于100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这个数据在坦克里面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就它了，我准备用拳头去打钢板，测试一下效果。拳头击打坦克装甲板，测试方式这么粗暴的吗？这种高科技产品不应该用相当精密的仪器来测试吗？小鹿同志，这样的测试是不是有点不妥？毕竟只是测试，如果因此受伤，就有些得不偿失了。没错，在这么大的力量下，血肉轰击钢板受伤的只会是人啊！毕竟强度差太高，最少也会因此血肉模糊。冲击力过大的情况下，甚至会伤到神经。就算能保全胳膊，也会影响日后的日常生活。众人纷纷劝阻，想让陆枫采用更安全的测试方式。可听着众人的劝阻，陆枫却是摇了摇头，旋即双脚岔开，重心放低，右拳缓缓收至身后，紧跟着猛然出拳。钢板在陆枫巨大的轰击下，竟然出现了一个凹坑。不是这，万智毅忍不住上前伸手抚摸，感受着钢板上传来清晰的凹陷，他整个人都惊呆了。这居然真的做到了！这要是打在人身上，肯定会被打出一个血洞吧？人体和钢板相比，强度差的太多。
多了，这一拳砸在人身上，肯定能把人直接砸死。这该不会是钢板出现了问题吧？王立安话刚说完，他就连忙闭上了嘴巴。要是钢板出问题，那事情可就不简单了，毕竟这可是从坦克上拆下来的。不过好在他意识得很快，在场众人也没有太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基因改造药剂竟然能把人体强化到这种程度，不敢想象，简直不敢想象。说不定现在的身体强度真的能抗下子弹。众所周知，坦克的防御连子弹都打不穿，可男人双手用力一戳，装甲板竟被他硬生生给拽了下来。他接着用力一抛，将其甩飞出去，几百斤重的装甲板像是制铁饼一样甩出去了。而见到陈一鸣动手之后，李安也忍不住了，他两步上前，一拳一小步的在狠狠轰击。由一堆金属件组成的零件，在他的拳头下直接发生了可怕的形变，紧跟着金属件横飞，履带瞬间就断了。好家伙，基因改造过后，这俩家伙直接变成了超人啊！夸张，太夸张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两人。而陈一鸣和李安此刻却是越来越兴奋。对于他们来说，这点破坏力还远远不是极限，反而只是热身。四周的装甲板归我，炮台归我。几分钟后，这辆报废的坦克被他们大卸八块，满地都是变形的坦克零件。而此时陆峰也按下了秒表，共用时8分37秒。这两个家伙合力拆了一辆坦克，居然只用了10分钟不到，这究竟是什么人形暴龙啊？没想到基因改造过后，居然能让人类的破坏力达到这种程度。这要是去了战场上，看到我们的战士这么厉害的话，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军队会是什么表情。小陆同志，这个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可以实现量产了吗？可以，这个水平在我的预料之中。现在测试成功，就可以进行初步量产了。太好了，我立刻回军部调集一支身体素质强壮的精锐部队，到时候让他们来进行第一批测试。万志毅整个人兴奋的脸色都红了。陆军如果能打造出一支超能小队的话，虽然说超能小队和海军的空天母舰以及空军的6代机没法比，但这绝对是划时代的一线时期，到时候是绝对要载入史册的。光从这个层面讲，万志毅就觉得太了不得了。而听到他的话，一旁的齐成平顿时不干了。我们导弹部队也有精锐，第一批测试我们导弹部门也能参与，不能把这种好事全都给你们陆军。听到齐成平要跟自己抢的时候，万志毅顿时一个眼神杀了过来。老齐，你什么意思？当初和小陆同志认识，还是我帮你牵的线？你这家伙现在就开始抢了是吧？你还要不要点脸？我没有抢，只是我们部门的却有一支精锐小队，而是人数不多不少，只有几十人，用来测试刚刚好。除此之外，我们部门和军工部距离很近，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个电话就把他们召集过来，不会耽误小陆同志一丁点时间。相反，你要是去挑选精锐，还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咱们的时间不宝贵，小陆同志的时间不宝贵吗？齐成平打着替陆峰考虑的旗帜，用最弱的语气说最强硬的话，这一下直接给万志毅气坏了。谁说我们这里要用很长时间的？召集红狼小队，即刻前往军工部。别问为什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就行了。我只给你们1个小时，敢迟到1分钟，10公里拉练。红狼小队是陆军中的精锐小队，无论是个人格斗、射击成绩还是战术指挥，都是最顶尖的一批。万司令既然打算让红狼小队来参与这次测试，看来他对这次机会真的很看重啊。而听到他的话，一旁的齐成平也丝毫不发怵，同样掏出手机一个电话拨打过去，让咱们部门的精锐小队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军工部，半个小时，不对，45分钟赶到，不许迟到。挂断电话后，这两个老兄弟顿时又针锋相对起来。此时刘国梁和邓金业突然走了过来，他们一来就听到了万志毅和齐成平的争吵。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吵起来了？难不成老万又要抢走你们导弹部门的新东风？这我就要说一句，是你老万不厚道了呀！刘国梁刚要说一句公道话，他忽然看到了一旁被拆解的坦克。好家伙，这是什么情况？这辆坦克犯了什么天条，让你们拆成这个样子？刘国梁愣住了，而且敏锐地感觉到万志毅和齐成平争吵很有可能和这有关。是这样的，陆峰当即上前，将刚刚拍成的视频播放给两人看。小陆同志，你说他们是注射了你刚研发的基因改造药剂，所以徒手撕坦克，所以他们在吵的是……陆峰将事情解释了一遍，而刘国梁和邓金业却肉眼可见的眼红了。凭什么你们在这争？我们空军也有精锐，而且征兵的时候我们空军的要求明显更高。我建议由我们空军提供人手进行第一次测试。我们海军常年在海面上，很需要强化药剂，要加强士兵的体质。原本是万志毅和齐成平的两人的争夺，这下海军和空军也加入战场，场面一下乱了起来。一时间4人甚至有大打出手的架势。说不明白是吧？那我们就去找首长，让首长给我们评评理。万志毅忍不了了，明明是自己先来的，也是现场最配合陆峰测试的，结果后来的这几个一个比一个硬气。走就走，我还能怕你不成？我们空军就容易了，测试的名额必须给我们1份，我们海军才是最不容易的。行，那咱们就去找大首长评评理，看看这第一批基因强化改造的名额究竟分配给谁合适。士兵把手放在坦克上，接着用力一掰，坦克甲板瞬间被拉了下来，然后再用力一甩，几百斤的甲板顿时飞出了10米外。士兵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力气，全因为陆峰发明的基因改造药剂，可如此厉害的药剂却没有多少。3位司令为了这几个名额，不惜大吵一架，甚至去找大首长评理。我们4个刚吵了一架，因为陆峰即将开展第一批基因改造药剂，然后用于军队上，但人数不多，所以我们就争抢起来了。你们因为名额不够分配，所以才找到我这里。万志毅就是比我们早到了些，就要拿大部分名额，完全不
考虑我们空军啊？还有我们海军分配到的名额还不够塞牙缝的。我告你们诽谤啊！不过我的确来的比你们早，而且基因药剂测试都是我配合的，多分配几个名额没毛病吧？我也是，所以我们导弹部门也要多分配几个名额。你也多要几个，他也多要几个，剩下的落到我们空军头上还能有几个名额？我不管，我们空军名额的数量必须和你们一致，少一个都不干。那就一致呗。万志毅毫不在乎，而一旁的邓金叶听到这话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完全不考虑我们海军呗？你们每个军队名额上加几个，分的都是我们海军的份儿啊，哪有这么欺负人的？你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不就是分配名额的事情？至于争吵成这样，我刚刚问过小陆同志了，第一批量产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怎么你们是活不到那时候了？这件事我做主，谁要是不满意，一个名额都没有。此话一出，原本还有些怨气的几人顿时吓得不敢说话。你们4个身为海陆空3军的司令和导弹部门的负责人，竟然因为这么点小事争吵，甚至到了我这里还要吵架，甚至要动手，还有没有点样子？听着大首长的话，他们一个个都不敢动，站在原地噤若寒蝉。第一批基因改造药剂已经制作出了30支药剂，你们现在返回，估计就能制作的差不多了。小陆同志说了，第一批测试之后效果好的话，就会立刻制作第2批，而这第2批的数量将会是第1批的10倍，就这样一直翻倍，直到覆盖全军，甚至是全国。而这个计划也是一个长线计划，注射基因药剂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瞬间拥有超人般的力量，但如果这个力量太泛滥的话，有极大的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军队是拼杀在第一线的将士，所以会优先保障军队的使用，你们平分就好了。海陆空都是30个名额，至于导弹部门保卫队那边10人就够了。大首长亲自发话，3军将领顿时没了意见，而导弹部门的齐成平听到自己这边只有10个名额的时候，开始有点不乐意了。大首长也注意到了对方的情绪，你们导弹部门的保卫队总共才多少人？给你们10个名额就不错了，况且你们的位置仅靠军工部，真要是出了什么事，万志毅那边能不帮你？还有，你们不是有东风导弹吗？跟他们抢这个名额做什么？秦老好说歹说，才将这家伙安抚住，旋即直接将几人赶了出去。都出去吧，小陆同志那边的基因改造药剂估计很快就能准备好了，你们3军连带着保卫队尽快派人过去配合测试。4人立刻点头答应，他们退出办公室后便立刻打起了电话。同狼小队挑选30个精锐，即刻前往军工部。我们空军之前挑选的精锐小队正好30名是吧？现在去军工部全速赶过去。我们海军之前选来操控空天母舰的30个精锐呢，立刻去军工部，不许迟到。很快3军各30名，外加保卫队的10名成员便用各种方式赶到了军工部。上百名精锐聚集在广场上，他们穿着各自的军服，分别站成3个规规整整的方阵。各位，这次过来的目的，3位司令应该和你们简单说过，现在工程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过来和你们简单再讲解一遍。接下来你们要配合我测试军工部刚刚研究出来的基因改造药剂，这个药剂会从根本上强化你们的身体，让你们在短时间内达到超人类般的战斗力。目前我还没有检索出任何副作用，但我不保证以后没有。一旦配合进行完基因强化，以后你们执行的任务也会比之前要严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陆枫滔滔不绝说着，将自己想到的一切可能性和众人说了一遍。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们10分钟考虑时间，如果你们有人不愿意接受这次测试，随时举手表示，我会将你们从这次测试中剔除出去。不用担心，跟随自己的内心走。陆枫看向众人，只见他们依旧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宛如雕塑一样稳稳站在原地，没有一丝一毫的小动作。随着时间缓缓流逝，他们依旧没动静，每个人眼神中都是满满的坚毅。这一刻，陆枫忽然反应过来，自己眼前的是一支有信仰、有信念的队伍。为了龙国，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敌人在战场上厮杀。谢谢大家配合。他们就在陆枫的带领下，在军工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先进来一批人吧。随后，他带众人来到了实验室。为了能推进基因改造计划顺利进行，我这段时间赶工出来的基因改造舱应该足够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学珍负责批量制作基因强化药剂，而陆枫则是全速批量化基因改造舱。此时的实验室中，正有10台基因改造舱完成预热。先来10人进行基因改造。站在队伍前面的10名精锐当即上前一步，他们没有争吵，更没有争抢，整整齐齐站成一排。你们现在进入各自的基因改造舱。老头为了测试身体情况，他快速朝大树冲去，砰的一下，大树直接被撞断，而老头却一点事都没有。他之所以如此厉害，是因为注射了陆枫发明的基因药剂。好了，别玩了，测试证明我们的实验还是很成功的。对了，万司令他们呢？万司令有要事先返航了，其他2位司令也是一样。那帮我去个电话，问问万司令什么时候有时间。与此同时，小白楼办公室中坐满了一群70-80岁的老年人，这些都是大首长的参谋，地位在龙国极高。而屏幕上正播放着基因药剂的测试视频。基因强化药剂竟然能把人体强化到这种地步，这100人的小队，如果密切配合且配备先进装备的话，完全能抵得过一支10数万人的大军啊！这已经完全脱离人的范畴了吧？看来新纪元之后，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在以一种极度夸张的速度在增长啊！其实除了这个基因药剂之外，小陆同志还有许多基因药剂的研究计划。就比如他现在正在研制的一支药剂，据说药性相当温和，老年人的身体足以承受，而注射完之后，药效能让注射者的体能恢复。万志毅意思也很明显，这支药剂几乎就是为在座的各位量身定做的。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刚刚陆枫还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抽个时间回去把基因药剂注射了。已经
制作出来了。是的，航天员的李国士他们都完成了注射，据说效果还很好。我这里有视频。万志毅掏出手机，把一段视频呈现在众人眼前。画面中，只见满头白发、苍苍老矣的李德又走进基因强化舱接受药剂注射，等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只有40-50岁的小伙。此刻，所有人激动不已，甚至眼眶都开始微微泛红。他们都是从龙国最弱的年代出生的，可以说是亲眼见证了龙国的兴衰。而大首长见到激动的众人，先是开口安慰了几句，随即看向了万志毅。他们的身体早些年受过伤，和普通的老人情况还不一样。这样，你先去问问陆枫，像他们这样身体状况的，能不能接受基因改造？如果可以的话，那就麻烦他多准备几个基因改造药剂了。万志毅点头，紧跟着便出去发信息。很快，电话那头便有了回讯。只见聊天界面上，陆枫只恢复了简单的2个字：报告，小陆同志说可以。太好了，没想到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还以为我没几年了呢。志毅，快去联系南方战区，让他们那边准备好接待事宜。他们年龄都70-80岁了，身体经不起折腾，等到了先安排住宿休息，等第2天再准备基因改造，一切求稳，知道吗？明白。第2天，南方战区再次进入戒严状态，巡逻兵力一时间增加了3倍有余，而宋国明等人则是早早来到机场等候。很快，一架运输机的影子便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出现。首长好，首长好！看着眼前仿佛脱胎换骨的上百名精锐，这些老首长眼神中都绽放出了奇异的光彩。这些就是完成基因改造的士兵，看起来就壮实。话说他们真的能做到徒手拆坦克？不错不错。对了，小陆同志呢？你这老家伙还想着小陆同志过来迎接你？别看咱们年纪大，但人家小陆同志为龙国做的贡献可丝毫不比我们差啊。要说见面，也该是我们亲自去见他才对。也是，你看我都老糊涂了。首长是这样的，小陆同志是听说您几位要今天过来，所以在加班加点制作2号基因改造药剂，所以才没时间赶过来。那个2号基因药剂制作好了吗？应该差不多了。既然这样，我们能不能今天就完成基因改造？不行，老首长们，现在这个实验只有小陆同志能做，但他刚通宵制作基因药剂，现在肯定很疲惫了。不如我们先让小陆同志休息休息，等他休息好了，明天再做基因改造实验。他口头上是担心陆枫辛苦，实际上是担心眼前这些老首长们扛不住。毕竟刚刚经历了长途跋涉，再进行基因改造计划的话，谁也不保证不会出现意外。更何况这还是大首长的命令。万司令，你们现在到哪了呀？药剂已经制作好了。此话一出，万志毅的心瞬间掉了上去。你小子，我刚哄着几位老首长去休息，你一个电话就把事儿坏了。小陆同志，今天我们就不去了。志毅说你刚为我们制作了2号基因药剂，彻夜未眠，你先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养足了精神，明天我们这几把老骨头还得靠你呢。小陆啊，你先去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万志毅把明天2字咬得很重，但陆枫就好像没听懂对方的暗示一样。万司令，我已经接受了基因强化呀，别说1天没睡，就算10天不睡，精神状态都不会差的。整个机场一时间安静了下来，谎言被拆穿，即便是善意的，那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志毅，你就放心吧，我们几个虽然70-80岁，但身体还硬朗着呢，你这担心就有点多余了。先带我们几个去实验室吧。原来万司令是在担心老首长们的身体啊，不用担心这么多。实验开始前，我会检查一下老首长们的身体，并且根据身体状态临时调整基因药剂的配比。我已经将所有事情安排好了，只要人到场，基因改造工程就能立刻开始。这是一支诡异的药剂，只要注射1针，连60岁的大爷都能徒手掰钢管。果然不错，我感觉现在的我能打5个年轻时候的我。万志毅对着空气不断出拳踢腿，随后又看向一旁的工作人员，他掏出自己的手机递过去，帮我拍段视频。紧跟着，万志毅便对着镜头开始展现自己现在的实力，一蹦5米高，徒手掰钢管。半晌过后，他才笑呵呵地走过去。都录好了吗？录好了，那就行。万志毅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直接将视频发送给了2个联系人，并配文不知不觉又高了你们一头。2分半后，邓金叶突然走了进来。小陆同志，你一定要给我也注射1支基因改造药剂啊！还没等陆枫答应，紧跟着又是一道身影快步走进了实验室。小陆同志，陆枫紧跟着糊弄了2人几句，就将他们打发走了。终于可以进行人体修复基因药剂的研究了。很快他便进入了工作状态当中。陆枫搞基因工程研究，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被那日的守塔老人触动。前面2种药剂只是他用来练手的，现在的基因工程药剂才是陆枫的真实目的。马老，来实验室，要进行人体修复基因药剂的研究了。很快马学珍便带着工作人员快步走进了实验室。基因研究院所有人到齐，我们可以开始了。你打电话给李国士，让他也过来。不好意思，小陆同志，正值月底忘了交话费了。无妨，我这边给你充值一些。我日常都是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还能随机领1到4元话费券，刚刚就领了2元，充值还秒到账，真的太香了。现在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1个月后，所有人激动看着眼前的大屏幕，而屏幕上正有一个进度条正以缓慢的速度填满。当前调制进度为100%。随后操作
作平台上缓缓升起一管绿色的药剂。哈哈哈，终于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支修复基因药剂出现了。陆枫来到操作平台前，拿起那管人体修复基因药剂，还要进行最后的测试，如果可以的话，才能应用在人的身上。他打开瓶盖，从中取出2滴，滴进了提前准备好的测试装置中。而在装置中心的玻璃罩里，正有一块模拟人类皮肤的皮层组织被营养液浸泡着。测试开始，此时皮肤组织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修复表层的伤口。测试结束，药剂效果达成目标，测试成功。原本还有些紧张的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陆枫脸上也露出了微笑。现在药剂制作出来了，那些为了守卫国家而受伤残疾的老兵们终于可以像健全人一样生活了。他掏出手机给宋国明打了个电话，将所有情况说了一遍。放心，我这就安排。宋国明在第一时间点头答应。组织对于那些受伤的老兵也十分头痛，想要帮其养老，但兴许是骨子里的骄傲，让他们都不甘愿像个废人一样生活，哪怕有丰厚的津贴、退休金，这些老兵都主动请缨，去到力所能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余热。但现在陆枫制作出了可以帮他们恢复健全身体的药剂，如果能铺开使用的话，想到这里，宋国明立刻将事情安排了下去。而在海边的灯塔上，正在守岗的老兵忽然等到了军区的负责人。老首长，现在军工部有了个新的研究，可以治疗您的断臂，但这个研究还在初步阶段，也就是说，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组织上派我来问问您愿不愿意配合，这件事全凭自愿，没有其他因素。国家要帮咱治疗胳膊，那还有啥好说的？国家都要帮咱治胳膊了，咱还有啥好怕的？不就是做实验吗？随便做。您的意思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安排您去军工部的飞机。老兵只是睡了一觉，醒来时却猛然发现缺失多年的胳膊竟然长了出来。你们说帮我治疗断臂，就是为了让失去的手臂重新生长出来。自从陆枫研究出基因试剂后，便给独臂老兵打了一针，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一幕。您现在可以活动一下手臂，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老兵麻木地抬起手，随后落下转圈。老兵看着自己的手掌，豆大的眼泪从眼角滑落。如果当初有这种药剂，我那些战友也就不会牺牲了。陆同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照着给我治疗的样子，帮忙治疗一下我的老班长？当年我们一同上了战场，他因为救一名战友，双腿被地雷炸了，到现在为止，他还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老兵说着，眼眶有些泛红，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们先去拜访一下您的老班长，然后再制定一个合适的方案。在宋国明的安排下，众人很快便上了去往老班长家的车辆。半个小时后，他们一进门就看到老班长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毯子，垂下来的部分却是空荡荡的，显然是失去了双腿。老班长，这几位是？一旁老兵蹲在班长身边，为他介绍陆枫等人。你就是陆枫啊，我之前在收音机里听过你的名字，英雄出少年啊。老班长又注意到了老兵的手臂，哎，你也戴上假肢了。老班长有些诧异，自己这老战友可是从不戴假肢的。不过戴上也好，生活方便点，不像我装上假肢也走不好路，不如轮椅还能坐着。老班长，怎么看你气色不佳？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腿疼，经常睡不着。那你喝这个提神吧。这是何物？瞬间就不困了。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好喝又提神，上面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便宜。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现在赶上双11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真的买的值。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今年双11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老班长喝完后，伸手捏了一下老兵的假肢，哟呵，这假肢做的不错，摸着就像真的一样。要不是知道你缺了一条手臂，完全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你猜错了，我这条手臂就是真的啊！老兵简单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这都是多亏了小陆同志啊。对对，老班长更加激动，当即摇着轮椅来到陆枫面前。这一刻，他脸上的表情全都敛去。老班长，这些都是作为后辈的我们应该做的。前辈们为华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如今你们受了伤，我们自然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还是赶紧回实验室，帮你把双腿修复好。老班长，待会您要坐到这个基因改造舱里，我需要先帮您检查一下身体，然后会有催眠喷雾从里面喷出。放心，只要是你说的，我就照做。别说是坐在这个大玻璃舱里面，就算是你让我跳楼，我也绝对不会有半点含糊，军令如山。老班长说这话的时候虽然是在笑，但语气中的坚定却丝毫不减。那好，现在我先为您检查一下身体。陆枫将老班长抬进了基因改造舱中，正在检测被注射者身体情况。随后，一个通体蓝色、没有细节的人形示意图出现在大屏幕上，但双腿的位置却是血红色的。示意图上还分布着一些红点标识，表示代表着老兵身上还没治愈的伤势。这位老班长的身体不怎么好啊，为对方的身体情况调试一支最合适的人体修复基因药剂。人体修复基因药剂正在调试中。随后，陆枫将调制好的基因药剂装到了基因舱里。基因改造程序正在启动中。老班长的身体比较弱，大部分能量都需要从营养液中汲取，所以速度会慢一些。1个小时后，玻璃舱里的老班长已经重新长出来了双腿。空军有6代战机，海军有空天航母，可后勤部队却什么都没有，气得他直接找上了大首长。大首长，我们后勤部的设备也该升级了，不是？你们后勤部的设备不是刚刚才更新过，怎么又要更新？还不是因为万之一他们
海陆空三军的装备不断革新，并且数量急剧增加，甚至现在导弹部都跟着一起起飞了，就剩我的后勤部还守着一堆老旧设备。之后真要是有个什么战争，后勤部很难跟得上供应啊。老人不断说着，作为后勤部的领导，他心里十分着急。这一路上缠着大首长说了好多遍，听得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老张，你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还不是因为我们后勤部落后太多了。您看海军，行，打住，我答应你，可别再折磨我的耳朵了。两人下飞机后，便立马来到了实验室厅。首长，您来的正好，2号基因药剂还有一些，您要不要来一针？听到陆枫这大逆不道的话，在场的众人都愣了一下。来一针？好家伙，你这是在跟华夏一把手说话？哈哈哈，那我可是赶上了。那就麻烦你给我注射一支基因药剂了。没问题。陆枫看向了跟在大首长身边的张老，虽然不认识对方，但他同样发出了邀请。您还有我的份。在陆枫的操作下，2台基因改造舱同时激活。正在注射2号药剂。随着智能系统的声音响起，营养液很快将两人包裹。大约过了3-4个小时，基因改造舱重新开启。两人从走出来后，原本花白的头发重新变得乌黑。这就是重新变年轻的感觉，力气大了，反应也变快，思维都敏捷了不少。他们激动过后，张老想起来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连忙看向一旁的大首长。其实这次过来，我是来当说客的。后勤部的张部长，希望你能帮忙升级一下后勤部的装备。你看你这边有没有时间？陆枫同志，你不知道，当我们后勤部看到海陆空三军以及导弹部门在你的改造下成功起飞之后，我们部门的人究竟有多么羡慕。现在我们后勤部的雷达部门以及气象部门，还有灾害预警部门都已经在等着你部署。张老激动不已的同时还有些紧张，毕竟自己这边要求着实有点高啊，3个部门等着，估计会浪费陆枫很长时间。没问题。嘿，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通知他们准备好。张老快步走出实验室去打电话，而就在这时，一旁测试完身体机能的大首长朝着这边走了过来。他脸上并没有之前的那种欢欣鼓舞，而是一脸的严肃。大首长，发生什么事？我想问的是，既然这个基因修复药剂可以治疗人类的残疾，那它能不能用来治疗另一批曾经为国家出过力的人？当年我们华夏遭受来自鹰将以及毛熊的核武威胁，为了能够尽快摆脱威胁，华夏的科学家前辈们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研究出我们自己的核武。但在那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制造核武的经验，这也就导致在研制的时候，很多人都牺牲了，还有一部分遭受的核辐射较少。即便没有牺牲，但因为核辐射的原因，患上了许多不治之症。如果你的基因药剂可以治疗他们身上的伤势的话，没问题。人体修复基因药剂并不只是作用在断肢上，它对于人体的伤病也很有效用。这支药剂的原理就是通过提取蝾螈这种拥有超强再生的动物的基因，将其的自愈功能转移到人类基因当中，不仅能促进人体的自愈以及再生系统，还能驱逐因为伤病而异变的细胞，治疗疾病自然是不在话下。大首长整个人都愣住了。为了维持那些因为辐射而饱受折磨的前辈，国家消耗了相当多的钱和力。最主要的是，只要国家为其维持1天生命，他们就会多受1天折磨。大首长对着陆枫深深鞠了一躬。您放心吧，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随后陆枫旋即便直接召集马学珍等人召开2次会议。从刚才老班长的表现来看，人体修复基因药剂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人体自身健康程度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对于那些常年饱受折磨的前辈来说，他们的身体情况十分的不容乐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研制出能够完美适配遭辐射影响、伤员身体的人体修复基因药剂。马学珍等人很快也意识到了这场任务的重要性，一时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等开完会议后，所有人来到实验室，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而与此同时，京都某个特殊医院里，一群病人正在接受康复治疗。这群人都是50-60岁的年纪，但此刻看起来却像是100岁老人一样苍老。长期化疗导致他们虚弱无比，瘦得像是皮包骨，头发更是没有。孙首长，您感觉身体怎么样？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了。我这把老骨头太不中用，给你们添太多麻烦了。就在这时，病房的门忽然开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径直走了进来。同志们都集合起来，我这里有重大的好消息。老头只是睡了一觉，醒来时却猛然发现自己满头的白发全部变成了黑发，就连几10年的老年痴呆也好，只因他注射了陆枫发明的基因试剂，身体直接回到了18岁状态。刚才在治疗好各位的身体之后，还为你们进行了基因改造。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按照各位现在的人体机能和活跃程度，活到150岁是没有问题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满是不敢置信。普通人的正常寿命也就在70-80岁，最多也超不过100，而且这还是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可在场的几位老前辈，当年可都是遭受过微量核辐射，并且被病痛纠缠了几10年的，现在不仅被陆枫治好了，甚至还能活到150岁。就在这时，主治医生拿着一张数据忽然跑了进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检查完各位的身体情况之后，我就觉得你们体内的细胞活性有些健康的太过分，甚至比我的细胞还要健康，所以我特地去做了一个检测，现在结果出来了。按照上面显示，各位现在的身
身体状况相当于一个20岁到30岁的小伙子。陆丰院士，真的很感谢你，不仅治好了我们的身体，还给了我们一个20岁的身体。陆丰院士，我想加入你的实验室，帮忙致力于推进华夏的科技发展。我是陆丰，小陆同志啊，最近有没有时间啊？这里有一个发布会，想邀请你参加。这次发布会是为你发明的人体修复基因药剂而发明的。这件东西现在只用在了军方，但我觉得如果条件理想的话，可以尝试让这件产品的功能扩大。残疾人的数量其实还是很多的，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没问题，如果能够用这支药剂治好更多患者，那就再好不过了。那今天你们好好休息，明天会有专机把你们送到京都参加这场发布会。到了第二天，陆丰一来到机场，就被眼前的一幕惊讶到了。这场面还真是隆重啊！只见一架专机正停在机场上，而在机场上正有10几台6代机悬停着，而且不光是空中，偌大的机场此刻都被布控起来，随处可见的军队，所有士兵都进入了备战状态。不远处的房顶草更是在就有狙击手在观察四周。除此之外，南方战区的高层也是罕见的齐聚在了机场上。在看到陆丰的时候，宋国明当即走了过来。小陆同志，大首长已经提前通知，这次你要参加的是一场全球直播。药剂又没打算往国外卖，为什么要全球直播？应该是想要靠着这次机会，在国际上打击一下鹰将以及鹰将方的国家。到时候不光是全球直播，现场也会有咱们国家各个地方以及各个单位派出来代表做现场关注。那我要做什么？哈哈哈，只要不紧张就可以了。到时候大首长也会上场，你只需要放轻松就没问题。先上飞机吧，发布会应该也在准备了。等陆丰上了飞机后，宋国明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他拿起佩戴在肩上的对讲机，乘坐着陆丰院士以及众多科学家的专机准备起飞，所有部门注意，务必做好警惕，预防一切危险。当专机起飞后，盘旋在上空的6代机也随着专机的航行方向开始飞，最终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圈，将专机保护起来。多出来的6代机则是全速开启，在前面探路并且预防危险。而与此同时，新闻大楼里的战恐局也收到了相关消息，而他们的任务是将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宣传出去。预告文案准备好了没有？对方点头，并且拿出了准备了好几版的预告文案。局座挑选了一个看起来更为简洁的，就这个吧，然后再把官方直播间的链接附上。工作人员收到命令后便走了出去。而时隔2个月，鹰将总统再次看到来自华夏的公告，他整个人都麻了。不是，华夏的发明速度怎么这么快啊？你们的新产品都是批发出来的吗？就算是批发，也没有这么离谱的吗？最主要的是，华夏每次召开发布会，亦或者在网络上发布一个通知，拿出来的东西都很强力，并且十分复杂。按照鹰将科学家的判断，想要在某个领域追上华夏的步伐，最少也要100年时间。召集所有部门，通知各个领域的专家，人员准备观看华夏这次的发布会，并且通知所有高层来我办公室开会。现在2分半后，各个部门领导聚集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华夏刚刚发布了通知。对于这个发布会，你们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如果这次华夏在颁布新的武器的话，我们应该抓紧他们直播展示出来的数据，然后尝试破解。不过这次不应该再像之前那样后知后觉，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反推研究。这样一来，就算不能追上进度，也总比之前来得好。算是个办法，把所有武器方面的专家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做好准备。我只是开了个发布会，血下的蓝星70亿男性2腿发抖，只因我研究出了空天航母。可当我再次开发布会时，鹰将却认为我在虚张声势，殊不知下一秒直接把他们吓坏了。上次华夏开发布会就是这个叫做陆丰主持的，这才过去了2个月的时间，就算上了天，他的科研速度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快。我觉得华夏这次估计就是在虚张声势。没错，他们这次展示出来的东西，顶多是老装备的革新换代，性能强不强还不一定呢。说不定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机会，可以趁机打压一下华夏。有道理，让所有军事部门的人盯紧了这次直播，看看有没有什么能拿来制裁华夏的东西。如果有的话，立即上报。是。与此同时，华夏发布会里，在这段时间里，陆丰院士带领着他的科研团队持续在进行着科研实验，但这次并非是军工领域，他们将矛头转向了基因领域。经过2个月的努力，陆丰同志成功攻克了基因技术，研制出了不仅可以治疗各种绝症，而且还能修复残疾，让病痛缠身的人过上正常生活的人体修复基因药剂，并且这个药剂如今正在量产的计划当中。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大家见面。华夏竟然研发出了基因药剂！鹰将总统看向不远处的专家团队，为什么华夏都能突破基因工程技术，你们却不行？这么多年的经费，你们都拿去做什么了？长官，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是一直在研究基因工程，从来没有懈怠过。而且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全球基因工程最为领先的国家。我们研制出的各种东西，光是专利就为鹰将带来了不知道多少的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没有研制出可以治疗绝
绝症的药剂。华夏在基因工程领域的研究，岂不比我们鹰架要晚很多？为什么他们却能够追上我们的进度，并且反超？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我该好好思考一下你们今年的经费问题了。科研团队顿时惶恐起来。基因研究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降低经费的话，基本就可以宣告这个科研团队正式解散了。基因工程技术可是需要大量的经验和样本，以及反复实验才能有结果的。对于现在的华夏来说，这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华夏绝对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知道仅是军事领域的突破已经不能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了，所以才特地编造了这样一番谎言。此话一出，原本还有些慌张的科研团队中人纷纷开始附和，都觉得华夏这次宣布出来的消息是假的。听着他们的话，鹰将总统也渐渐恢复了自信。此时面前的屏幕上突然播放起了一段视频，只见一位老兵正躺在充满营养液的玻璃舱中，随着一针绿色的药剂注射进去，那老兵残缺的右臂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最后直接长了出来。假的，这些视频是假的，绝对是 P 的。这个效果已经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人绝对不可能拥有这种恢复速度。如果是真的，我就把这个显示器给吃了。华夏的人为了国际地位，简直是脸都不要了。的确，这个生长速度简直就不是人体能够达到了，别说是基因药剂了，就算是注射超人血清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效果。断肢重生，而且还是以这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生，这简直就不是人体能够做到的。与此同时，发布会里，我知道大家都有些怀疑这段视频究竟是不是真的。说实话，当我听说这个药剂有这种效果的时候，我也十分不相信，所以我去了军工部现场参观。在那里，我亲眼看到许多身体残缺的老英雄在基因药剂的催化下重新恢复了健全的身体，而现在我把他们全部请到了今天的现场。下一秒，一对身穿军装、头发花白却精气神十足的老兵迈着统一的步伐走了过来。你们看他们的手臂和腿，居然真的都长出来了，难道就是用刚才画面上陆丰院士研究出来的基因药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该不会是作假的吧？我们鹰将都没有突破这种基因技术，华夏怎么可能做到？你们鹰将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做不出来了。那你们现在岂不是应该已经拥有了6代机，甚至是空天母舰？怎么不见你们鹰将的人开出来呢？是因为加不起油吗？这支药剂是陆丰院士发明出来的，也是他构想出来的。我觉得陆丰应该有些话要对老英雄们说。之前在海军基地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位独臂的老英雄。按理来说，受过伤的老英雄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了，但这位老英雄并没有如此，而是在海边的灯塔守岗，为航行的渔民和海军在夜晚点亮一盏明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极为触动。自那之后，我便一直想着能为这些老英雄做些什么。这支人体修复基因药剂便是我的答案。你们不是说华夏是作假的吗？解释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刻鹰将总统对于科研团队已经满满的怨气，科研速度比不过华夏，还要其他部门帮着擦屁股。我给你们这么多经费，你就是做这个的。天上凭空出现3枚导弹，并以30马赫的速度急速前进。下一秒，鹰将的军事基地直接被摧毁。哈哈哈，炸得好啊！我看这下鹰将的气象武器还怎么用？与此同时，鹰将6角大楼里，一名军官快速走了进来。总统，大事不好了！我们的竖琴计划被龙国摧毁了，现在我们无法再使用气象武器，龙国军队就可以重新获得制空权。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如果退出咖喱国战场，那么今后在国际上我们就会脸面无存，也难以服众。如果不撤，只怕会带来巨大的军事损失，到时候再打输，丢人又丢钱，影响只怕是会更大。不能退，明年就是大选，只要打赢龙国，明年选举我连任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失败了，只怕是拜朗普那个小人又会重新坐上总统的位置。那我们继续向咖喱国运输军事装备。没错，别清理库存了，把最新一代装备都送过去，势必要打败龙国，否则我们鹰将恐怕会从此走上衰败的道路，而龙国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新任霸主。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他一说完就直接走了。而与此同时，龙国南部战区里，3大司令聚集在了一起，商讨最后的围攻方案。咖喱军队在加尔周围布置了50万人，北约部队估计在5、6万人左右。自开战以来，我们的战损比一直很低，现在我们的人数还保持着上100万，但最后这场仗我们也不能用人数去堆积，与其说是打仗，倒不如说是向世界展示我们龙国的军事实力。可问题是要如何展示呢？我们不能使用大杀伤武器，因为加尔城市还有100万平民。我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一艘大的离谱的飞船，但是从没见过，我们就把鸾鸟号停在加尔上空，反正飞船有极速蜂鸟拦截导弹，根本不怕他们的导弹攻击。之后让机甲部队在鸾鸟号上直接降落在咖喱国临时政府总部，将咖喱国总理给生擒了，不仅可以体现我们太空军的威力，还能展现我们情报部门的实力。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机甲部队送上鸾鸟号？这个简单，让鸾鸟号降落到平流层，再让机甲部队自己飞上去。那我现在去把计划告诉首长。与此同时，咖喱国总理办公室里，一位北约高级军官走了进来。斯塔夫中将，现在北约到底是什么态度？为何就派了这么点兵力？你们可要想清楚，一旦我们被龙国打败了，你们就再也无法抗衡他们。德迪总理，你别激动，我们北约已经派
派遣了更多兵力，只是龙国这次来势汹汹，我们得找到突破口才行。现在龙国军已经兵临城下，我们大离国只剩下加尔还没失手。你们找了1个月的突破口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别忘了，我们手中还有不少被联合国禁止的武器，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使用那些武器之后，大不了被谴责，但却能改变整个战场。而此时空中突然出现一头庞然大物，随后机甲部队从天而降。当机甲士兵平稳落地后，抬起枪口对准2人的脑袋，吓得德迪赶紧举起手投降。我投降。报告指挥中心，德迪已经抓住，请指示让他宣布投降。是。2班长走到德迪面前，语气冰冷道：去电视台向你的国民宣布，咖喱国正式投降。OK， 我会的，请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北约军官斯塔夫中将，你们没资格用枪对着我。若要跟我们谈，就派跟我同级别的军官来。你要让我们将军来跟你谈？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带出去。10分钟后，咖喱国总理出现在全国电视机前。各位咖喱国国民们，我是总理德迪，在这里我要向还在坚持作战的将士们发出以下命令：放下武器，向龙国投降。我们咖喱国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群废物，我们的大军还在筹备，他们居然就投降了。他知不知道北约往他们身上投入了多少财力？原本打算等咖喱国打赢这场仗，就用他们国内物资和人力来偿还高额债务。现在这笔钱成了烂账，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先尽可能撇清跟咖喱国的关系，至少在明面上减少影响。从现在来看，传统军事上无法限制龙国，所以只能从新战场动脑筋。我们的网络战一直都领先于龙国，我们的黑客每年对龙国发起上万丝有效网络攻击，我们跟他们打网络战。司令在基地发现离谱的一幕，眼前的兵王徒手上10楼只用了8秒，到达10楼用18秒。8秒，这比我坐电梯都要快啊！注射了基因药剂这么厉害吗？当然了，你们没看他们刚才的速度，没用手臂把自己往上甩一下就是2层楼的高度，电梯远远比不上啊！而与此同时，6角大楼办公室中，这完全就是特效，和我预料的一样。华夏这次发布会完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举办的。长官，我建议用我们的官方媒体对华夏的这种行为表示谴责。现在来我办公室，等会就会有专家过来鉴别。这个专家鉴别能力怎么样？他说第2，没人敢说第1。这么厉害的鉴别能力在哪找的？给大家推荐得物 APP 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等会我也去试试。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办公室中，他和鹰将总统打了声招呼，便直接看起了刚刚的直播画面回放。这个肌肉运动轨迹很合理，只是力量有些夸张，落点也很稳。如果常人能拥有距离的话，应该是可以完美复刻的。画面中也没有看到编辑的痕迹，不像是特效。长官，这好像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他不怀疑专业团队的结论，但更不敢相信人类的身体能够达到这种水平。而就在这时，画面中再次出现了变动。只见在兵王攀登到楼顶后，他朝前迈出一步，从10楼30米的高度开始自由落体，2道人影急速下坠。画面再次拉近后，兵王双腿依旧笔直，仿佛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居然从10层楼的高度跳下来，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真的是华夏功夫？武术只是强身健体，锻炼强大的体魄，但想要做到这种程度，就完全不是锻炼能够达到的水准了。华夏肯定有什么秘密在隐瞒着我们，说不定真的是传说中的灵气复苏。众人已经开始乱猜了，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完全想象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你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人是已经注射了1号基因强化药剂，效果十分不错，而且在之后的将来，这项药剂也会广泛应用。华夏决定将这支药剂应用于超级战士领域，打造出一支我们华夏自己的超级战士军队。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到场。在直播间关后，华夏内网和国际外网上有关基因工程的帖子纷纷上了热搜。在此之前，所有人都没想到基因工程会在这几年有这种巨大的突破，甚至民众都注意不到这个领域。但现在一个个强大的国家，此刻都决定在这个领域进行深耕。而此刻的陆枫已经回到了军工部，继续研发脑域开发药剂。马老，接下来要麻烦你一段时间，我准备开始脑域开发药剂的工程。陆枫将自己的担忧和众人说了一遍。的确，现在你在咱们国家可是出了名了，估计很快其他部门的领导就会找上门来求你帮忙做更新升级。如果拒绝不了的话，事情太多的确会影响到脑域基因药剂开发。只是让我来主导脑域基因药剂开发，可我完全不懂啊。放心吧，接下来我要先帮后勤部做完各种设备的改造升级，需要一段时间，但不会浪费太久，大概是你们做好前期准备，我这边就能结束。所以整个研究过程还是我来主导的。陆枫来到超算中央，随后开始启动超算，并且在一瞬间进入了巅峰算力。还好现在军工部用的是核电，不然这么大的耗电量肯定拉闸了。陆枫双手在键盘上不断敲打，将制作脑域开发药剂的各种代码指令写入，大量的信息光是输入就用了足足半个小时。别小看这个黑色方块，它能造福蓝星70亿人类，只要发生地震，它总能第一时间提前知道。这样一个巴掌大的震动波探测仪就可以检测面积约为华夏这么大的区域，而这几10个纳米震动波探测仪加起来足以覆盖全球。怎么可能？这太夸张了吧？原本刚对这个设备有了些好感的张老，此刻的心也是直接沉入谷底。张老可能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或者说不太相信这东西有这么大的功效。接下来我可以跟您一起去
地震局进行验证，到时候这个东西能不能监测全球，你也就清楚了。那好吧，我这就联系地震局。我和陆峰院士很快就要到达地震局，让你们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我已经通知好了，走吧，我安排人来接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新买的车就在门口。你又换车了，挺贵的吧？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0万，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等忙完我就去看看。2个小时后，他们才从军工部抵达了地震局。刚一走近，两人就看到地震局门口挂着一条崭新的横幅，张老早就在门口等候的几名地震局领导直接迎了上来。这位就是陆峰院士，都准备好了。是，已经将所有设备调试好了，绝对不会出现问题。那行。随后他们跟着地震局的领导走了进去。一进来，他们就看到1墙的大屏幕以及一个十分落后的超级计算机。这是我们局的超算，其实是和其他部门一起共用的，用来计算地震的发生可能性。准确吗？10中7、8吧，不过也比之前的要好多了。张老点了点头，旋即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对方说了一遍。当听到陆峰研制出的东西可以监控全球地壳运动的时候，这名领导人都傻了。1个巴掌大的黑色方块就能监测整个华夏的地壳运动，几10个黑方块就能监测全球，开什么玩笑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他满脸的不相信，但也不好直接说出来。如今陆峰在华夏的地位完全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那陆峰院士这次过来就是要测试一下这些新设备究竟能不能布控全球。陆峰点了点头，脸色毫无变化。已经投放好了。是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那行，你现在直接回航吧。随后陆峰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类似 U 盘的东西，在地震局的监测设备上检查了一番，然后直接插了进去。智能系统正在接管全部设备。陆峰院士，这是这样的，在我们从军工部赶往这里的时候，几10个纳米振动波探测仪已经投放完毕，智能系统接入就能更快的整合这几10个纳米振动波探测仪所检测到的数据。除此之外，有了智能系统的接入，日后你们处理信息也会更快一些。此时面前的显示器上开始浮现出一条条数据，这是我们华夏坐标，后面的是探测到的振动波数据。陆峰解释了一句后，顺便开始了现场教学。地震大小、具体位置、次数，甚至连持续时间都能检测出来，这也太精准了吧！如果按照我给的坐标投放，这些探测仪是完全可以做到覆盖全球，监测全球地壳运动的。除此之外，还能做到7天预测，以及……陆峰滔滔不绝说着这个纳米振动波探测仪的功能，在场的工作人员只觉得一阵又一阵惊喜。直到最后，我研究的空天航母不仅能飞往太空，威力更是一炮炸毁一地。而此刻10艘空天航母正在包围公海上的小岛。记住，陆峰标记出来的那一片海域，不许任何国家的船只进入。一旦有人挑衅，那就要给予雷霆打击，杀一儆百。收到，首长，我们海军保证完成任务。此时助理突然走了进来，之前让你准备的通告怎么样了？报告首长，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各部门随时配合，通告文稿也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出去。那就发吧，警告所有人，那片区域日后将是我们华夏的地盘，任何船只都不能靠近，必须绕行。如果不绕行，执意要挑衅华夏的话，这种行为无异于入侵华夏国土，让他们随时做好被歼灭的准备。是，将公海划入本国领海范围，是激怒全世界的一种行为，稍有不慎就会举世皆敌。但现在大首长却是完全没有顾及这些，因为华夏的实力已经做到了俯视全蓝星。很快，一条来自华夏的声音出现在国际之上，这绝对是挑衅，绝对不能让华夏如愿以偿。那片海域正在我们军事部署范围之内，如果真按照华夏的要求将我们的军事部署撤离，那我们鹰将就真的丢脸丢大了。华夏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把我们鹰将放在眼里，我建议立刻采取行动。他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要和华夏一较高下，而此刻的鹰将总统却是恨不得一脚将他们全都踹出去。你们活腻歪了是吧？现在的华夏海陆空3军实力都已经强大到可以叫板整个世界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挑衅华夏，那岂不是自己送上去？我们需要长时间的隐忍，等我们超过华夏的军事力量，才能够进行反击。这一天不会太远，但只能想办法妥协了。1个小时后，鹰将的声明被顶上了热搜。你们选的地点是我们鹰将军事部署的区域，为了不避免冲突，要求华夏更换一个地点。很快，华夏也给予了回信，只有一个简单的倒计时。这是在给我们下最后通牒啊！让我们撤离吧，保全我们的军事基地。明白，我现在开车去安排。你又买车了？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辆比亚迪汉，才9万，比新车便宜15万，开着跟新的一样。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专业检测，还能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那我等会就去试试。报告长官，
我已经就位，请长官指示。现在我们军事基地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对我们国家造成威胁的单位实行毁灭打击。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为国家献出生命。献出生命的话就不用了，收拾收拾，准备撤离吧。好端端的怎么就要撤离了？难不成我们要放弃对这片海域的部署了？还是说对我的表现不满意，所以只让我一个人撤离？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撤离，整个军事基地要在2天时间内撤离，这就是命令。所有船只、舰艇迅速回航，填充燃料，准备运输基地的科研人员以及贵重物品。所有士兵也停止巡逻。现在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撤离，返回我们的国家。2天后，几架变形机甲在天空中高速飞行，最后在军事基地上空聚集。机甲抬起一只手掌，掌心淡蓝色的能量氤氲，随后能量以极快的速度朝军事基地飞去。空天航母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发现天上凭空出现陌生战斗机。报告首长，有突发情况，我们检测到鹰将方的侦察机正在远处观察，是不是要对他们采取驱逐手段，或者就地剿灭？他们在什么地方？侦察机如今的位置正在之前我们划分的海域外面。想要观测我们的工程，这样暂时不用对他们出手，也不用理会，前提是他们没有靠近。如果鹰将方有胆子靠近的话，直接出手歼灭。明白。与此同时，六角大楼里。侦查这么久了，有没有什么发现？华夏现在正在做什么？他们要在这片海域建造什么？报告长官，从我们出现在海域上开始，华夏的变形机甲巡逻小队就开始加大了巡逻力度。别说侦查了，现在我们完全不敢靠近啊！不敢靠近，那总能把飞行高度拔高吧？从上空俯视进行拍摄不就行了？不过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华夏留下把柄，知道吗？是。驾驶员接收命令后，随即驾驶飞机拔高高度，而那些巡逻的变形机甲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继续巡逻。我正在窃取你们华夏机密，这群人居然不来拦一下。怎么样，拍摄到了吗？拍摄到了，不过距离太远，画面有些模糊，可能达到了设备的极限，实在是拍不清楚。那就把画面传输回来吧。办公室的大屏幕很快便和前线侦察机连线。看着模糊的画面，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鹰将总统看不清楚，但总觉得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帮我把全领域专家叫过来。很快，一大群专家纷纷来到办公室。你们看看华夏这边究竟是在干什么？刚抵达的专家们又纷纷看向屏幕。长官，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建造海上基地。鹰将总统气得连忙用手捂住胸口，上气不接下气。长官为了这事气坏身体不值得，先喝点这个解解气。这是什么？还挺好喝的。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喝起来酸弹解渴。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好吃又便宜，许多都不到9块9，而且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优。等会我就去看看。报告首长，我似乎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华夏现在用的应该是立体投影技术。你们看看这个体积和面积，模糊判断，他们应该是用立体投影技术模拟一个1:1大小的基地雏形出来，然后再用变形机甲来建造。虽然从流程来看感觉没什么特殊的，但放到实际上就又是2种情况了。倘若我们国家有一个需要以最快速度建造出来的东西，第一个选择是交给施工队一张图纸，然后让他们自己理解图纸从而建造。第二个选择就是用立体投影技术模拟一个1:1的建筑雏形出来，工人只需要在投影的位置放置材料进行拼接。也就是说，这个一体投影技术其实就是华夏用来加快建筑速度的工具。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立体投影技术如果真的发达到一个极限的话，其实是可以用在各行各业，促进全行业发展的。说句夸张的，如果能做到立体投影技术普及，那整个国家的各行各业都会跟着井喷式的增长。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技术吗？为了建造海上基地，10万工人一天25小时连班制，仅仅2个月时间，一个500平方公里的基地立于公海之上。众人看着建好的基地，脸上带着满满的骄傲。可当他们抬头时，却猛然发现天上凭空出现一架陌生侦察机。这不是鹰将的侦察机吗？应该是想窥探我们的秘密，不过那么远的距离，应该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小陆同志，让鹰将的侦察机在我们周围盘旋，真的没有问题吗？如果鹰将真有这个本事的话，现在就不是在外面观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了。这个海上基地的命运，很早之前就和各个国家绑定在一起了。如果基地遭创，肯定有人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鹰将自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肯定不会冒着大不韪来做事。而且在场巡逻的变形机甲也不是吃素的。而就在这时，李德佑和赵康平突然走了过来。从计划开始的时候，两人便穿着那米机甲来到海上指挥工作。陆丰院士，海上基地已经建造好了，随时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了。那行，我让人把物资运输过来。陆丰直接掏出手机拨打通了陈一鸣的电话。陆丰院士，您吩咐的物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运往海上基地。那就运过来吧。海上基地已经质检合格了，收到。
挂断电话后，陈一鸣长长吐出一口气，眼神中还带着些激动的神色。筹备了这么久的物资，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在陆丰电话打来之前，陈一鸣就已经将各个部门的人调集过来。此时众人正站成一排，他们身后则是一架架满载货物的运输机，而海边还有满载货物的运输船，上面都是陆丰趁着这段时间研究制作出来的全新装备，全体都有。我刚刚收到陆丰院士的消息，现在海上天基基地已经整备完毕，需要我们将这些物资装置完好无损的运输到天基基地去。大家要注意，这些装置都是陆丰院士耗费许多时间制作出来，所以必须保证这些物资的安全。所有人听我命令，出发。随后几辆6代机在前方开路，而运输机则是紧紧跟在6代机后面。海边的运输船此刻也全速朝着海上基地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六角大楼里，报告长官，这里是侦察机1号。我在执行侦察任务的同时，发现了华夏的另一个动向。就在刚刚，大批量的运输机和运输船分别从华夏领海以及大陆位置出发，正在朝着公海前行。我怀疑他们的海上基地建造很有可能已经完成，正在准备进行部署。这才过去2个月，他们的海上基地就已经部署完毕了，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而屏幕中也出现了他们侦察机传送过来的画面，众人面面相觑，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初我们营造这类海上军事基地时，从筹备到最后建成，好像用了足足2年吧。这建造起来的该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要不要制造点事故来测试一下华夏这个海上基地的坚固程度？我们要是这么做，用不了2天，华夏就会反过来帮忙测试我们6角大楼以及白宫的坚固程度。先尝试获取一些信息吧，通知所有侦察机避开华夏的物资运输机，千万不要发生冲突，离得越远越好。我们惹不起还得不起吗？而与此同时，海上基地里，接下来要布置在这里的装置以及实验需要的稀有物资已经在运来的路上了。不出意外的话，这2天时间就能把天基基地布置好，然后这里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你们看，那好像是一架飞机。众人扭头看去，就见一架飞机正朝着这边飞来，并且做出了降落的姿态。运输的装置和物资这么快就到了？不是物资，这是军工部的科研人员。众人一愣，他们还没来得及问，就见陆丰已经朝着机场的方向走过去。这些都是经受过脑域强化的科研人员，将他们都召集过来，只有一个目的，以最快的速度把天象武器打造出来。万司令陈一鸣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待会就要开始装卸装置。这些装置虽然比较抗造，但待会搬运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毕竟这里离着军工部很远，来回维修也怪麻烦的。哈哈，这点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趁着这段时间，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的设计——天象控制器。所谓天气控制器，又叫做全球天气生态平衡系统。一时之间，在这片空地之上，好像变成了一个上课的课堂。这些随便放到一个国家都可以被以国礼相待的科研人员，却变成了一个个学生，听得无比认真。而3位司令则是一脸迷茫，可刚来的陈一鸣却在不断点头认可。这家伙听懂了。老万，什么情况啊？难不成你们这个少校还是个科研天才？我也不清楚啊。难不成这小子在之前陆丰搞科研的时候就一直在学习？那让他当这个少校，是不是浪费了他的天分？如果没记错的话，陈一鸣这小子也没有注射脑域开发基因药剂吧？难不成他是个天才？好家伙，我们陆军竟然如此卧虎藏龙，可不能浪费了他这个天赋。没有注射基因药剂就能跟上陆丰院士的科研节奏，这要是注射了脑域开发药剂，思维灵活起来的话，那还得了？万志毅顿时感觉如获至宝，他扭头看了一眼一旁的刘国梁和邓金业。不好意思，我们陆军更胜一筹。旋即在2人羡慕的目光中，万志毅来到陈一鸣跟前。小陈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刚才陆丰院士讲的关于天象武器的理论知识，你能听得懂？没有啊，陆丰院士讲的实在是太深奥，听起来就像是在听天书。听不懂？那你刚才点什么头？嘿嘿，其实我刚才根本没有在听陆丰院士的讲解，毕竟那也不是我能涉及到的领域嘛。我刚才在想，如果这个全球天气生态平衡系统真的设计出来之后，我们华夏不就掌握了控制全球天气的能力？到时候利用这个装置，咱们完全可以给鹰将来一场100年难遇的大暴雪呀！还有暴风灾害、冰雹、暴雨，甚至雷电也能用到。到时候我们岂不是不用吹灰之力就能将鹰将拿下了？合着你小子听得津津有味，就是在思考日后怎么攻下鹰将。陆丰院士讲了那么多原理，你就是这么理解的？为了研究太空电梯，全国所有科学家日夜奋斗，甚至每天只睡2小时。终于在28天后，成功研究出太空无轨电梯。所有装置全部制作完毕，可以尝试发射了。如果能完美运行的话，兴许日后我们的主战场也可以从蓝星转变到太空。准备工作开始。在装置旁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连李德佑等各个小组的组长也再次投入了忙碌的准备工作当中。老万，你说这太空电梯发射能成功吗？当然没问题了。你想什么呢？你要是不相信，要不赌点什么？发射失败，陆军
军送你一辆自爆坦克，发射成功就把你们即将出炉的10艘空天母舰划到我们陆军。你搁这明抢啊！我当然不怀疑陆丰院士的科研能力，只是这太空无轨电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老话都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小陆同志他们直接跨过了有轨电梯，直接研发出了太空无轨电梯，这步子属实是有点大了。万志毅点了点头，眼神中也多了一分担忧。发射成功对于华夏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而发射失败的话，就怕打击了小陆同志的信心。而就在他们担心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将准备工作完成了。准备工作完毕，所有人撤离到安全地带，准备发射。随着陆丰一声令下，工作人员开始通过设备监视太空电梯的上升高度。大屏幕上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数字填满。暂时还是正常的，能量正在填充，马上达到阈值，准备点火了。周围众人不敢说话，静静看着代表能量填充槽的进度条被快速填满。发射！下一秒，炽烈的火焰从太空电梯尾部喷射出来，电梯正以极快的速度升。当前太空无轨电梯高度已达1000米，这就1000米了，赶快检查数据。一旁李德又率先反应过来，当即投入到数据检测当中，其他也快速检查起各自屏幕上的数据，一切数据正常。其他人此刻也传来了同样的回复，每个人负责的数据都没有出现异常。当前太空无轨电梯高度已达5000米，5000米了。李德又再次紧张起来，太空设备升空高度每拔高一分，设备所处的环境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集好数据，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了。不用这么紧张，先喝点这个放松一下。你这从哪来的？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可口可乐，携带方便，喝起来清爽解渴。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好吃又便宜，许多都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只要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等会我就去看看。当前太空无轨电梯高度1000公里，那我们这算发射成功了吗？算也不都算。升空肯定是升空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合适的高度。现在太空电梯已经飞了上千公里了吧？要知道华夏太空的空间站和地面的距离也仅仅是300到400公里，这都超过了许多倍，竟然还没有达到合适高度。小陆，这太空电梯的预计高度究竟是多少啊？按理来说，太空电梯是用来传递物资的，所以应该是和空间站相连。但我们这次发射无轨电梯，目的是为了部署太空装置，以便于平衡全球天气。高度越高，每个设备所能辐射的面积也就越大，所以理论上来说，太空电梯升高的高度是越高越好。我自主研发出太空电梯，却被鹰将认为是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甚至联合整个蓝星对付我国。这件装置里面肯定有华夏的秘密武器，接下来怎么做？不需要我教你了吧？华夏私自发射不明飞行物，危害到全球安全。我们作为蓝星最发达的国家，有必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只需要我们稍微添油加醋，绝对可以给华夏塑造一个全球公敌的身份。那就快举办，一定要让华夏的国际声望遭到重创。很快，一条来自鹰将的声音便出现在了网络上。一时之间，整个蓝星都开始人心惶惶。而对于网络上的议论声，陆丰等人根本没有时间理会。报告首长，太空电梯即将抵达预定高度，请进行下一步指示。很好，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太空天机部署完毕，现在接通太空画面。下一秒，面前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太空中的真实影像。而就在这时，陆丰快步来到操作台面前，抬手就输入了一长串指令。天机控制器正在准备部署。声音响起的同时，画面中的太空电梯也发生了变化，一枚枚椭圆柱状的天气矩阵装置从太空电梯中飞出来，随后朝着一个方向飞去。第一枚天气矩阵装置已抵达指定位置，第一枚装置就已经安装好了。看来这300多枚几乎不需要多少时间啊。话说我们太空部队的提案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我们陆军已经开始选拔了，关你们陆军什么事？太空也是空，这是我们空军的领域。都别吵了，我们海军自愿抽出一部分精锐力量，组建太空部队。三人小声议论纷纷，然后再度吵成一团。当前已有365枚天气矩阵装置已抵达预定位置，正在安装中，安装完毕。随后，屏幕上的装置网状图忽然亮了起来，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点亮了，成功点亮了！165个天气矩阵装置一个都不少。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完成了太空天机控制器的布置，这绝对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一大步。小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天气矩阵装置的部署，这东西后续要怎么更换？比如说能源。指向一旁的屏幕，画面上矩阵装置悬浮在太空中，为了避免装置被偏离原本位置，陆丰在左右前后4个方向都安装了无数的推动装置，这样实时感测位置，调动推动模组调整位置，应该是十分消耗能源的吧？那等到更换能源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些装置根本不用更换能源，这是一个全新的能源模组，将2个冷聚变核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叠加起来，从而做到1+1大于2的效果。根据我们之前做过的测试，以矩阵装置的耗能速度，想要将双聚变的能源耗尽，反正我这辈子是看不见了。这个双聚变能提供的能源居然如此恐怖。
看样子应该是计算出来了。小鹿，你说是什么东西计算出来了？陆枫没有回答，而是来到了操作台前，直接按下按钮，顿时一组数据被投放到大屏幕上。这上面显示着的是控制每个区域需要的天气矩阵装置数量。想要控制这部分发达区域的天气，共需要10到30座天基矩阵运行。还有这片大洲天气控制需要30到100座。那全球呢？控制全球需要100到365座。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比较夸张，但准备好前提条件的话，其实用不了多少时间。科研什么的我不太懂，但我可以让人全力配合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我们国家有的资源24小时之内就可以到场，我们国家没有的材料48小时肯定能搞到，你们说呢？大首长看向一旁的万智一等，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协调的。既然已经结束的话，那我就先离开了。随后大首长朝着控制室外走去，就剩下一个天基武器了，这个东西投放没有任何难度的。听到这话，大首长的脚步顿时顿住。还有天基武器，我这也不是很忙。既然最后天基武器投射没什么难度，不如我看完再走。陆枫抬手按下一个按钮，屏幕上的画面再次转移到太空电梯之上，电梯中缓缓飞出来一柄剑，剑体中间持续亮着一道道能量环。现在进行测试。随着陆枫的操作，这台天基武器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运动起来。定点功能、蓄能程序，一项项程序完整运行。按照你的说法，等投放够挨买3V36组天气矩阵装置后，才能实现控制全球天气。但现在我们已经发射了3V36枚，是不是已经达成了可以控制华夏大部分区域天气的能力？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需要等待几天。等所有装置全部稳定运行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对华夏的天气进行调整了。到时候荒漠也可以变成绿洲。为了让沙漠变成绿洲，我研究出了天气控制装置，靠着降雨来改变地貌。可几位司令却丝毫不相信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不光是华夏，其实其他国家的天气我们也能控制，即便现在只有一套模组。小鹿，此话何出啊？这套模组可以控制华夏的天气，是因为它现在的位置就在华夏正上空的位置，但我把它的位置调到其他国家上空，不就能做到控制其他国家的天气了？除此之外，因为对方国家面积大小，需要调集的装置数量也参差不齐，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完整的天气控制模组制作出来。随后陆枫将人员带到会议室，开始制定详细的方案计划。而与此同时，大首长回到办公室后，一旁的勤务兵突然走了过来。首长，在您离开的这段时间，有一些事情需要向您汇报。此次陆枫院士带领团队建设海上基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争端。现在各个国家都有人在申请我们华夏的国籍，人数庞大，相关部门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带着巨量资产脱离华夏的人。通知下去，我们华夏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不管是原华夏国籍的，还是其他种类，全都拒绝。以前华夏发展不好的时候，纷纷嘲笑；现在华夏发达了，就想过来分一杯羹，做什么美梦呢？另外，对外发布声明，之前损害过我国经济利益的，华夏会秉承不放过的态度，迟早有一天让他们所有人都付出代价。明白。与此同时，位于赤道的印塔正发生着百年难遇的天灾。原本这个国家的天气应该是炎热无比，但此刻却是暴雨连绵。报告长官，如今农村已经怨声载道，农民栽种的果树和农作物已经被暴雨淹没，农作物损失不计其数，城市的排水系统已经瘫痪，目前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对于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什么措施？如果暴雨能在近3日内停下的话，我们损失的顶多是一点农作物经济，但暴雨迟迟不停歇，我们就只能选择求援了。求援？可如果向鹰将求援的话，对方很有可能趁火打劫。与其求援鹰将，不如尝试求援华夏。反正无论求援哪个国家都要给予报酬，为什么不求援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说的没错，我这就致电华夏，以开采资源的代价请求帮助。很快，他的求助电话转接到了大首长这里。我方愿意付出相应的酬劳，请求华夏对我国施以援手。至于酬劳，我方愿意付出我国未来10年的矿物开采权作为交换。听到这个条件，大首长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选择先稳住对方，随后立刻乘坐飞机，再次来到了刚离开不久的海上基地。小鹿，有些事情想要和你讨论一下。旋即，他将刚才印塔求助的事情详细和陆枫说了一遍。条件开得不错，大首长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条件还是比较丰厚的。另外，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差，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难度大吗？不大，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直接答应下来。至于他们国家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反正都是要帮，直接把天气矩阵控制器调动过去就可以了。陆枫来到操纵台前，开始调动此时正位于华夏上方的天气控制矩阵装置，而一旁大屏幕上的画面也开始出现装置拍摄到的画面。此时的印塔就像是一片海域一样，如果不是露出水面的建筑物和树木植被，完全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有一个国家。从目前雨云堆积的情况来看，如果不人为干预的话，这种强降雨情况最少还要再持续1周。照这个样子，估计1周都用不了，顶多2-3天时间，这个国家估计就要被淹没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说缓解一下暴雨之类的？把天气控制器调集到印塔的上空，然后将云雨改为降雪，同时调整气温，使印塔快速降温。当气温降至0度，城市以及农村的积水就会被冻成冰块，届时就可以先将河流的水平面高度恢复，然后将冰块逐步
步解冻，进行逐步排水。印塔位于赤道附近，年平均气温都在30度上下。你居然想冰封赤道国家？小鹿，你有把握吗？把握不高，果然啊，顶多只有99%的把握吧，无法做到100%。你管这叫把握不高啊？还好自己不是科研领域的，不然估计得被这小子给气死。大首长吐出一口气，心情总算是平复下来。既然如此，那你直接告诉我该怎么做吧，我这就通知印塔那边配合。就让他们尽快疏散人群，让他们国家的民众尽量远离水面，以免到时候被冻伤。同时做好保暖措施。大首长直接掏出手机，拨向了印塔的高层，将刚才的措施和对方说了一遍。速度要快，立刻让你们国家的所有机动部门收拢灾民，带到安全的地方，同时做好御寒措施。估计再有几个小时，我方行动就会开始，所以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此时印塔的高层整个人愣在了原地，眼神中满满的都是猛劝。你们有在听我说话吗？在呢，我一直在听您说话，只是有些震惊。您说的御寒是什么意思？我方要对洪水进行冰封，预计5个小时后行动会正式开始，所以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还是说你想听我解释解释，然后用剩下的4个小时时间去做准备？如果你们连御寒的方案都实行不好的话，我方考虑行动取消。屋外气温40度，可百姓却排队买棉衣。此次华夏救援我国将采取冰封洪涝区的方式进行救援，届时我国气温将迅速下降30度到50度不等，请居民做好御寒措施。原来连续几天下大暴雨，他们全国各地没有不会水源，而求援的方式竟然是将洪水冰冻住。这是什么治理灾害的方式啊？简直听都没听过。想要冻住波涛汹涌的洪水区，最少也要将温度降低至零下40-50度吧。好家伙，这不得直接冻死人呐！这是你的救助物资，拿好了。呼叫救灾前线，现在具体进度怎么样了？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在尽力抢灾了，目前进程1/3，才1/3。他看了眼时间，此时距离华夏给出的5个小时已经过去了1大半还多。这样下去可不行。如果因为这件事而导致华夏放弃救援，那岂不是损失重大？但按照这个进度，肯定是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救援了。要不放弃那些灾民？长官，我们国家上空出现了好多运输机，机体上有华夏的旗帜，这是华夏的运输机。这名指挥官语气中满满的都是惊慌。距离预定时间还有不到2个小时，华夏这就要开始冰封洪水区的活动了。长官，华夏不会在这些机体里面装满了制冰材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冰封洪水区的确有可能做到，但灾民和现在还在抢险的战士都会被这股极寒冻死啊！长官，要不要阻拦他们？不能阻拦，依照现在的情况，华夏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希望。你安抚民众，让他们尽量不要恐慌吧。高层刚下达指令，一道陌生的声音却出现在对讲机中。这里是华夏救援部队，我方运输机运载了大量御寒物资，请给予合适的投放地点。高层直接将几个地区汇报了过去。收到，投放完物资，我方会协助转移灾民，请提前通知你方救灾战士，提前做好准备。当大量运输机抵达后，灾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转移，在华夏的帮助下，很快所有灾民就被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总算是将灾民全部转移了，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帮忙，我们还不知道要用多久才能将灾民全部再转移到安全区域。你们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人。不用谢我，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真要谢的话，就谢谢大首长以及陆丰院士吧。已经快到预定时间了，他们估计要对洪水区进行冰封处理了。与此同时，海上基地实验室中，随着陆丰的操作下，原本已经固定在华夏上方的天基基座开始被调动，朝着印塔上空快速飞去。小陆同志，这次行动我们只调集50枚天基基座，印塔的面积可不比我们国家小，只调动1/8的基座真的够用吗？只是冰封洪水而已，50个刚好足够，再多了倒是有些麻烦了。正在对当前国家区域的气象进行强干扰。干扰成功，冰封预案启动完成，预计所需时间为2个小时。此时抵达印塔上空的50枚机组已经开始了运转，装置上已经浮现出了淡蓝的光路，以肉眼看不到的声波辐射自装置朝着四周扩散。真的可以将这个赤道国家进行冰封吗？这里是赤道国家，如果可以将这里进行冰封的话，那岂不是只要陆丰愿意，随时都可以让全球直接进入冰河时代？好了，目前装置稳定运行，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倒计时结束就可以了。天气控制模组装置还剩下300多个，趁着这段时间，可以对我们国家的天气进行一些干预。搜集华夏目前气象不佳的区域，正在搜集中。屏幕上开始出现一幅幅画面，有干旱地区，许久未曾降雨的，也有寒冷地带。这里的居民早早穿上了厚重的棉服，各种各样的天气情况纷纷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检测完成，共检测出数个地区需要气象调节。小陆同志，这个天气要怎么调节啊？这个简单，给干旱的下点雨，给天冷的加热一下，但得注意改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居民的感受。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气象调节。陆丰说完后，便开始操控位于华夏上空的机组。正在按照既定方案开始对天气进行干预。屋外气温50度，下雨就像下开水一样。
可下一秒暴雨却变成了暴雪。这么大的降雪量，这是将原本的暴雨变成了暴雪啊！两者不同，暴雨只会加重洪涝灾害，但暴雪降落到地上，仅依靠人力就可以铲走。更何况这些雪花落入洪水当中，也能起到一部分降温的作用。华夏的能力匪夷所思。此时气温已经从原本的0上50度变成了现在的0下20度，原本波涛汹涌的洪水，此刻也是被无数冰晶填满。你们说，华夏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让我们国家的气温忽然降温的？此话一出，所有人面面相觑，眼神古怪，而他们的心中也早已浮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只是没有人敢说出口。既然你们都不敢说，那我来说。我认为华夏已经发明出了可以调控天气的装置，并且我们国家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应用这枚装置的。这是2个月前从鹰将流传出来的华夏海上基地发射不明飞行物的事故。到现在为止，华夏从未对这件事做出任何解释。但在这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华夏有关于控制天气，甚至是干扰天气的能力的流言。直到今天暴雨连绵7日，我们国家受灾严重，求援华夏，华夏当即就给出了冰封方案。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我想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明白。众人再次陷入了沉默，不用他说，众人也能明白。华夏有极大的可能已经掌握了控制天气的手段。如果华夏真的掌控了这种手段，那么距离华夏统一全球估计也不太远了。好了，现在不用想这么多，我们现在的难关是配合华夏解决我们国内的危机。倘若真的有一天华夏迈上了统一全球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表态。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众人顿时沉默了，心情各异，但无人反驳。情况怎么样了？全球气候性温度变化的确和印塔的变动有关。与其说他们国家的寒冷温度影响到了周边国家，不如说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整个蓝星的气候都出现了异常。辛苦了，喝点这个就回去休息吧。这是什么？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可口可乐，携带方便，喝起来清爽解渴。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好吃又便宜，许多都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只要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等会我就去看看。小鹿同志，现在降雪也已经停止，气温保持在0度，确保冰块不会提前融化。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接下来，印塔的温度会一直保持在0度，直到所有洪水都排走。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开始先尝试着疏通河道，同时修理城区的排水设施，确保冰块融化的时候不会再形成洪水淹没城市。收到。万志毅旋即一个电话，便拨打到了印塔的高层，将陆枫的指令传达过去。我们立刻就去办。邓司令，我这边的冰封计划已经完成了，空天母舰巡航全球的计划可以开始了。没问题，现在10艘空天母舰已经整备完毕，就停在船坞基地，只需要你过来对这10艘空天母舰进行一下检测，我们的全球巡航马上就能开始。辛苦了，既然是巡航全球，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秦老，邓司令那边的空天母舰舰队已经制作好了。空军有6代机，可海军却什么都没有，气得司令直接找大首长要说法。直到1个月后，海军10艘空天母舰横空出世。接下来我要对这10艘空天母舰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测，如果全部合格的话，我们的全球航行就可以直接开始了。小陆同志，你尽管检测，如果检测出问题，我们这里立马修补，确保万无一失之后，咱们的全球航行再正式开始。陆枫缓步走向一旁的监控室，将随身携带的微型电脑和监控室的装置连接上。智能系统正在连接，链接成功。陆枫将智能系统嵌套在了里面，同时里面还有一套完整的验证程序，可以在短时间内检测空天母舰的全部功能。检测程序启动，正在对该产品进行检测。此刻所有人顿时紧张了起来，生怕被检查出问题。千万不要出问题呀！已完成对推进模组的检测，无任何问题。接下来对涡轮模组进行检测。下一秒，远处停着的10艘空天母舰，左右的2个的涡轮旋翼忽然开始转动起来。涡轮模组测试完毕，无任何异常。接下来将对空天母舰的武器以及防御系统进行测试。声音再次响起的瞬间，远处一艘空天母舰上无数武器出现，其能量氤氲散发着恐怖的波动。检测完毕，10艘空天母舰全都无异常，可以开始全球航行任务了。这10艘空天母舰巡航全球，几乎就是彰显出了我们海军的全部实力。随便一艘都相当于10艘当时排水量最大、最为先进的航空母舰。而且真要打起来的话，10艘航空母舰也未必是一艘空天母舰的对手。小邓啊，这次全球巡航你有没有什么计划？计划当然有，而且是我规划了许久，能够将这次计划效果最大化的。这次行动我们只有2个目的，第一个自然是为了给小陆同志站台，让全球都知道这名天才科学家之后有多么强大的势力在保护。第2点，这次巡航的目的还是向全球展现我们强大的海军能力。既然如此，就要更多的展现出来我们这支空天航母舰队的具体功能。从海面航行来说，我们这艘空天母舰无论是排水量还是航行速度，都远远超过全球认知中的普通航母，这一点自然是要展现出来的。
所以巡航第一步就是要环海洋绕蓝星一整圈，让全球都看看如此体量大的母舰的恐怖航行速度。而在海面航行环球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在空中进行一次巡航。嘿嘿，10艘空天母舰在天空中列队巡航，光是想象到这个画面，我都激动不已。好啊，这个计划好，不错，就按照你说的方法来办吧。既然如此，大家就随我登上首舰吧。巡航行动可以开始了，所有部门准备，巡航行动正式开始。小陆院士，接下来就靠你了。陆枫来到操作台中央，旋即开始进行启动程序以及后续航行规划录入。系统录入完毕，第一支空天母舰舰队正在加载中，加载完毕。好了，可以开始航行了。我们现在脚下的这艘空天母舰已经被定为这10艘空天母舰的主舰，余下9艘全部受这一艘空天母舰统一调控，所以接下来的操作只需要在这一艘空天母舰上进行就可以了。既然如此，巡航就开始了。陆枫点了点头，旋即又和邓金叶商量了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最终决定先采取低空巡航，让空天母舰在肉眼可以看到的高度，给予全世界一个最为震撼的场面。开始升空。陆枫一声令下，旋即按下操作台上的一枚按钮，下一秒，众人便清楚地感知到脚下的空天母舰开始微微颤动起来，数个推动模组同样开始运转，10艘空天母舰开始以同样的速度缓慢上升。真的飞起来了！虽然之前想象了无数次这个画面，但看着空天母舰真的飞起来，还是震撼无比。很难想象我会参与这么大的项目，而且如今这个项目还真正完成了。我研究的空天母舰不仅能飞往太空，威力更是一套大武器。不如我们到鹰将的头顶上走一遭。的确，该好好惩治一下鹰将了。万一真的发起冲突，那这将会是我们华夏展现实力的最好机会。小陆同志说的对呀，既然都出来巡航了，怎么能浪费这个再好不过的机会？的确该让鹰将以及全世界看看我们华夏现在的实力了，不然的话，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之前的好先生呢。之前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向我们提一些要求，他们现在对待我们的态度和之前一样，搞得我们华夏的军事好像白发展了一样。既然这样，那就按照小陆同志说的，在全世界面前去鹰将头上巡航一圈。小陆同志，但如果我们逼得太狠，鹰将狗急跳墙了，会不会导致双方的大战提前开始？邓金叶倒不是担心其他，主要是这次巡航，华夏的关键人物基本都在场。小陆，你怎么说？我觉得大家的担心还是有些多余的。大家假设的前提是鹰将对我们造成伤害，但现实情况是鹰将根本不具有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能力。就说鹰将现在最为强大的航空母舰，那都是我们海军的淘汰产品了。就算他们的航母做到再大，或者数量再多，能有什么用？邓司令，你还记得我们这艘空天母舰航海测试时候的场面？我记得我们进行航海测试的时候，速度什么的就不提了，倒是在遇到一片礁石群的时候，并没有像之前开航母一样绕行，或者炮弹轰炸开路，而是直直的碾过去。没错，虽然说礁石群不像是导弹，没有炮弹爆炸带来的冲击力和穿透力，但那时候的礁石群可都没能在我们地空天母舰上留下哪怕一丝划痕。寻常的导弹炮弹打在舰船身上也只能是这个效果，甚至我们在空天母舰内部都不会感受到任何一丝的震动。假如到时候真的发生了冲突，而我们的空天母舰在鹰将的攻击下受到了任何伤害，那回航之后我就再为空天母舰进行一次升级，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升级。小陆，你是说我们的空天母舰还有升级空间？当然了，这艘空天母舰在我这里只能算是合格的水准，要不是当初邓司令急着想要看的成品，肯定要比现在强大一些。同时这段时间我实验室的科研条件也好了许多，再进行一次升级没什么问题。不光是海军，理论上来说，空军的6代机和陆军的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听到陆枫的话，邓金叶3人顿时就像饿久的狼见到肉一样，眼睛都快冒绿光了。居然还有升级空间，小陆你可不是在开玩笑吧？现在6代机和变形机甲以及咱们脚下这个空天母舰的真实实力我都没有测试出来呢，你说这些东西竟然还有上涨空间？小陆，我年纪大了，你可不能逗我玩啊！升级自然是可以升级，但不是现在。如今的空天母舰配合6代机以及变形机甲，已经可以在战场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甚至说，就算现在来一场浩荡的战争，也未必能发挥出这些军事装备的全部性能，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需要升级的时候。小陆说的没错，现在你们海陆空3军的实力已经达到全世界都望尘莫及的程度了。况且你们3军还没有真正学会使用这些装备，再升级一次的话，着实是浪费资源。同时还给小陆加大了工作量，其他一些部门还排着队等小陆帮忙升级呢。说的也对，如今空天母舰刚刚完成量产，我们海军甚至还不能熟练运用这支舰队。今天倒是个好机会，那就按照小陆同志说的，咱们去鹰将头上巡航一圈。如果到时候鹰将
狗急跳墙，用核武器和我们同归于尽的话，我们空天母舰的外部装甲能够抗住吗？当然不行了，核武器爆炸的时候，足足有上千度高温，足以将绝大部分金属瞬间融化，想要完好无损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邓司令可别忘了，我们还有核干扰装置呢。陆峰抬手按下一个按钮，只见空天母舰甲板上忽然升起几个黑色的正方体装置，正是之前陆峰研究出来的核干扰装置。你把这个都带来了？在空天母舰量产的时候，李老以及赵老也在开始生产核干扰装置。如今我们华夏的核干扰装置的数量已经足够使用了，除去保护华夏所必要安装的一些之外，剩下的我就分配到了各个军区。就比如空天母舰上，当我们的空天母舰抵达其他国家上空的时候，核干扰装置就会开始运行，他们的核武自然也就废，甚至还可以把这些装置做成炮弹发射出去。你这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怎么就这么好用？既然我们的空天母舰如今连核武都不怕，那我们这次巡航的任务当中，的确可以加一项制裁鹰将的活动。士兵在海上发现诡异的一幕，天上凭空出现一群不明飞行物，可他们的雷达却检测不出来。报告长官，雷达已经调整到最大功率了，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连对方的存在都发现不了。鹰将的指挥官整个人都麻了，明明肉眼可以看到那群不明飞行物正在朝着这边快速靠近，但舰队上的雷达却是死活都检测不到。长官，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肉眼看到的不明飞行物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你特么隔着讲鬼故事呢？老子都看到了，你说不存在？正当他想要怒吼大骂的时候，对方又连忙解释道：“我是说，会不会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是通过阳光和雾气折射，从而出现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通过阳光和光线折射，从而达成的自然现象。真正的尸体其实可能在千万里之外。”有可能，毕竟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他拿出通讯器，将这个结论转告给了鹰将总统。原来是海市蜃楼，我还以为这是华夏的舰队呢。想来也是，毕竟我们的舰队一直在我们的领海内航行，华夏没有理由来犯。报告长官，华夏的10艘空天母舰突然出现在我们领海上空。怎么会这么多？你们说现在该如何？我认为现在和华夏发生冲突的话，对我们鹰将没有什么好处。想要利益最大化，就不能和华夏发生冲突。如果撤走的话，鹰将的国际声望肯定会直线下降。想要国际声望不下降，就不能撤走。但如果不撤走的话，鹰将的舰队也将损失严重。听着众人的发言，鹰将总统脸色更加黑得不成样子。你们在这里表演说废话的一术呢？只能撤退了。当然，华夏如果执意的话，我们也不是没有反击手段。鹰将总统眼底闪过一抹狠色，他立刻拿出通讯器，联系鹰将的核弹库有关部门。如果华夏真的轻举妄动的话，100枚核弹同时打向华夏的空天母舰舰队，剩下的全部投入华夏国土，来个同归于尽。鹰将总统双眼布满血丝，死死盯着屏幕。舰队即刻开始返航，并且在返航途中不可以和华夏起到任何冲突，全速返航，必须保证舰队的安全。此时指挥室中，看着已经开始撤退鹰将舰队，众人脸上都难免露出了笑意。邓金业以及刘国梁3人面面相觑，嘴角的笑意都快压不住了。终于啊，这都多少年了，终于轮到华夏扬眉吐气了，真是不容易啊！满打满算，到现在已经足足80几年了，我们华夏终于站起来了。话说回来，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表演吗？当然要了，这次节目可不只是给鹰将看的，是给全世界看的。的确，光震慑一个鹰将怎么足够？之前对我们华夏狼子野心的国家可不在少数。趁着这次全球巡航，一次性震慑完。众人激动不已地商讨着接下来的计划。而与此同时，陆丰开启了空天母舰上的雷达功能。鹰将舰队上还装载了不少核弹头呢，这些红点每一个都代表了1枚核弹头。看来鹰将为这次航行做了不少准备啊！光是搭载的核弹头都可以轻松毁灭一个国家了。好家伙，鹰将这是要做什么？难道一开始他们就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在众人的认知中，核弹依旧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武器，毕竟其强大的威能以及爆炸后产生的对人体影响极大的辐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象征着大杀器。大家不用担心，这些核弹的数量还没有超过我们反核武装置的能效量级。只要这些装置一启动，鹰将的核武就直接无效了，被全世界认为是大杀器的东西也就变成了无用的废铁。而且除此之外，还能给鹰将带来一点小惊喜。小鹿，你说的小惊喜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节目都还没有表演完，鹰将就准备撤离，是不是太不尊重我们这些艺术家了？那你是不是觉得咱们节目没有表演结束之前，观众不能离场？没错，既然鹰将不听劝的话，那就只能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把他们留下来了。我只是敲了一下键盘，却让几十艘航母瞬间停下，只因我发明了让核动力失效的装置。报告长官，我们航母的核动力装置突然无效了。不是说这些航母维护的都很好吗？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停摆？要知道，如此庞大体积的航母想要长时间航行，就必须采用核动力装置。命令其他航母对我们这艘航母进行牵引，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撤退。他说完，却见对方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还不快去办！长官，现在的情况是，不光我们这一艘航母的核动力装置失效，整个舰队41艘航母的核动力装置全部失效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核动力装置竟然失效了！都给我去查，看看究竟是哪个问题，立刻解决，然后继续返航。这未免也太巧了！要知道，现在正是鹰将和华夏交锋的时候，我们鹰将选择撤离，如今核动力装置却出现了问题，这不正落入了华夏的下怀？这会不会是华夏的手段？报告长官，我们刚刚对我们这一艘航母进行了排查，并没有找到核动力装置失效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这可麻烦了。报告长官，其余40艘航空母舰也在接受到您命令的时候，对航母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排查，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航母的面积很大，失去机动性的话，在海面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靶子。上方有华夏的空天母舰，但凡朝着这边开炮的话，我们就直接完蛋了。舰体上搭载的核弹头还能顺利运行吗？报告长官，航母上搭载的核弹头也失效了。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核动力装置失效也就算了，现在就连唯一有效的攻击手段也变得无法反应，难不成我们真的是被华夏攻击了？太可怕了！这完全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作战方式，竟然让40亿艘航母的核动力装置和搭载的核弹头全部失效。他此时感觉自己就好像遭到了降维打击，就好像信息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跨时代的作战方式。我不是已经下令让你们抓紧返航，为什么你们还停留在原处一动不动？难道你们真的想和华夏开战？航母舰队有突发情况，现在我们的舰队中所有航空母舰的核动力装置已经彻底失效。不仅如此，就连航母中搭载的核弹头也完全通不过反应测试。也就是说，我们寄予厚望的大杀器，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请求总部救援。在听到汇报后，众人瞬间陷入了沉默。长官，我建议立刻让舰队上的人将航母现在的情况发送过来。维护人员终究是维护人员，我们这里可以让设计核动力装置的工程师现在到场，现场进行分析，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鹰将总统一个电话就把航母总工程师叫了过来。快给我看看现在的实际情况。总工程师立刻开始研究，但看着看着，他的眉头逐渐皱了起来。我们排查不出任何问题，我们怀疑之所以航母上的核动力装置不能顺利运行，很有可能是外力导致的，而能动用这种外力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华夏。短短一瞬间，他整个人像是苍老了几十岁一样。华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科技？但除了华夏，还能有谁？这位年过70，积累了无数经验，在核领域的积累全世界无人能及的科学家，此刻竟然颓然不已走出去，顿时一股难言的恐惧开始在众人心中蔓延。这么说，只要华夏不解除他们这种不知名的手段，我们的航母就永远无法使用。我们真的输了。